穆潇潇是在一片黑暗中醒过来的，她低头一看，却是倒吸了一口气，自己的手脚筋竟被硬生生地挑断了。她抬头看了看前方，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纳兰晨和穆瑶瑶，难道自己是被他们弄成这样的？姐姐，眼睛别睁这么大。唉，真是可惜了姐姐这双漂亮的桃花眼呢。穆潇潇是美的，名副其实的绝色大美人儿，尤其是那双眼睛，更是勾人心魄。姐姐啊，想要打倒你可真不容易呢。知道你武艺高强，我就只好从陈嬷嬷身上下手了。我命人在她身上涂满毒药，她可是你的奶娘，我知道你肯定会来救她的。当然，你身边的那2个丫鬟呢，都是精通医理的，所以这药都是无色无味的。姐姐可真的是让我费了好一番心思呢。为什么？往日在将军府，你虽是庶女，但我自认待你不薄，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甚至你说要嫁给太子为错妃，我也答应了。你为何还要如此迫害我？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嫁入太子府是太子爷对我的怜爱，与你何干？你是高高在上的嫡女，我却只是一名卑微的小小庶女，要什么没有什么，如何开心？这就是你爱上的人，是你百般宠爱的毒妇。住口！你这贱人，不准你如此辱骂瑶瑶。眼前的这个男人是他爱了整整7年的男人，曾经的他对他说着一生一世只爱他一人。到现在你还要袒护这个贱人？姐姐，这你可冤枉我了，这些事情可都是阿晨吩咐我干的。纳兰晨，他娶你本身就是我计划的一部分，毕竟不娶你，如何获得将军府的支持？我一个不受宠的皇子，如何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怪着怪你自己太蠢。我自幼心中便只有瑶瑶一人，怎么可能会真心待你？哦，对了，你那奶娘和你那2个丫鬟，我给了他们一个痛快。穆潇潇突然再也忍不住的全身发颤，一口鲜血喷在地上。听说幕府通敌卖国，证据确凿，现在全府上下已经押入大牢，明日50问斩呢。你说什么？怎么会？父亲最是忠君爱国，他是绝对不会干出这种事情的。殿下，你对我有怨言，我无话可说，但是幕府是怎样的，你是最清楚的。我父兄便是被人陷害的。求求您，看在昔日他们帮助你的情分上，救救他们，求求你了。都这个时候了，告诉你也无妨。你的爹娘兄长呢，可是被我和阿晨亲手送上断头台的，又怎么会救他们出来呢？你疯了！幕府也是你的家，他们也是你的父兄，你怎么残忍狠毒到这个地步？我的家？不是，我的姨娘早就不在将军府了。是你们害得我将军府满门抄斩。不会的，绝对不会。皇上和爹爹关系那么好，皇上是不会相信的。哼，不妨告诉你，皇上此刻神志不清，估摸着呀，今晚就会驾崩。这抄斩的旨意呢，自然是阿晨下的。行了，赶紧送他上路吧。记得将他的眼睛给我挖下来。他恨，他悔，是他害了整个将军府，是他引狼入室，是他是罪人。穆瑶瑶，纳兰晨，穆潇潇，总归都不会放过你们的。我要让你们血债血债！这么好看，点个潇订阅吧。潇，醒醒！哎呦，这可怎么办呢？你这风寒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娘看在眼里是真的心痛。睁开眼，居然看到了娘亲。娘亲，她这是死了，在地府和娘亲重逢了吗？对不起，娘亲，都是我的错，是我识人不清，引狼入室，是我害了你们。哎呀，你这傻孩子，在说什么胡话呢？可是做了什么噩梦？噩梦分明看到此时的娘亲十分的年轻，她连忙起身走到铜镜前，这是自己？不对呀，明明她已经被那两个人渣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了，又怎会还是这副小女孩的模样？难道她回来了？之前发生的一切都是梦？穆潇潇突然想到什么，她重生了，太好了，上天给她一次机会，她回来了。穆瑶瑶、纳兰晨，不知你们准备好受死没有？潇潇，你怎么了？上一世，自她嫁给纳兰晨，便整日忙于为他筹谋奔走、交际应酬，娘家她是很少回的。而后面纳兰晨开始冷落自己之后，自己又觉得没脸再回娘家，她实在是个不孝女，更是愧对整个穆家。怎么了，潇潇？可是受了什么委屈？快来跟娘说说。没有呢，娘，我就是想你了，好想好想你呢。你这鬼精灵的丫头，就会逗娘开心。让我来看看，没良心的丫头眼里只有爹没有娘。看着来人，穆潇潇心口生疼，这就是他的爹爹，戎马一生，为国尽忠，最后却被他害得不得善终。哪有，爹爹，你最疼爱女儿了，怎么到现在才来看我呢？看看这丫头，我这是一下朝就赶过来了，感情这丫头还嫌我走慢了呀。将军、夫人、大夫来了。快，大夫，快帮我儿看看这风寒是否都全好了。穆潇潇盯着曼舞，内心却是惊喜万分。前世这两个丫头跟着自己，却是死得凄惨，今生一定要保护好所有人。回禀将军、夫人，小姐的病已经大好，这2天再喝2贴温补的补药就无碍了。听完大夫的话，屋里的人都是松了一口气。顾氏和穆世杰叮嘱穆潇潇多休息，也一起出去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申哥端着一碗药进来，小姐，奴婢刚刚在路上遇到二少爷了，他马上就要来看小姐你了呢。这小丫头还是这样，什么话都憋不住，实在是个欢脱的性子。前世府中大哥二哥最是宠爱她，当初她要嫁给纳兰晨，说是此人不可靠，甚至因此还和2个哥哥大吵一架，而哥哥们却是不计前嫌，在她嫁入陈王府中之后，依然给予她最强有力的帮助。潇潇，听娘说你已经醒过来了，怎么样？现在好些没？此刻看着这个风尘仆仆、面容略显狼狈的二哥，也是忍不住笑出了声。你这没良心的小丫头，倒是先取笑起哥哥来了。穆子谦看着自家妹妹红润的脸色，倒是心中松了口气。潇潇，你告诉二哥，你这次怎么染上风寒的？是不是穆瑶瑶那朵白莲害得你风寒的？白莲可不就是一朵盛世大白莲吗？可谁能想到他们穆家竟是养出了一只豺狼。潇潇，你今天是怎么了？怎么总是走神？我记得当时是穆瑶瑶说，夏日的月色下观赏荷花是最美的。二哥，你知道我最爱荷花，便是没忍住去了。虽是夏日，夜里的风还是很凉的，我又穿着单薄，没想到竟是风寒。3日后，皇宫有个赏花宴，怕是穆瑶瑶不想让自己参加吧。果然这个穆瑶瑶就是没安好心。潇潇，你切记今后不可再轻信于她，总有一天我和大哥要将这些害人的东西都敢祝福。二哥，你不是在兵部吗？怎么有空回来了？当然要回来，有什么事是比小妹你更重要的？听着这句话，穆潇潇顿觉心中暖洋洋的。不只是我，大哥马上也会过来的。两人正说着话，外面就传来申哥的声音：小姐，大少爷过来了。大哥，你这副谪仙模样，要是天天来我这院子，那我屋里丫鬟的魂还不都要被你给勾走了？还好一次笑，风寒刚好，也不知道多穿几件。大哥，你看二哥过来都是温声细语的，骗你过来就把我好一通说。重生归来，他的2个哥哥还在，这种感觉
真好。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哥哥们想让他好好休息，便也没有过多的打扰他。小姐，张姨娘和四小姐过来了，您看是否让他们进来呢？生哥一脸不情愿，他是不想让这2个人来打扰小姐的。若非四小姐，小姐怎么会染上风寒？他们这么有心，见怎么不见啊？去把他们请进来吧。姐姐，听说你醒过来了，我这心里才是踏实了很多。你不知道，我都自责死了。若不是我提议去看荷花，你也不会遭此罪的。妹妹，你能来看我，我是再高兴不过的，怎的还讲那些个没用的话？这边，穆瑶瑶说完了话，张姨娘便上前一步，微微俯身。婢妾请三小姐安。姨娘有心了，起来吧。穆瑶瑶看穆潇潇老神在在地坐在躺椅上，丝毫没有为他们赐座的意思，心底不由一怒，面上却是不显。姐姐，一看姨娘的年纪也大了，是不是先坐下说话呢？穆潇潇也不理会穆瑶瑶，只是看了一眼张姨娘，暗叹这女人好定力，便是丝毫的不情愿也没有流露出来。倒是我的疏忽了，自从染了风寒，我这心便是不如从前想的细了，竟是想不到姨娘站了如此久，身体撑不住呢。穆潇潇对着身边的丫鬟嗔怪一声：“还不快给妹妹和姨娘看座？”是。姐姐，后日的赏花宴，你能带我去吗？哦，赏花宴，妹妹也想去吗？像这种皇宫中的宴会，庶子庶女是没有机会参加的，除非是有家中嫡出带着。姐姐，瑶瑶心中自是十分向往的。眼角瞟了瞟坐在一边半个字都没有说的张姨娘，穆潇潇再次觉得这个女人是真的坐得住。既然这样，那后日妹妹就跟随我进宫吧。穆潇潇并没有过多为难她，毕竟进宫之后的事情可就不是她能掌握的了。从头到尾，张姨娘没有插过一句话，当真是坐在那儿规规矩矩的，不打扰小姐们之间的谈话。穆潇潇知道这个女人恐怕是来探底的。穆潇潇心中冷笑，藏得再好也挡不住人皮之下的野心勃勃。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远远看到穆潇潇走过来，穆瑶瑶听着那个身影，半天说不出话。看着她活脱脱的一个仙女的模样，穆瑶瑶气得心肝都在疼。姐姐，你今天好美啊！妹妹谦虚了，你今天也很美。姐姐，这是我姨娘给我做的荷包，说是保平安的。我们关系这么好，我就想留着给姐姐用。姐姐，你千万不要告诉姨娘我给你用了，不然她又该说我不懂规矩越矩了。望着被塞进手中的这个荷包，穆潇潇心中冷笑一声，哼，演戏谁不会呢？妹妹真是有心了，放心，我不会跟姨娘说的。难为你对我这么好。将军府原本只备了一辆马车，因着三小姐要跟着四小姐一同前去，便又备了一辆。穆瑶瑶看着穆潇潇的马车，煞是嫉妒。穆潇潇，过了今日，看你如何得意。这样想着，便愤恨地上了自己的马车。穆潇潇坐在马车上，思绪飞扬。他很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暗暗思索着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这场赏花宴是皇后所举办的，此刻众多千金都在御花园赏花。穆潇潇知道赏花是其次，实际上就是一场变相的相亲宴。白月国每年都有一次这样的宴会，大家都心知肚明。穆潇潇兀自挑了个位置坐了下来，悠闲地往嘴里送着葡萄。皇后娘娘到，云贵妃到。众人均屈身行礼，忽然又响起公公的声音：太子殿下到，五皇子到，六皇子到。哈哈，你们倒是来得快，
莫不是跟着我的脚步赶来的？母后说笑了，我们也正好无事凑个热闹。穆潇潇此刻心中却是波涛汹涌。五皇子纳兰晨来了，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可是再见仇人，还是止不住的愤怒。穆潇潇坐的是个不起眼的角落，奈何人太耀眼。太子那边的几位皇子时不时都在瞟着这边。好孩子，你过来，我看看。臣女给皇后娘娘请安。快起来，看你这孩子，规矩可真是好。抬起头来，本宫看看。呵呵，果然是个绝色佳人，也不知道将来谁有福气将你娶了去。穆潇潇心中却是冷嘲，这是主意打到将军府了。禀皇后娘娘，臣女今年才12，家中亦有2个哥哥，尚未谈及婚事。潇潇自是还想在家多陪陪父母亲的，真是个孝顺的好孩子。穆瑶瑶看着坐着的穆潇潇，心中突火烧得旺盛。在她看来，若她是嫡女，现在和皇后娘娘讲话的人自然是她。穆瑶瑶朝纳兰晨那边看过去，发现对方正在以询问的眼神看着自己。穆瑶瑶缓缓点了点头，唇角扬起一抹得意的笑容。不到一会儿功夫，皇后和云贵妃便先行进偏殿休息去了。穆潇潇往嘴里送着点心，掐算着时间，想着这会儿也该来了。果然有宫女走过来。穆小姐，皇后娘娘有请。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小宫女正在前面带路，忽然脖子一痛，晕厥过去。穆潇潇向暗处打了个手势，把她带到府中地牢。言罢，暗中闪出一个人影，将人无息地带走了。穆潇潇对身后的笙歌使了个眼色，笙歌立刻领会，小跑着向御花园而去。而这边，穆潇潇带着曼舞也离开了。皇后娘娘，皇后娘娘，您怎么在这儿啊？您不是叫了我家小姐前去觐见吗？放肆！哪里来的贱婢，竟敢在娘娘面前撒野！皇后本来也对这胆大的丫头恼怒极了，竟是穆潇潇身边的丫鬟。本宫恕你无罪，好好说清楚。方才我家小姐，也就是穆家三小姐，正在园子里坐着，忽然一个宫女过来说娘娘有事找她，小姐便带着奴婢跟着宫女走了。既然如此，你为何现在在这儿？回皇后娘娘，奴婢本是跟着小姐的，可谁知小姐半路发现自己的手帕不知何时弄丢了，无奈之下，小姐便命奴婢先行回来找帕子，自个儿则带着曼舞先去。可谁知奴婢刚找到帕子，就看到娘娘您坐在这儿，您并没有觐见我家小姐，那可想而知，宫女也不是娘娘的，不知将我家小姐带到何处去了。你说的可是真的？皇后娘娘，奴婢就是有10000个胆子，也不敢欺瞒您呢，求娘娘明察秋毫，救救我家小姐。笙歌脸上的表情不似作假，皇后已经全然相信了他的话。岂有此理！尚嬷嬷吩咐下去，全力寻找穆三小姐，另外去查一查，究竟是何人如此胆大，胆敢假传本宫的旨意。你且带我去看看那宫女带着你们走到了何处。是。笙歌在前面带着路，众人都在后面跟着，正在往凉亭那边走去。皇后娘娘，我家小姐当时就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方，后面奴婢就去找帕子了，实在不知那人将小姐带到何处去了，求娘娘救救我家小姐。老爷和夫人此刻还没有进宫，奴婢实在是惶恐不安呢。若是小姐有个万一好歹，奴婢死不足惜，只怕是老爷夫人承受不住了。皇后听完，果然脸色大变。是了，穆潇潇出事，虽不是她做的，可总也会落下个管教不严的罪名。正当皇后准备大肆搜查一番的时候，凉亭那边的假山忽然出现轻微的响声，众人神色一变，这让人脸红心跳的声音，闺阁小姐不懂什么，但在场的夫人们都是面上一片尴尬之色。还不上前给我看看，是何人如此大胆？侍卫们一言上前，众人也都是一脸好奇。待见到里面纠缠的2人正脸时，全都惊呆了。
竟然是五皇子纳兰晨和幕府四小姐。皇后的脸已经是能滴出墨汁来了，还不把他们两人分开！来人，让他们清醒清醒！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皇后娘娘，臣女有要事禀告。潇潇，你如何会在此？皇后娘娘，臣女不知做错了什么，竟有人想害我，求娘娘做主，昭明真相。怎么回事？你仔细说来。回禀皇后娘娘，刚刚在御花园，我本是好好坐着，突然有宫女来请我说皇后娘娘觐见，我不疑有他，便随她跟着去了。便就是走到这里的时候，臣女发现自己的帕子不见了，我便使了笙歌这丫头回去找，可谁知笙歌才离开没多久，那小宫女忽然面露凶相，威胁我必须好好坐在凉亭里面。臣女也不知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自小父亲便教我武功，现在虽是拿不出手的武艺，但也勉强可以自保。谁知这宫女竟然也是个通晓武艺的，我和她较量起来，最后她却似乎是不欲多做纠缠，逃跑了，准备去御花园找娘娘。我娘娘为我做主，只是刚刚在御花园却被告知娘娘过来这里找我了，我便要急匆匆地赶来了。想到刚刚看见的纳兰晨，皇后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潇潇，你放心，这件事情我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看着皇后的样子，一个个都想踩着我幕府往上爬，那就谁也别闲着。你们不许看！众人早已将他那一身青紫看个明白，一边的纳兰晨早就醒了，心中已经是翻江倒海，猛然望向穆潇潇，却见他正一脸平静地看着自己，似乎是毫不知情。皇后直接命二人先下去整理好衣着，再来回话。穆潇潇心中却是疑惑，今天他做好这一切，并没有指望能把纳兰晨真正算计进去。他知道他很谨慎，不会轻易上当，不过不管怎样，绑在一起了才好一锅端。本宫竟是不知，你们如此情难自禁，全然不顾礼义廉耻。母后，儿臣和穆四小姐是被陷害的，希望母后明察就好。陷害？光天化日之下，所有人都看清楚了，是你们自己不知羞耻，罔顾皇室威仪，你还有脸喊冤？母后，您想想，若真是我们自己有鬼，怎么会看到众人来了还没有反应呢？我们是被人陷害的，母后。看着此刻惺惺作态的纳兰晨，那他就来帮他们一把吧。皇后娘娘，今日实在是发生了太多事情，瑶瑶是臣女带出来的，如今发生这种事，我可怎么好回去见父亲呢？瑶瑶生性善良，我们将军府教养一向是极好的。今早她本就只是求我带她来参加赏花宴，长长见识，哪曾想发生这种事情，为师是我这做姐姐的过错呀。求娘娘开恩，不要怪罪于她才好。穆瑶瑶本欲当个透明人，一切交给纳兰晨解决，可这贱人非要提起自己，她实在想不通，这本该是穆潇潇承受的一切，怎么会发生在她的身上？她抬头看向穆潇潇的腰间，早已经没有了那个荷包，肯定是她害自己的。话不是你这么说的，难得你作为嫡姐如此的明事理，终究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自己作践罢了。你既开口，我也不再追究。不一会儿，就有太医过来，看着满屋子的人，姜太医也不多话，直接开始检查起来。姜太医，如何了？回禀皇后娘娘，五皇子和这位小姐身上并没有催情之物，这凉亭之中也并无任何的不妥。没人会怀疑姜太医说假话，因为他是出了名的铁板子，还就是合了皇上的心意，深得圣宠。此刻皇后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分明就是纳兰晨想要设计穆潇潇，亏得这丫头会武，才逃过一劫，阴差阳错的就和穆瑶瑶搅在一起了。晨儿，你说冤枉，本宫就叫来了太医，好好查探一番。现在你可还有什么话要说？纳兰晨早就脑子一片空白，明明他在凉亭动了手脚，此刻是怎么查探不出来的？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皇上驾到，九皇子到。众人纷纷下跪，心想今天可还真的是热闹。都起来吧。皇上一眼就看到了站在角落的穆潇潇。潇潇，怎么进宫来了也不看看朕，真是小没良心的。皇上，
都是潇潇不懂事，刚刚应该先去看望您的，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潇潇啦。你这鬼丫头就知道哄朕开心。皇上，您来了正好，臣妾正在苦恼，眼前这事该怎么解决是好呢？皇后见机插话，先是把整件事情说了一遍，后一脸小心翼翼地询问皇上的意思。哼，做出此等有伤风化的事情，倒还真是朕和世杰的错，没有教好，终是女儿家吃了亏。这样，朕赐婚于你们，幕府四小姐赐予五皇子为侧妃，择日完婚。皇后原本温和的脸色变了变，心中暗暗焦急。她可不想让纳兰晨得到丝毫的势力呀。虽是庶女，可到底也是将军府的女儿。正准备再说什么，忽然皇上大手一挥，此事就这么定了。臣女谢皇上赐婚。儿臣谢皇上赐婚。一直跪在地上没有说话余地的两人，此时也是一愣，尤其是穆瑶瑶。原本以为要受到严重惩罚的，没想到皇上竟然赐婚了，想着不禁嘴角一勾。穆潇潇，想不到这一次你还是没有扳倒我吧？穆潇潇将穆瑶瑶的表情尽收眼底，真是蠢货，这才是刚开始第一步，希望你们都好好的，等着我将你们玩得生不如死。面前忽然出现一只骨节分明的手。穆潇潇，注意你的情绪。穆潇潇猛地回过神来，他刚刚差点没有控制住，抬头看向面前的男人。纳兰月，他怎么在这儿？眼前的人慢慢和上辈子的样子重合，那时是他要嫁给纳兰晨的前一个晚上，这个男人跑到他的闺房，莫名其妙地问他是否真的要嫁给纳兰晨。他告诉他纳兰晨并非良人。当时他怎么做的？将人赶了出去，还讽刺了他一顿。现在想想真的后悔，当时为何没有听他的话。多谢九皇子提醒。不用如此客气的，潇潇。穆潇潇被那一声潇潇惊得微怔，但也没有想到去纠正他，大概是因为他是上辈子唯一给过自己光明的人吧。只是自己没有听。穆潇潇看着不远处的皇上，忽然一股奇异的感觉涌上心头。皇上怎么来得这么巧？若非皇上，皇后可不会轻易将穆瑶瑶赐予纳兰晨。她都已经准备好要费一番唇舌了。猛然想到什么，她侧过头看着身边的男人，不会是他把皇上带来的吧？可是为什么？潇潇，你这丫头还傻站着干什么？晚宴快开始了，快随朕一起过去，你爹娘估计也该到了。说罢又看向纳兰月，月儿，你也快来。身后的皇后双手握着，指节泛白。总是这样，从前就是那个贱人独宠，现在那个贱人的儿子竟是硬生生地压着他们母子。走了几步，皇上忽然回头望着地上已经被忽略已久的两人。皇后，这里就麻烦你收拾一下了。刚刚朕已经赐婚，等朕跟世杰商量好婚期了，你就该准备一下了。臣妾遵旨。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潇潇，白景轩，成王府的小郡主，正是白月国唯一的异姓王。上一世，景轩被纳兰晨送去了和亲，而成王府最后竟是以通敌卖国之罪全都下狱。白景轩从小便与穆潇潇关系亲密，更是无话不谈的闺中密友。这里是皇宫，你还这样横冲直撞的，朕真是不注意。白景轩有些错愕，潇潇可是骄纵惯了的，怎么此刻像是换了个人似的？看着他歪着头打量自己，穆潇潇自是知道他在想什么，却又不禁有些好笑。景轩在想什么呢？怎么发起呆了？我在想，我的潇潇怎么几日不见又漂亮了几分？想到前几天听说潇潇感染风寒。听说你感染风寒了，本叔要去看看你的。父王说宫中赏花宴你也会来，便没有去你府上了。
现在感觉怎样？身子好全了吗？我都好了，你不必忧心。哦，对了，白日里赏花宴怎么没看到你啊？父王一早接到暗卫的情报，说是近期有母妃的消息，父王就火急火燎的去查探了，只是终究没有查出什么来。白景轩的声音听着有些忧愁。潇潇，你说这么多年了，母妃到底还在不在啊？现在的这位成王是个痴情种，早年和成王妃成婚后非常恩爱。你放宽心，如今没有消息便是最好的消息。王妃她吉人自有天相，肯定能完好无损的回来的。望着眼前眉宇间丝毫不掩担忧的好友，他忽然觉得潇潇说的是对的。好了好了，我听你的，你说的对，母妃一定会回来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而此刻的朝阳宫内，一名男子正在案前气定神闲地练着字，下手跪着两人。这就是你们守候的结果，竟还要等到他亲自动手。回主子，我们也是没有料到穆小姐早有准备，且身手如此敏捷，我们都没有看到她是何时出的手，主君请恕罪，没看清楚如何出手的。纳兰月终于抬起了头，似笑非笑地看着下面的人。凌寒，你是想跟我说他现在的武功在你之上？凌寒一时也有些愕然，不知该如何作答。回主子，属下也觉得非常奇怪。按理说穆小姐如今才26年华，就算从小习武，功力也没有那么深厚，可根据属下的经验来看，穆小姐至少有30年的功力了。身旁的凌雨眼中满是不可置信，倒是纳兰月沉默了。潇潇自是从小就习武的，但是凌寒是绝不会说假话的。难道想到某种可能性，饶是纳兰月也是不敢相信的。今后不许再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再如此疏忽，你们就可以待在寒潭，永远不要再回来了。被嫌弃的两人有些漠然，规规矩矩地站在那儿。人被带去将军府了。是的，主子。穆小姐将他打晕后，直接吩咐暗卫带去将军府的大牢了。凌雨心中有些凉飕飕的。自从10日前主子受了箭伤醒来后，就好似变了个人，更加的深不可测了。此事你们不必再管，只需保护好他即可。凉亭那边的都处理好了。回主子，都处理妥当了。行了，你们先下去吧。得了吩咐的两人大大松了口气。既然现在技不如人，那就安排几天去寒潭练一练。他的身边放着于他而言没用的人，我也不放心。纳兰月抬眼瞥了瞥两人，抬脚便走了出去。大哥，给钱。凌寒气闷地将身上的钱袋子扯了下来，递了过去，随后也不理睬身后的人，径直走了出去。凌雨掂了掂手中的钱袋子，他就说了，主子非常重视这个穆小姐，此次保护小姐不利，肯定是要罚的。大哥偏还不信，这一下赌输了吧？还是他最了解主子。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哎，潇潇，你这个妹妹啊，我从前看她就不是个好的，听我每次跟你说，你都不以为然。你看看她现在那副样子，指不定啊，又在密谋什么伤害你的事呢。穆潇潇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穆瑶瑶正在和一名少女低头耳语。那少女似乎是户部尚书的嫡女文慧儿，他可记得这个文慧儿是喜欢纳兰晨的。我知道她没安好心，放心，我会多注意的。依本宫看，今儿来的千金可也是不少，不如本宫提议，众千金进行才能比试，拔得头筹的，本宫和皇上这儿自然是重重有赏。很快就有小姐们上去表演了，丝竹声声声悦耳，觥筹交错。母后，听说幕府三小姐是个妙人儿，不仅人生的绝色倾城，这琴棋书画也是样样精通呢。不若穆三小姐上来展示一下才情。是八公主，八公主针对自己也不是1天2天了。皇后倒是看了一眼皇上和穆将军，这不如还是问问潇潇自己的意见吧。八公主险些气结，凭什么一个大臣之女，父皇母后却都对她百般宠爱？怎么，穆三小姐是不敢应吗？怎么会呢？承蒙八公主抬爱，
小女自是不敢让八公主失望的。八公主纳兰言被噎得一句话说不出，只恨恨地看着穆潇潇，等着她出糗。台下的穆瑶瑶闻言却是一阵欣喜，她的这位姐姐打架还行，可从来没有看她在府上弹过琴。穆潇潇缓缓走到古筝前，心中万千思绪闪过。前世自她嫁给纳兰晨，她喜欢听琴，她便找了出名的师傅，专门对她进行教习。想到这些，慢慢抚上这把上好的古琴。穆三小姐不仅姿色过人，琴声更是婉转连绵，如珠落玉盘，深入人心，简直是余音袅袅，绕梁3日啊！首先反应过来的是丞相府的大公子，罗丞相的嫡长孙罗明玉。他是个琴痴，琴技了得，而今天他盯着上方的穆潇潇，眼中眸光闪闪，嘴角勾起了一抹兴味的笑意。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众人也是一阵赞叹，这琴音是真的太震撼人心了，他们竟然闻音落泪，这太不可思议了。而刚刚坐下的罗明玉只觉得有些凉飕飕，像是被人暗中盯着了一样，可他四处望了望，没有看到什么异常。另一边的纳兰月收回那道可以杀人的目光，嘴角划过犹如刀锋一般的冰冷弧线。他的人也敢觊觎？一旁的顾氏心中是有疑虑的，知女莫若母，潇潇的水平到底如何，她这个母亲再清楚不过。被母亲如此打量，穆潇潇自是知道的，只是心底也无奈得很。少不得回去还会有个3堂会审，宴会也要接近尾声了，上手的皇上却是最高兴的。他可是注意到自家宝贝儿子的眼神可一刻都未曾离开过潇潇。月儿、潇潇，越想皇上越觉得这两人登对，也怪自己每每看到潇潇就胜似女儿般，怎么就想不到让她做自己儿媳妇呢？真是老糊涂。此次宴会上才艺比试，穆三小姐拔得头筹。随着礼官通报的声音落下，皇上洪亮的声音就传来：潇潇，你说此次你想要什么？回皇上，臣女并无任何想要的，我愿我皇万寿无疆，天佑我白越国，国泰民安。愿英明神武的皇上不受那些渣子的迫害，100年之后可以安然归老。愿父亲兄长一生平安顺遂，家是家，国是国，不支离，不破碎。小乔，怎么你也学起了你父亲的那套？庆红真开心了，快说想要什么，若不然朕直接赏你黄金10000两。皇上此刻心情也是莫名的轻快。穆潇潇的话终究是震动了他的心，穆潇潇赶紧跪下谢恩。臣女谢皇上隆恩。赏赐过后，皇上倒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眼神示意了一下全公公。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闻镇国将军之女穆瑶瑶娴熟大方，知书达理，与皇五子乃天造地设的一对，为成佳人之美，特将汝许配皇五子为侧妃，待及笄礼圆满之后，则良辰完婚，钦此。听完圣旨的内容，穆潇潇简直要忍不住笑出声了。
知书达理，天造地设。哼，皇上可真会写。全公公念完，纳兰晨和穆瑶瑶立即上前领旨谢恩。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只是穆将军被皇上叫去了御书房商量事情，穆潇潇借如厕为由出来转转，申哥和曼舞紧紧跟着。小姐，夜里还是有点凉的，把这件披风穿上吧。小姐，你看曼舞都快成小管家婆了。穆三小姐怎么一个人在此？抬眼望过去，是三皇子纳兰浩。穆小姐，这皇宫之中夜晚景色也很美，不如我带你去看看。现在已经是虚实正点，这三皇子真是不懂礼数。两个丫鬟都不着痕迹地上前，将穆潇潇护在身后。三殿下，此时夜已深，母亲还在殿内等候臣女，怕是要服了殿下美意了。本公子会派人告知于将军夫人，不会让她担忧的，如何？他的话说到这个地步，就不信穆潇潇还能推脱。三殿下，不知贵妃娘娘有没有告诉过你，深更半夜邀请一名女子同行，是极端无礼轻浮之举呢？三皇兄怎么有闲工夫在这儿，如此逼迫一名弱女子，可也真的会逞皇子的威风呢。纳兰浩接二连三的被讽刺，心中已是极为不快。怎么，九皇帝是要跟我抢人？纳兰月听到他这轻浮的话语，周身已经是冰寒一片，暗处的素手轻弹，刚刚还站得好好的纳兰浩，忽然觉得腰间一痛，险些栽倒在地。来人，有刺客，给本殿下抓刺客！侍卫们都戒备地看着周围，只是半晌过去，也只能听到树叶沙沙的响声，并无刺客。三皇兄，这么兴师动众的干什么？不会是你心中有鬼吧？不如回去好好休息，让贵妃娘娘多教教你何为礼义廉耻。你，纳兰浩心中恨极。回宫。这么好看，点个穆潇订阅吧。潇看着眼前的男人，他实在不清楚纳兰月为何三番四次的帮他。现在还是初春的季节，夜晚还是有些凉的，怎么不在大殿好好待着？他温和的声音让穆潇潇一愣，语气看似责备，却又透着少许的焦急与担忧。方才多谢九殿下。小乔，我说过的，和我不用如此客气。说着，纳兰月似乎想到了什么。小乔，今后要多注意纳兰浩，他这个人心高气傲的惯了，刚刚吃了亏，他是不会上到干休的。穆潇潇有些诧异，他似乎只是单纯的提醒自己，一时间他对纳兰月也多出几分好感来。九殿下说的是，不过想要来招惹我，也要想想会不会惹得一身腥。看到这样的穆潇潇，他极力克制住想要上前拥她入怀的冲动。九殿下，你知道皇上找我父亲是什么事情吗？你不必担忧，应该是关乎飞羽国的。飞羽国？飞羽国和白月国一直处于敌对关系，如今这是又蠢蠢欲动了吗？在想什么呢？现在形势还没有你想的那么严峻，不用把眉头皱得这么狠。九殿下，飞羽国最近不安分吗？飞羽国近年来的发展愈来愈好，所以有些晕头转向了。不过你放心，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不会开战的，至少现在是不会的。他的话着实令穆潇潇安心不少，一旦开战，父亲和大哥肯定是要出征的。小乔，这么晚了，你爹也该出来了，我们进去吧。这夜里的风凉得很。九殿下说的是，我们走吧。我们走吧。纳兰月十分开心，穆潇潇至少是对他有好感的。两人一前一后进入殿内。夫人客气了。殿下长大了，臣妇看着也欣慰得很。只是这礼呢，还是不可废的。说着，还是行了一礼。穆潇潇看着母亲对纳兰月那熟忍的样子，挺纳闷的。突然想到了夏贵妃，莫不是娘亲和夏贵妃还是闺中密友？很快，穆世杰便出来了，身后跟着穆子轩和穆子谦，一行人向皇上告了退之后，就回府去了。
月儿，不如朕给你和穆潇潇赐婚怎么样？这就不劳您操心了，我警告您，不许多事。全忠，你看看这个臭小子，真是要气死我了！看把我气死了，谁来替他撑腰？哎，看来呀，他还是忘不掉7年前的事情。皇上说的哪里话？依老奴看，也就九皇子敢这样和您说话，和您亲近着呢。你这老狐狸，如今倒也越发不敢说真话了。就这么惜命？朕倒是实在不想做这个孤家寡人了。回皇上，老奴死不足惜，也是不放心皇上。你放心吧，朕还不至于这么老糊涂。兰儿走了这么多年，你是打朕从小就待在朕身边的，若是连你也走了，朕只怕真的是孤家寡人，没人说话了。皇上莫要这样说得出老奴的心，好歹九皇子现在也已经长大，身体日渐好转，当是大夫之人。至于夏贵妃，九皇子总是能想明白的。现在九皇子对您亲近着呢，不将您当外人看，才这般在您面前使真性情的。是了，月儿现在对他比以前更好了。从前他倒是从不关心一切事物，最近竟开始让他注意饮食。从前只有兰儿会管着他，如今他的儿子也是这样关心他。行了，老都老了，还学孩子似的哭哭啼啼的，怎么也是个不稳重的。赶紧先去洗洗脸。得嘞，老奴这就去。这个老不死的，越老竟是越活回去了。只不过想到月儿对自己的交代，月儿不会无缘无故这样。难道是他查到了什么？皇上自是知道前朝后宫的这些争端的，只不过现在还没有到收网的时候。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回到院子里，穆潇潇抬了抬手。小姐，人好好的待在地牢吗？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回小姐，并无任何意外，人现在好好的待在地牢中。不过卑职将人拖回来的时候被大公子看到了，他问了卑职一句，卑职直说是小姐的吩咐。没事，你记着，不用对他干什么，不要让人死在里面就行了。这事儿大哥迟早是要知道的。是，小姐。嘿呀，小姐我是会吃人吗？怎么如此紧张啊？小姐，我是怕我多嘴坏了您的事。不必这么小心翼翼，大哥是自己人。不过你这性子挺谨慎，这时该好好防着家里的小人。小姐是什么意思？这个家里你要格外注意张渊和穆瑶瑶，时刻给我盯紧他们。是，卑职会注意的。你今天的表现很不错啊，小姐啊，多亏您早有准备。您不知道奴婢当时紧张死了，皇后娘娘果然太让人有压迫感了。上一世这两个丫头忠心耿耿地跟着自己，最后却是不得好死的下场。如今再活一世，她是不是不应该再将他们拖入这泥沼？不若你们看看这府中可有你们中意之人，小姐我做主让你们风光出嫁。笙歌和曼舞长她几岁，也确实到了结婚生子的年龄。小姐，奴婢刚刚不知说错了什么，惹恼了小姐，请小姐责罚。只求小姐不赶我们走。你们可也真的是想多了，我和你们亲如姐妹，又怎么舍得赶走你们啊？只是如今看清了很多事，因此有很多事要去做，而我现在要做的每一件事都很危险。你们跟着我数年，我自然是不想将你们置身危险之中的。小姐，奴婢们不怕，你在哪，奴婢们就在哪，我们一定能做好你的左右手的，不会让小姐有后顾之忧。小姐，我错了，不该说那些话的。为了小姐，奴婢们什么都不怕，在奴婢心中只有小姐一个主子，谁都不怕，就怕小姐赶我们走。这丫头成精了，还学会撒娇了。行了，你们既然执意要跟着我，我心中欢喜得很。日后我也不会亏待你们，不会让你们后悔跟着我这个主子的。只是像今天这样的惊险时分，可能也会常有，你们也要时刻保持警惕。是，小姐，奴婢们绝不会掉以轻心的。今日穆瑶瑶和纳兰晨联合起来唱这么一出，目的就是要拖将军府下水。若非我们提前布置，今日就是你们小姐我名声尽毁的时候。五皇子想得到将军府的实力，
可四小姐呢？你们不要用正常的思维去想穆瑶瑶，她本就已经疯了，不念骨肉亲情，不念家族之荣，一心只想做那人上人。这下总该明白她为何要如此做了。笙歌和曼舞立刻明白自家小姐的意思。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穆子谦一大早过来看到的就是院子里正在舞刀弄剑的妹妹和2个正在扎马步的丫头，看着她矫健的身姿飞来跃去，那剑在她手中犹如游龙般灵活，潇潇的武功又精进了不少。二哥，你什么时候来的？我来了一小会儿了，看你这么勤学苦练的，就没叫你。注意到穆潇潇额间细密的汗珠，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身边父亲给你配了武功高强的暗卫，大可不必如此拼命。二哥，我知道你是心疼我，但你总得承认，当危险来临时，自己才是最可靠的，不是吗？你个鬼丫头，多的是话说。总之哥不拦你就是，不过还是要多注意身体。二哥总是这样，不管什么他都会依着他。对了，你赶紧梳洗一番，爹娘找你呢。来到正堂内，爹娘在主位上坐得稳稳的，大哥和二哥分别坐在两侧，这是要进行3堂会审了。潇潇，别傻站着了，来，赶紧坐下来。潇潇，你告诉爹爹，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穆潇潇倒是一愣，见他愣住，穆世杰更加肯定他是受了什么委屈。岂有此理！我穆世杰的宝贝女儿，从小到大我都舍不得说你一分，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欺负你了？潇潇，你有委屈怎么不知道跟娘说呢？穆潇潇大脑有些不够用，这是什么情况？爹娘，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女儿好得很。小妹，不用遮掩，老实告诉大哥，昨日是不是有人想害你？肯定也是瞒不过去了。他简单的将昨天的事情讲述了一遍，隐去了穆瑶瑶，只说他是不巧撞到了纳兰晨，他也不想爹爹难受。可恶，皇上还活着呢，他就这么迫不及待地算计起了皇位。穆子轩定定地看着自家小妹，总觉得她隐瞒了什么。爹娘，大哥二哥，潇潇真的很好，你们放心，只有我欺负别人的份儿，哪轮得到别人欺负我呢？你们说是不是？这倒是，我穆世杰的女儿无需受任何人的气。潇潇，你要记得，受任何委屈了，整个穆府都是你的依靠。若是家里有哪个不长眼的冲撞了你，不用顾及爹爹忍着受着，爹爹心里只有你们，装不下旁的人。穆潇潇鼻尖一酸，有这样的父亲，他多幸福啊！傻孩子，你是我们的心肝宝贝，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要跟我们说，知道吗？你那2个哥哥就是用来保护你、为你出头的，是你的依靠，不然要他们何用啊？你们身为哥哥，若是再不好好保护好妹妹，看我不打断你们的腿！就是，你们母亲说的不错。穆子轩没什么反应，毕竟他已经习惯了。果然这个家里只有小妹是亲生的。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潇潇，你准备去地牢？大哥，你这是在等我吗？你这丫头，刚刚话是不是没说完？是不是穆瑶瑶和纳兰晨一起算计的你？大哥，真的是什么都瞒不过你，我只是不想让爹爹徒增烦恼罢了。左不过有你们呢，我自己也会很小心的。偏你这鬼丫头要想这么多，那穆瑶瑶哪有你重要？直接将她赶出去就好。她有胆子迫害嫡妾，就得要承受后果。大哥，你不觉得将这颗毒瘤放在家中，时刻盯着它，比把它放到外面去祸害更让人放心吗？别人都已经盯上咱们家了，我们当然要好好利用利用这中间的人了。好好，咱们的小公主长大了。2人来到地牢，气息一下子变得森冷起来。小姐，大公子。他怎么样了？回小姐，他倒也还算老实，只是从昨天到现在不吃不喝。你不用如此看着我，我不是圣母。你既然要害我，我又怎么会善待你呢？少废话，要么就杀死我，要么就放我走。冯香莲，冯安村普通农户之女，有一个8岁的弟弟。2年前家乡遭难，流落京城。由于纳兰晨救下了你和你弟弟，并妥善安置了你的弟弟，所以从此之后，你忠心为他卖命。你调查我，你的这些事情难道捂得很严实吗？哦，对了，你弟弟我已经接过来了。穆潇潇，你这个贱人，不许动他！
我警告你，问你就好好问话，再敢嘴里不干净，我就让你试一试战场上我对那些不怕死的敌人的那一套。冯香莲此刻心中惊恐极了，她知道眼前这个男人没有恐吓她，他是认真的。我不是纳兰晨，没有卑鄙到对小孩子动手，何况对付你多的是法子。不然先把你的眼珠抠掉，或者说来给你一遍梳洗之刑。哦对了，我还在古书上面看到一种新的刑罚，你光着脚丫在烧黄的铁板上起舞，这个呢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步步生莲。若是这些不够，还有。够了，够了！而一旁的穆子轩更是听得心惊肉跳，小妹是如何知道这些的？听一听就吓成了这样，可是这些她都经历过。怎么样，现在有兴趣和我聊一聊了吗？你想知道什么？该知道的呢，我早都已经知道了。你这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但是你这个人倒还是有很大的用处的。暗处便有黑岩带着一名8岁的小男孩走了过来。穆小小，你骗人！你刚刚还说不会逼我弟弟的，你急什么？我是说过不会害他，我只是让他过来告诉你真相而已。你以为纳兰晨将他接过去每天好好待他了？哼，你自己问问他每天过的什么日子。丽儿，怎么会这样？殿下不是派人照顾好你了吗？你怎么会全身都是伤呢？你告诉姐姐，是不是这个人欺负你了？你好好看清楚，这些都是陈年旧伤，可都是这2年留下来的。你以为的好好照顾，就是在一群弱肉强食的杀手中讨饭吃。哼，可能你不知道纳兰晨的打算，他就是要把冯烈培养成一名杀手，好让他日后成为他的刀锋。他压根就没有想过你的弟弟体弱多病，要好好照顾他，让他过普通人的日子。在他的眼里，没有撑过去那就是废物，死不足惜的。你以为温柔多情的殿下不过是他为了哄骗你效忠于他的手段而已。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丽儿，你告诉姐姐，是谁将你生成这样的？姐姐，2年前你走之后，我就被带进了一间黑屋子，之后就是无止境的训练，满院子的小孩每天都在练武，有好多人都因为体力不支死掉了。还好从小咱们帮爹娘干农活，我才撑过来，不然我都没有命见你了，姐姐。丽儿，会不会是你看错了？不是殿下将你带走了，是别人呢？姐姐，就是那个武殿下，就是他将我弄成这样的。若不是这个大哥哥，我到现在都还在那个生不如死的环境中。姐姐，你不要再相信那个什么武殿下了，你知不知道，就是他派人将我们爹娘杀掉的。丽儿，你这是听谁说的？这怎么可能呢？当初可是他救了我们呢。难道不，姐姐，那个武殿下去过我们那儿询问我们的训练情况，我偶然间听到了他和别人的谈话，才知道当时就是他故意杀掉了爹娘，目的就是让我们效忠于他。这个卑鄙无耻的人，姐姐，你不能再相信他了。我苦苦撑着一口气，就是想着能替爹娘报仇。他一直以为的救命恩人，却是杀害他双亲的仇人。黑岩，带冯烈去安置好，梳洗一番，先让他吃饱。记住，避开穆瑶瑶和张姨娘的耳目，不要让他们看见了。是，小姐。黑岩是刚刚才将冯烈从那个训练地带出来，还来不及梳洗就带他来见你了。你放心，那边一切都已经安置妥当，那蓝尘只会以为冯烈是自己身体经受不住死了，不会再查到他了。穆小姐，丽儿这条命是你救的，香莲愿为小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穆子轩站在一旁，始终都未说一句话。把他交给茂武，给他收拾干净，记住不要让不该看到的人看到。你先去梳洗一番，吃点东西，休息好了他们会带你来见我的。小乔，你要将人安插在纳兰尘身边。大哥，你我都知那个位置绝对不可能是他纳兰尘的，但是若是他狼子野心，阴谋算计，那我们幕府是无法置身事外的。大哥明白的，你放手去玩，我们就是你的底气。大哥，我又不是要将天翻过来，你不用说得如此严重。不怕，幕府的娇娇女当是有翻天的资本。这么好看，点个黑影已订阅吧。经带着香莲过来了，这一收拾干净，倒也是个十足清秀的女子。今后呢，你就叫九慈，你的弟弟我已经安置妥当，你可以随时看望，我会让人帮他调理身体，教他读书写字，教他自保能力。九慈多谢小姐赐名，
感谢小姐对幼弟的照顾。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若是你背叛我，你会付出惨痛的代价。之前跟你说过的刑罚，可不是用来吓唬你的。小姐放心，九慈誓死效忠，永不背叛。九慈，现在我让你重新再回到纳兰晨的身边。可是小姐，纳兰晨那个人疑心很重，我消失了这么久，突然之间又出现在他面前，他是肯定不会再信任我的。他多疑，我当然知道，所以我给你准备了万全之策。此刻的未央宫内，纳兰晨有些焦急地走来走去。他现在已经由暗转明，成为众人的眼中钉，却又势单力薄，没有幕府的支持，只怕接下来的日子不好过。思来想去，纳兰晨都觉得头痛至极。殿下，严木求见，进来吧。殿下，冯烈于2个月前死了。2个月了，为何不早点告诉我？殿下，我将他放在院子里没管他，谁知他竟然自己死了。确认过尸体是他的，禀殿下，属下已经确认过了，确实是冯烈本人。殿下，这个事属下瞒得很紧，不过香莲那边殿下要督住。你倒是提醒我了，这么久了，怎么不见香莲那个女人？随我去一趟绿巷。若无意外，香莲应该会在那里，这是暗号。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到了绿巷，就看到浑身是伤的香莲躺在那儿，奄奄一息。殿下，你来了，你告诉我，不是你对不对？你在说什么？殿下，那日奴婢本是好好的将穆小姐一行人引到了凉亭处，却不知怎的突然就被人袭击了。那人武功在我之上，我晕了过去。我被蒙着眼睛，看不到任何东西，任由他们打骂凌辱。我不知道他们是谁，甚至他们都没有问我什么，我就被他们生生的折磨得晕了过去。那你怎么会在这里？纳兰晨不放过他脸上每一个表情。奴婢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在乱葬岗了，但是我为了骗过还没走远的2个人，硬是没有张开眼，想着一定要活着给殿下报信。他们以为我死了，说话没有顾忌，可是我竟然听到其中一人说他死了，殿下终于可以安心了。殿下，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对不对？我根本就不相信他们说的，殿下对我这般好，怎么可能害我呢？所以我凭着最后一口气，趁着夜色爬到了这里。我知道殿下肯定会来这里找我的，这是我们的约定。我想向殿下问个究竟，若是真的是殿下想置我于死地，那我也毫无怨言。纳兰晨看着眼前这个语无伦次的女人，虽然讨厌的紧，但总归是忠于自己的，一定不能让她知道冯烈的死。无妨，既然回来了，就好好梳洗一番。我会让人治好你身上的伤。你既然信我，也应该知道，不会是我要你的命的。10有8九就是我那几个好兄弟做的好事。这笔账且先记着，感动我的人，我要让他们百倍偿还。小姐真的是料事如神，按照她说的来做，纳兰晨果然已经相信她了。她真的将丽儿的死瞒了下来，还想自己继续为她卖命。我就知道不是殿下，奴婢谢谢殿下对奴婢的照顾。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九思来信。说的什么？纳兰晨已经相信他了，一切都很顺利。穆潇潇有些头疼的看着上手坐着悠闲喝茶的穆子轩，这一大早的赶来他这看戏呢。潇潇，你是如何知道纳兰晨一定会相信九慈的？就这么去找他，他当然是不会信的。可是浑身是伤的九慈出现在他身边，他就算不信，怀疑也退了几分。这么说，九慈身上的伤是真的？我说大哥啊，你现在是脑子也不好使了吗？若是一身假伤，能骗得过谁啊？唉，原本呢，我是有另一个法子的，只是九慈选了这一个。可不论怎么说，这样确实能达到最佳的效果。所以你教九慈说那些话，就是为了混淆视听，让纳兰晨以为是宫中之人搞鬼，这样也丝毫怀疑不到我们身上。对，
既然纳兰晨要怀疑，那我就多送他几个怀疑对象，不然多对不起他那精心策划的大脑啊。纳兰晨此人不仅卑鄙无耻，更是谨慎多疑，其实任何人都不能让他完全的放心，所以我只能一点一点的分散他的怀疑，自然他的信任就会多一点。这就是所谓的打蛇打七寸。你呀，真不知道该说你些什么好。只是你如何将纳兰晨的性格摸得这么准的？穆潇潇闻言心中只咯噔一声，他总不能告诉他，因为他跟纳兰晨一起生活了7年。大哥，纳兰晨在宫中算计我，我自然是要讨回来的。这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还是你告诉我的呢？穆潇潇打着圆场，企图蒙混过关。穆子轩哪能不知道穆潇潇的意图？唉，皇上的儿子岂能是鼠目之辈？大哥是怕你吃亏，今后这些事情自由我们来操心，你还是要多注意自己安危的。穆潇潇心中一暖，大哥从不怀疑他，知道他只是害怕自己无端卷入纷争。行了，你这么聪明，我们也不怕你吃亏了。你只要记得护好自己安全，不管发生什么，你的身后还有我们，所以不要害怕。大哥你放心，潇潇知道的。穆子轩没有逗留多久，他还有公事要处理。黑岩，冯烈就交给你了，读书写字自保的能力，你要不少的都要交给他。穆潇潇望着窗外的桃花，觉得实在是扎眼得很。今后你就负责和九慈对接了，记住不要让穆瑶瑶和张姨娘知道这件事情，半个字都不能让他们知道。是，小姐。小姐，夫人过来了。娘亲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潇潇，娘之前不是跟你说过给你物色几个丫鬟吗？刚刚牙婆子将丫鬟都送过来了，现在在院子里站着呢。要不现在娘陪你去挑一挑？娘亲最好了。哼，就会哄娘开心。走，去选几个丫鬟出来。你们这2个丫头呢，自幼陪着小姐长大，也是能干得很。只是呢，这只有2个人，难免照应不过来。等丫鬟选好了，你们多多替小姐调教调教。是，夫人。娘亲这是将牙婆带的丫鬟都带过来了吗？这少说也得有7、80个了吧？看着身旁一脸喜色的顾氏，穆潇潇有些无奈。穆潇潇先是粗略的从这80个人中选了20个人出来。潇潇，选好了？就这20个？要不要再多选几个啊？娘，女儿只不过是个将军之女，哪能越过公主的规制啊？顾氏闻言一噎，是了，那就听潇潇的吧。穆潇潇也没再多说什么，只是走到那20个人面前，慢慢挑选着。他要仔细瞧瞧，这里面有没有张氏塞的人。你叫什么？回小姐，奴婢叫双儿。穆潇潇盯着他的脸，为什么总觉得他的脸看着很熟悉？潇潇，这丫头长得水灵得很，不若留下她。穆潇潇心中大震，这丫鬟和娘亲有3分相似。娘，我没打算要这个丫鬟呢，只是见她生得好看，多看了几眼。说完这句话，穆潇潇明显感觉到眼前的女子睫毛颤了颤，看来此人就是张氏塞进来的了。穆潇潇不言不语，已经挑选了4个人出来。一阵微风吹来，穆潇潇忽然闻到一股淡淡的荷香味儿。她循着味道走到一名丫鬟面前。你叫什么？回小姐，奴婢叫蓉儿。你喜欢荷花？回小姐，是的，我不洗这味道，你姐先去洗了。听到这话，那丫鬟眼底一抹不可置信的神色一闪而过。是，小姐。看来这又是张氏塞进来的。穆潇潇心情大好，剔除了2个爪牙，倒也不必担心有人趁机混进来了。穆潇潇又将视线放在了2个人身上，她一眼就能看出来，这2个丫头身手不俗。你们叫什么？奴婢叫东陵，她是奴婢的妹妹，名叫夏草。行了，就你们俩吧。顾氏一看穆潇潇最终只挑了6个人，当即满是不赞同之色。潇潇，这6个人哪里够呢？你身边需要人，这院子里呀，还要有洒扫丫鬟。娘亲，真的够了。您看我这儿选了2个2等丫鬟，4个3等丫鬟，还不够呀？穆潇潇一撒娇，顾氏也是毫无抵抗力的。刚刚挑选丫鬟的时候，她一直在旁边给潇潇长眼。潇潇处理事情妥当极了，想到那个被带下去洗脸的丫鬟，这些个不知死活的竟然敢往潇潇身边塞人，有些人定要好好的去敲打一番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这将军府哪有咱们的容身之地？
挑选丫鬟也想不到咱们这儿来。你若沉得住气，何至于被人算计如此？好好的人出去参加个宴会，回来就没了清白，还被赐了婚。原本拿他是还有别的用处的。穆瑶瑶立刻噤了声，从小她就惧怕张姨娘。你如今要学会沉住气，小心你的嫡姐。我看她现在不好对付，心思很重呢。娘，穆潇潇似乎是风寒好了之后开始变得不傻了。的确，只是我也暂时想不透，为何她的变化如此之大。娘，那怎么办呢？再这样下去，我们怕是真的难以立足了。无碍，她刚刚不是选丫鬟吗？我已经塞了2个人进去了，到时候呀，她的一举一动都会在我们的掌控中。娘亲真是好谋算呢，女儿自愧不如。瑶瑶，你且耐心等着，总有一天，娘亲会让你风风光光的。姨娘、小姐，夫人有请。夫人很少找他们，此时是有什么事呢？知道了，马上就到。你收拾收拾，和我一同去。瑶瑶见过母亲，婢妾见过夫人。他也没开口让2人免礼，倒是张氏开始有些心惊了。夫人今日是为哪般？只见2个嬷嬷押着2个丫鬟上来了，看到被押着的2个人，张渊一阵吃惊，2个都被揪出来了，这意味着穆潇潇并不好对付。我从前不说你，不过是看在你孤身一人可怜的份上，给你一份体面。你若是肯安心过日子，我们自然不会亏待你。可如今你眼线都放到我女儿身边来了，谁给你的胆子？夫人，婢妾怎么会做这等事情呢？请夫人明察呀。你也不用急着狡辩，事实如何，我心里清楚得很。这2个丫头也已经招供了，她们我会让人发卖了。若是再让我发现任何异动，你看我敢不敢处死你？若不是留着他还有用，他早就把这祸害赶出去了。跪在地上的穆瑶瑶有些心惊胆战，夫人平日里看着和蔼极了，怎么现在如此可怕？你们都回去吧，可要记住我说的话。是，夫人。张姨娘，别走，别走啊！我们可都是听从你的吩咐办事的，求求你，救救我们！张渊听到这声音，他就抬起脚，从容地走了进去，像是没听到身后的声音一般。顾青若有所思地盯着2人离去的背影，暗暗叹了口气，看着还在哭喊的2个丫鬟，简直是不知死活，拉出去发卖了！不要啊，夫人，求您开开恩！开恩，想着要害他女儿的时候，怎么料不到有今日的下场。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这4个呢，暂且就先让他们做3等丫鬟。万武生哥，你们俩要多注意管教他们。是，小姐。你们4人就叫幽儿、兰儿、空儿、果儿吧。多谢小姐赐名。起来吧，你们先去下面收拾一番。剩下的东陵和夏草有些忐忑，怎么小姐就单单留下了他们2人？你们是谁派来的？2人闻言一惊，他们什么地方露出破绽了吗？回小姐，是九殿下派我们来的。竟然是纳兰月，可是为何呢？你们来可有说什么吗？回小姐，殿下让我们务必保护好您。东陵也知道殿下此举早遭到小姐怀疑了。小姐，九殿下并无恶意，他说怕您今后还遇到像上次一样的麻烦，身边有些可用之人保护您也是好的。纳兰月没什么歹意，他是知道的。既然他送来了人，那他就不用白不用。你们都擅长什么？回小姐，奴婢2人武功医术都不错，其中奴婢擅长易容之术，夏草擅长口技。既然你们殿下将你们送了过来，那以后你们就是我的人了。奴婢们誓死效忠小姐。我的意思是，只效忠于我一人。就算是你们殿下打探我的消息，你们也什么都不能说。就算我让你们杀了纳兰月，你们也得照办。做不到这一点，那你们就走吧。东陵和夏草一脸的震惊，可是想到来之前主子说的那句，一切都要绝对服从于他。小姐，既然认定您为主子了，自然是一切都听命于您。行了，不用如此的视死如归。你们小姐我没想着整天杀人放火，今后呢，你们就先跟在我身边做2等丫鬟。是，小姐。这么好看，点个此次去订阅吧。相国寺呢，我就带着申哥和东陵。曼舞，
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一是要好好看着我娘那边，切勿让有心人将那些脏东西扔进了祖母的松寿堂。这第二，你得替我好好长一长眼，这院子里还有谁想要耍花招？是，小姐。爹娘，你们怎么都站在这儿呢？还不是你这鬼丫头，你平时也没怎么出过门，爹不放心，过来看看。没事的爹，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您放心，给我准备了这么多暗卫，女儿很安全的。上了马车之后，穆潇潇的思绪就有些飘远了。越临近相国寺，他这心就越是有些悸动，马上就能见到祖母了。官道上的不远处，另一辆马车上，男子正在擦着宝剑。殿下，前面是镇国将军府的三小姐。继续走。纳兰浩阴狠地望着前方的马车，走到前方的林子那儿，动手。殿下，娘娘。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锋利的剑抵住了喉咙。别总拿母妃来压我，本宫告诉你，要么本宫在这把你给解决了，要么你就闭嘴。他就不信这次还有人来救这个穆潇潇，看他失身于自己之后还能怎么办？马车逐渐驶入了林子里。小姐，有危险！东陵，莫要慌张，坐下来喝喝茶。他们来的人中高手不多，这些黑影他们就能够解决了，用不着咱们出手。纳兰浩没有想到将军府居然派了这么多的高手来保护穆潇潇，当即也渐渐的感到有些吃力。穆潇潇破窗而出，径直飞身来到纳兰浩的面前，瞥了一眼男子握剑的手，虎口那一个印记，穆潇潇立刻就猜出了眼前之人是谁。这个纳兰浩，看来他之前还真是高看了他一眼，怎的如此蠢笨？穆潇潇前世就已经是功夫了得，加上这一世的底子，他这2世的修为也是少有敌手的。纳兰浩的武功并不十分出色，穆潇潇不费吹灰之力，几下就将纳兰浩制服了。此时黑影和东陵那边也都已经解决了。小姐，你没事吧？若是小姐出事，殿下怕是要灭了她。没事，你不用如此紧张。将这个小贼绑到林中，将他衣服给扒了。是。对了，告诉黑岩，让九慈想办法将三皇子想娶我的消息透露给纳兰晨。将军府的马车继续前行，似乎刚刚那一段插曲并不存在一般。殿下，穆小姐将三皇子绑在了树上，还让人将他的衣服给扒了。就让他这么被绑着，我们走。望着前方渐渐远去的马车，纳兰月眼中一团火热。潇潇，你也回来了吗？一路奔波，马车终于在相国寺门口停了下来。阿弥陀佛，穆小姐可是来接老夫人的？看着眼前这个双手合十、一脸虔诚的人，穆潇潇也不知为什么，一股怪异感油然而生。看着他点了点头。偏你法号明安，穆小姐，请随我过来。哎，小姐，出家之人不都称呼别人为施主吗？这位师傅倒是厉害得很呢，还知道您的身份呢。是了，不叫施主，虽是为师粉黛的素衣打扮，但那周身的淡淡香味儿，可不太像是寺庙的檀香。小姐，可要去查查底细？先不急，看情况再说。随着明安的带路，穆潇潇一行人很快就来到一间禅房。看到这抹熟悉的身影，穆潇潇的眼泪再也没有止住，不停地往下掉。潇潇，你怎么来了？你这孩子怎么哭成这样啊？潇潇，祖母的小心肝，别哭了啊！快跟祖母说说，是谁欺负你了？祖母，没人欺负我呢，我就是太久没有见到祖母，想念的紧。哈哈，你呀，都是个大姑娘了，还这样爱掉眼泪，也不怕别人看见了笑话。有祖母在，看谁敢笑话我。哈哈，怎么是你来了？我还以为是青儿来接我的呢，没想到这么快就见到我的乖孙了。娘亲本是已经将您的院子打扫干净，准备过来了，但是我想早点见您，就央着娘亲让我过来了。娘亲本来也是要跟着一起来的，只是我想着她在家看着好一点，便就自个儿过来了。祖母，您不会怪我吧？哈哈哈哈！潇潇，祖母的小泼猴，你真的是祖母的开心果呢！哈哈哈！
怎么会怪你呢？我这是开心还来不及呢。祖母，这几个月在这寺中可安好？我呀，在这很好，吃得好，睡得好，就是想你们了。祖母，我们也好想您呢。我们明天就启程回家。好好好，明天我们就回家。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若是当初他也重归了，又无可能。当初我罔顾你的意愿，执意将你送回来，并非毫无理由的。你只知可重来一世，却不知你们的命运是紧紧相连的。当初他遇难，你也未能幸免。若是执意将他送回，你是不会有好下场。唯有将你送回，才能改变他的命运。你可懂？你的意思是，他也是有可能重生回来的？从小这位九皇子就身子孱弱，被送到他这里调养着，着实也生出几分师徒之情。纳兰家出情种，皇帝如此，九皇子亦是如此。纳兰月是有成龙之气的，上一世却是央着他生生用这龙气为那女子谋求一个重来的机会。他没有答应他，在做法之前就直接没有顾虑他的意愿，强行将他送了回来。确实是这个可能的。虽说我也跟你说过了，但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你们命运本相连。上次我就劝过你，一切都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可你总是担忧自己的身体给他造成麻烦。如今你也看到了，若不好好走，情况只会更加糟糕。自信发现了一些问题，我怀疑他也是重生过来的。虽然这样我也开心，但我也害怕还会像上次那样失去他。九皇子平时多么不慌不忙的一个人，怎么现在也是如此的急性子？大师若是不好好帮我看看，看我不把你这白花花的胡子都给拔了！你这个臭小子就知道欺负我这老头，真不知道我是做了哪门子孽，就栽在你小子手里了。袁空本是随便一算，可过了一会儿，他就开始眉头皱紧。此女如今戾气太重，就连我也已经看不到她的未来了。不过你也不用过于担心，虽然前路一片渺茫，什么都看不到，但是命中是带着贵气的。也许这是天意，她的命运是要看她自己的。这么久以来，这还是第一个出现的卜卦无相之人，也不知这到底是好还是坏。他上天我便陪他上天，他入地我也随他入地。唉，这都是执念呐。大了，总归有他在，便是不会生出何事的。来吧，九殿下，这棋局还没完呢。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穆潇潇本想出来透透气，哪知黑夜中他看到了明安鬼鬼祟祟的身影。明安走到寺庙的后院，紧张兮兮地望了望四周，确定没人之后，将后门打开，进来一道黑影。他有些惊骇，此人武功修为不在他之下。进去说。是个男人，这是佛门重地，明安怎么敢？穆潇潇小心翼翼地跟着前方的人，两人毫无避讳地进了禅房。看那男人驾轻就熟的样子，显然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了。很快里面就传来了声音：怎么才来呀？人家都想死你了。怎么了？这才几日不见，就这么想我？放心，我这不是来看你了吗？男人说完，便有窸窸窣窣的衣物落地的声音，随即屋里已经是春色无边，充满了靡靡之音。等到里面的两人完事，已经是后半夜了。穆潇潇有些快支撑不住了，禅房的门咯吱一声开了。黑衣男先是谨慎地看了看四周，而后压低声音对着明安说道：我走了，有时间再来看你。还勾起明安的脸蛋亲了一口。夜色太暗，那人又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穆潇潇实在是看不清楚模样。突然，男子眼神直直地向穆潇潇的方向看过来，片刻后又将目光移开了。穆潇潇屏着气息，好险！可越是这样，越是证明这男子的身份绝对不简单。他到底是什么目的？又是为什么和明安搅和在一起？穆潇潇抬眼看向明安，他痴痴地望着眼前的男子，那眼里有着欲望，也有贪婪。看样子，明安似乎只是被利用了。不知道明安知不知晓这个男子的身份？眼看黑衣男要走了，穆潇潇也赶紧跟上。虽有夜色的遮掩，穆潇潇还是掏出一块帕子，将自己的脸遮住了。他十分小心地跟着，生怕一个气息不稳被前方的人发现。这么好看，点个跟了一订阅吧。路，穆潇潇发现越来越不对劲，这个方向是去皇宫的。皇宫守卫森严，但以他的功力进去不难。他是有什么目的？黑衣人在一个宫殿门口止住了脚步，
依然是四处看了看，这才放心的翻墙进去了。穆潇潇才从暗处出来，未央宫3个字还是清晰的印在眼帘。如今再看到这个地方，他心底只有阴森森的恨意。黑衣人到底是谁？为什么会进纳兰晨的宫里？为何他上一世在纳兰晨身边那么久都没有见过此人？果然从一开始就是防范着他的。穆潇潇纵身一跃就进去了，不到一会儿的功夫，他就已经摸索到了书房这边。纳兰晨喜欢在书房商议事情，果然穆潇潇看着灯影下2个冲冲人影，立马心中警铃大作。上辈子纳兰晨的势力并没有完全展示在自己面前。穆潇潇努力地回想上辈子这几天将会发生的事情。采花大盗的案件，穆潇潇心中平静下来之后，终于想到了最重要的事情。采花大盗的案子上辈子在京城的影响很大，很多百姓甚至小官员的女儿都遭殃了。皇上龙颜大怒，命人彻查此事。刑部尚书查了很久都没有丝毫头绪，最后是纳兰晨自告奋勇接过了这个案件。果真是个奸诈的小人，这件事或许根本就是他弄出来的，自导自演，然后为自己邀功取宠。穆潇潇想再凑近些听听看他们说的什么，却不想一个不注意，脚下一个树枝被踩得嘎吱一响。穆潇潇心底大惊，暗叫不好。屋内的人已然听到动静赶了出来。怎么了？有人吗？绝对不能让人发现，不管是谁，今天若是看见了就得死。黑衣男只是警惕地看了看四周，没有回答纳兰晨的问题。忽然一只野猫自墙角那儿走了出来，看到这只猫，2人明显松了口气。没事了，就是只野猫，进去吧。看到已然进屋的2人，穆潇潇心中总算是舒了口气，鼻尖有淡淡的青莲香味传来。穆潇潇脑袋蓦地嗡嗡直叫，他现在还在纳兰月的怀中。看了看腰间那只修长的手，穆潇潇张嘴就欲说些什么，忽然嘴唇被纳兰月伸出的食指封住了。他指了指书房那边，示意穆潇潇先不要说话。纳兰月一手抱着穆潇潇，飞身来到书房的门前。里面没有声音了，怎么会呢？他们从哪里出去的？难不成他们去暗室了？他知道纳兰晨书房中有一个暗室。穆潇潇扯了扯纳兰月的袖子，示意她低下头。此刻见小丫头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盯着自己，她心中生出无限的满足之感。纳兰月听话地低下了头。看样子他们现在应该不在书房，我们先进去看看。温热的气息传来，纳兰月心跳得有些快，点了点头，抱着穆潇潇悄悄潜入了书房。她小心翼翼地从纳兰月的怀中挣脱出来，疾步走到暗室的门前，将耳朵贴了上去。纳兰月明显很诧异，潇潇为何会知道这里有暗室？难道她来过？她看着那个将耳朵贴在门上的小丫头，越发怀疑，甚至肯定她就是上一世的潇潇。里面断断续续传来的声音证明里面是有人的，但是穆潇潇实在听不到他们具体在说什么。她也大概能猜到他们在谋划什么，左不过是采花大盗的事情。看来这个黑衣人就是上一世真正的采花大盗。穆潇潇余光瞥到纳兰月在书桌上翻来覆去，像是在找什么东西。九殿下，您在找什么呢？潇潇，纳兰晨不是个善类，我现在怀疑他和狄慧有染，想来找找证据。恍惚间，他好像又看到了上一世的纳兰月，他满身风霜地站在他的闺房，郑重地问他：纳兰晨并非良人，你真的要嫁给他吗？这辈子他依然还站在他的面前，对他说纳兰晨并非善类。他突然有些想抱抱眼前的男人。纳兰月看着眼前的小丫头呆愣愣的模样，有些好笑。在想什么呢？忽然他跑到玄关处的一个暗格面前，熟练地拉开其中一个抽屉，翻了许久，终于翻出一本账册。他扬起手中的账册，挑眉望向纳兰月。纳兰月也是心思活络的，一下子就明白了穆潇潇的意思，随即从怀中掏出一本账册，看着和穆潇潇手中的一般无二，然后他又迅速地将手中的账册丢进了那个暗格，一切看着都毫无被人碰过的痕迹。看来这九殿下确实是有备而来，替代品都准备得如此妥当。他也是视纳兰晨为仇敌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暗室突然有脚步声响起，穆潇潇还来不及反应，就被纳兰月拦腰抱起。他们反应得快，内室的人当然是没有发现曾有人来过书房的。穆潇潇待在纳兰月的怀中，有些尴尬。纳兰月的武功很高，在他之上，他被护得紧紧的，连夜里的风都没有感受到。点个订阅吧。九殿下，今天多谢九殿下出手相救。若不是纳兰月及时出来将他护住，只怕他就要被那个黑衣人发现了。
今天纳兰月确实是救了他一命。潇潇，这救命之恩，你当如何报呢？穆潇潇抬起头来，不明所以地望着纳兰月，怎么感觉不太对劲呢？此时九殿下不应该说小事一件，不足挂齿吗？潇潇，你怎么会去未央宫？我是跟踪那个黑衣人来此的。九殿下，今天我们都看到了，五殿下似乎有所图谋。我想九殿下不若想办法加强一下京城最近的安保力度。穆潇潇说得很隐晦，只希望九殿下能够明白他的意思。纳兰月听懂了他的意思，他在告诉他，纳兰晨不怀好心，得早些防范。纳兰月此刻已经完全肯定，穆潇潇就是从前的穆潇潇。纳兰月想到上一世，心中就泛起一股心疼，他当时就应该霸道的将他带回身边的。纳兰月每想到这里，就无限的悔恨。既然他现在什么都不愿意说，那么他就不问，陪在他身边就好。好，听你的。夜色已经很深了，明日你不是要接老夫人回府吗？走吧，我送你回相国寺。这位九殿下当真是识趣的很。既然如此，穆潇潇也不介意多帮对方一把。那九殿下，这是我刚刚帮你找到的。纳兰月接过账册，看着小丫头略带得意的眼神，有些好笑。夜里风凉，你赶紧将这个披上。说完，又不等穆潇潇反抗，直接将她拦腰抱起，护在怀中，立刻就提气往相国寺方向飞去。九殿下，我自己也可以的。潇潇，别乱动，放心，很快就到了。温热的气息吹进耳朵里，也没有再说话了。见小丫头终于安静下来了，纳兰月嘴角勾起一抹满足的笑，抱着穆潇潇的手不禁又紧了几分。暗处的林寒雨是不敢发出任何声音的，尽管这个一脸傻笑的殿下主子让人感觉很不正常。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小姐啊，准备洗漱了。穆潇潇有些头晕，昨日耗得太晚了，今日竟是有些起不来。想到纳兰月昨天是怎么回来的，貌似他好像是太累了，在他怀中睡着了。不会是纳兰月将他抱回房间的吧？穆潇潇的脸就有些烧得慌。不到一会儿的功夫，两个人就将穆潇潇收拾妥当了。他先是去了老夫人的禅房，待请过安之后，又和老夫人一起来到主殿。来时时辰尚早，主殿中也只寥寥几人。穆潇潇环顾了一遍，并没有发现明安，他要好好找人看着他了。现在还不清楚黑衣人的身份。身旁的老夫人拉着穆潇潇走到佛像前，虔诚的双手合十。穆潇潇见状，也来到佛前跪着，心中却是冷寒一片。不是他不信佛，而是事实告诉他，佛根本不会管他们这些众生的。他幕府满门忠烈，幕府上下平日里都是行善积德，祖母更是年复一年的在佛祖面前日日祈祷。可结果呢？幕府没有一个人得以善终。在他看来，神佛无用，只能靠自己。一上午的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穆潇潇搀扶着老夫人准备用膳，刚要跨门走出，就看到纳兰月走了进来，身旁站着圆空大师。纳兰月怎么会在这里？昨晚没有离去吗？道士苏氏见到九皇子，连忙带着自家孙女就要行礼，却不想被纳兰月一把拦了下来。老夫人，这也不是在宫中，佛门重地，倒也不必在乎这些虚礼。多谢九殿下。老夫人不必客气，这是准备去用膳了。回殿下，正是的，臣妇这便带着孙女离开，不敢叨扰。无妨，我也还没有用膳，不如一起用膳。本就是一句礼貌客气的话，他没想到九皇子不但是回了，还想一起用膳。老夫人不必忧心，我没有其他的意思。这几天我都在这里为母妃祈福，今日即使与老夫人穆小姐遇到了，不过是礼佛之人一起用个膳而已。这一番话说下来，当真是熨帖极了。饶是老夫人也是没话说的。一旁的圆空大师自始至终都没有说一句话，好似一切都与他无关。寺中的饭菜自然是素食的，老夫人倒是吃得惯，穆潇潇也没有什么挑剔的。倒是纳兰月，堂堂一国最受宠的皇子，这素斋吃起来倒像是在吃美食一般优雅。苏氏不禁在心中暗暗赞叹，不愧皇上最喜爱的皇子，真正的好的教养。又瞟了一眼自家孙女，也是端端正正的坐在那儿，仪态尽显。目光触及到两人，苏氏心中又突的一跳，
怎么看着这两个孩子在一起，样子分外和谐？他被自己这个想法给惊了一跳，随即暗暗摇了摇头。以他对皇上的了解，这皇位迟早是要交给九皇子的。潇潇若是嫁给他，岂不是要在深宫中受尽苦楚？一顿饭在无言中吃完了，苏氏和穆潇潇也准备启程了。求殿下，昨晚多谢殿下送我回来。若是今后殿下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和我说。秋秋，我说了，不用和我如此客气。鼻尖对着穆潇潇，满眼都是宠溺。该道谢还是要道谢的。九皇子，臣女告辞了。说着，竟像逃一般的上了马车。这么好看，点个马车订阅吧。很快就停到将军府门前，幕府众人都在。穆潇潇搀扶着老夫人下马车。祖母，你慢一点。不用如此紧张。年轻那会儿呢，跟着你祖父四处征战，我这身子骨硬朗着呢。娘，您可回来了。您不知道青儿多想您呢。哈哈，你呀，都是当娘的人了，如此这般，也不怕你的儿女们笑话你。哼，那两个臭小子还敢笑话我？娘，您不知道，潇潇现在呀可懂事了，真是贴心的小棉袄呢。说完，顾氏还骄傲地看了穆潇潇一眼，仿若眼中只有这个女儿一般。穆子轩和穆子谦早就是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了。偏你就没个正形，哈哈哈哈！潇潇现在可是我老婆子的开心果，你们谁也不许欺负她。这话一出口，倒是换了穆世杰有些惊讶。娘亲从小疼爱潇潇这个丫头没错，可每每也说这丫头没良心的紧，也不晓得多陪陪她。看来潇潇这还真是懂事了不少，还知晓多哄哄祖母开心了。祖母，这个家就是妹妹最大了，谁还敢欺负她了去？至于外头的人，想要欺负潇潇，那也要看看我的拳头答不答应。你这泼猴，莫要给你妹妹做个坏的榜样。苏氏扬怒地教训着他，心中却是无论如何也舍不得说重话的。一家人其乐融融，穆潇潇也沉浸在这难得的温馨时刻。他瞥了一眼一直站在后面的母女俩，眼中尽是穆瑶瑶那张变形的脸。反观张姨娘，看见爹娘恩爱、婆媳融洽的画面，倒是面不改色，看不出丝毫的难过。她这个样子，若非是对爹毫无感情，那就是城府极深。穆潇潇一时也不清楚她的底细。一阵冷风吹来，倒是穆世杰率先反应过来。娘，咱们先去屋里吧，这会儿风大，一大家子待在外面也不好。苏氏也知道这个理，于是张罗着都进去说话。从始至终，没有人看一眼穆瑶瑶和张姨娘。穆瑶瑶望着前方几道背影，眼中的恨意再也不能掩饰。她双手紧紧地抓着手帕，似乎是要把手中的帕子捏碎。此时朝阳宫内，纳兰月在仔细研究那一本账册。现在他已经知道潇潇是不会再帮着纳兰晨了，那就再不会有所顾忌了。既然他想要邀功，那他就偏偏要把这功劳送给别人。他低头看着那本账册，这个蠢货居然连生他养他的国家也不顾了。凌寒，告诉飞丹，让他想办法让太子进宫一趟。是。飞丹是安插在太子府的眼线，一直没有启用过。上一世他不争不抢，最后是什么下场？这一次无论如何，心爱的人他是一定要护住的。纳兰月也不做他想，准备前往皇宫。今天怎么还想起来看看我这糟老头子了？他可记着这臭小子给他甩脸子呢。倒是一旁的全忠抖了抖，皇上您就作吧，待会儿再把九皇子给作走了。这么不希望看见我，本想说过来问你分一下忧的，既然这样，那我就走了。月儿，怎么如此沉不住气，说走就走呢？我这不是气你上次没大没小的跟我叫嚣，你要记着，我是你父皇，是永远不会害你的。行了，还要不要听正事？你刚刚说为我分忧，说来听听看。正待纳兰月要说话，外头就有太监通报：太子殿下觐见。皇上皱了皱眉头，他怎么来了？月儿难得来他这里一次，就有人来打扰。父皇，让他进来吧。皇上有些惊讶，月儿平常是最不待见他们母子的。纳兰林进来之后，就看见纳兰月站在那儿。九皇帝也在这儿。你九皇帝刚刚准备说正事，你就进来了。纳兰月还没说话，皇上就替他开了口。纳兰林自然是听出自家父皇语气中的不快了。父皇的心中只有九皇帝，不过没关系，毕竟现在他才是太子。
好在他及时赶来了，否则好的事情就都让他抢走了。如此，倒是儿臣太过匆忙了。九皇帝，不如你继续刚刚没有说完的事情，那就劳烦太子皇兄稍等片刻了。他望着首位上的皇上，言语中并没了刚刚的轻佻。父皇，近两日听说京中频频出现命案，他是个爱民如子的好皇帝，这件事也是颇让他头疼的。近几日京城不太平，朕已经派了刑部尚书彻查此事了。虽只是几个乞丐，但到底也是几条人命。怎么，你想要接手此案？回父皇，儿臣确有这个想法，不过这还得需要京城禁卫同统领的配合才好。纳兰月说着，像是有些不舒服地咳嗽了起来。九皇帝，别的不说，我只担心你接管此事身体是否吃得消。想要出头也得有副好的身子，他就不信他都这么说了，父皇还能放心的让纳兰月办此事。正准备说话的皇上又开始犹豫了。月儿的身体是最为重要的，他看了一眼脸色苍白的纳兰月，心中又是一阵痛恨和心疼。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原是说有点想法，想帮父皇分一下忧，却不想着身子却是如此不争气，这才一时半会儿竟就开始咳嗽了。他一脸苦笑地捂住胸口。那既是如此，父皇不如将刑部尚书宣来商讨此事吧。眼见纳兰月死死攥着这个事儿，都不愿将这件事交给他，纳兰林心中有些焦急了。父皇，九皇帝，既然九皇帝有些想法，不如与我说一说，正好我今日政务也不多，为父皇分忧也是我的分内之事。既然太子皇兄这般说了，那就有劳皇兄了。也罢，莲儿，此事就交给你去好好办。父皇，其实儿臣也不是什么很好的法子，只不过就是最蠢的守株待兔，先派几个禁卫军守着，暗中埋伏着，等到那人出现，太子皇兄再派人将人抓获。倒是一旁的纳兰林听了，脸黑了黑。难道这纳兰月是不想让他立功，将好的想法藏了起来不说？他状似不解地问道。九皇帝，这办法倒是个办法，只是咱们应该守在哪里呢？纳兰月闻言做出一副冥思苦想的样子。此次我们不知道背后之人是谁，会如此猖狂，也不知他的目的到底是不是几条人命。在什么都全然不知的情况下，我建议是在一些百姓和小官员家中设好埋伏，趁着这件事情还没有引起很多人的重视，暂时是不会打草惊蛇的。其实他是知道今夜会在谁家发生惨案的，他总不能说的那么准确，平白惹人猜疑，只能多给几家的选择了。还是九皇帝聪明绝顶，想出这样的办法，我这就去准备人手，今夜子时开始蹲点。此时的纳兰林一心认为纳兰月在耍他，绝对没有想到头一个晚上他就将此事办妥。纳兰林说完之后就告罪退了出去。你今日是怎么了？仿佛刚刚的病痛毫不存在。这不是不忍心让你为难，我才这么好说话。一句话噎得皇上纳兰旭有些无语，他可是知道这个儿子的，绝对不是个好说话的。记得最近不要随便吃别人给的东西，特别是你的枕边人。说完他便一副不欲多说的模样，转身就走了。泉州，你说他这话是什么意思？皇上，老奴瞧着九殿下这是关心您呐，刚刚殿下一来，可就找奴才问话了，都是问的皇上最近的吃食情况，奴才都照实回答了。这个臭小子把朕这个坏毛病学了个10成10，心里如此想，嘴上却是硬得很。朕瞧着今日他似乎在给太子挖坑。这么好看，点个穆潇潇订阅吧。此时正在研究医术，经过了上一世，他就是败在毒术上，若是他医术也不错，上辈子也不会落得那样惨淡的下场。小姐，9次来消息说纳兰晨今晚会安排动手，另外他说纳兰晨已经知道三皇子想娶小姐的消息了。他最近过得可还好？回小姐，他每次传递消息都很小心，并未露出任何马脚。回头你让他自己多加小心。至于那黑衣人的身份，实在是打听不出来的话，就不要勉强了。对了，最近冯烈如何了？回小姐，冯烈很是上进，如今在大夫的调养下，身体已经好了很多。读书写字他本身也会一点，现在学习起来倒也是日渐长进。至于武功，暂时还在打底的阶段。辛苦你了，这些你都尽力而为吧，能让孩子有个自保能力是最好的。回小姐，这些都是卑职该做的。银钱方面不够的话，你要跟我说。另外，我让曼舞给你们置办了一些衣服，等会儿您记得分发下去。还有啊，我过几天去看看冯烈。是，小姐。是夜寂静如水，穆潇潇看见所有人都睡着了，穿着一身的夜行衣，也准备行动了。前世的今夜，第一个遭殃的
是一个百姓之女，王大贵的女儿。这家人以卖豆腐营生，无权无势，女儿家也长得很标致，任谁都会觉得是采花大盗肆虐。有谁会想到，这是堂堂一国皇子的阴谋，目的就只是为邀功故宠，壮大自己的势力而已。想到这里，穆潇潇快速地往王大贵家中的方向飞去。很快，穆潇潇就来到了目的地，仔细听了听四周的动静，他发现周围埋伏了很多侍卫，竟然是禁卫军。穆潇潇赶紧找了个隐蔽的位置藏了起来，只是他还没将身子移过去，嘴巴就被紧紧捂住了。一看是纳兰月，穆潇潇心中不禁松了口气。潇潇，那个人来了，你刚刚的动静若是被他发现，他可就跑了。穆潇潇瞬间就安静了下来，盯着前方。纳兰月看着小丫头半天不说话，以为她生气了，低声哄道：潇潇，你不开心了？我没有不开心，就是希望九殿下下次不要这么吓人了。语气中带着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的骄纵。听到小丫头的话，纳兰月有些失笑。小丫头如今倒是越发的不客气了，不过这样正好是合了他的意，一点一滴的渗进小丫头的心里，本就是他的打算。黑衣人已经来了，紧接着便往床边走去。月光的照耀下，女子的面容显得更加柔美，手不自觉地在女子脸上摸了起来。睡梦中的女子很快就被惊醒，看着眼前的黑衣男子，她捂着嘴止不住的颤抖，连叫都叫不出声了。正待黑衣男子要进行其他的动作，却突然顿住了。糟了，有人正准备运功，却突然发现半点都提不上气，立马就有禁卫军上来，将黑衣人团团围住。将他拿下！他走向床边那个明显已经吓得三魂丢了七魄的少女。这位姑娘，实在抱歉，我们是提前埋伏在这里，为了不露馅，倒让你受了些委屈了。此时的房间里站着很多人，众人纷纷看向这位年轻的太子，当真是爱民如子。小媛，多谢公子相救。无妨，你先去好好梳洗一番吧，将他的面巾挑了。很快，一张白净的脸出现在大众的面前。看着这张脸，众人都惊掉了下巴。正是三皇子纳兰浩的贴身侍卫冷清。你为何会再次残害良家女子？可是三皇兄派你来的。可谁知这个冷清却是面不改色，丝毫没有开口的意思。既然是根硬骨头，那便把你送到你主子面前罢了。总归有父皇在，三皇兄也不好偏袒于你。冷清闻言，脸上终于露出了惧怕的神情。纳兰离也没耐心再多言，直接就命人将他往宫中押送过去。九殿下，你有没有觉得不对劲啊？岂止是不对劲，是很不对劲。若说我们那天晚上看到的那个人就是冷清，那这件事情简直是处处都是疑点。你想一下，当时依纳兰晨对他的语气是很尊敬的，若真是冷清，纳兰晨的态度就不会是如此了。这个人武功修为极高，凌寒和冷清交过手，冷清的武功一般般，他的脸上看上去怪怪的。九殿下，你说有没有可能这个冷清戴了人皮面具，实际上他不是真的冷清？纳兰晨已经知道纳兰浩想要娶她，他的心中肯定会害怕幕府的势力被纳兰浩捷足先登，所以会想着嫁祸给纳兰浩。潇潇果真是聪明，我刚刚一直在看他的脸，总觉得不对劲，现在想来那就是一层人皮面具。不好，我们要赶紧跟上他们，晚了那人怕是就被救走了。说着，纳兰月直接将穆潇潇抱在怀中，就往刚刚一行人走的方向追去。这么好看，点个纳订阅吧。兰月的动作很快，一眨眼就已经追赶上那一行人了。隔老远就听到一个非常焦急的声音：你们放开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竟然私自抓人！穆潇潇和纳兰月对视一眼，人已经被调包了。纳兰月眸中寒冰骤起，倒还真是小看这个纳兰晨了。潇潇别担心，那条鱼总会出来的，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至于现在嘛，纳兰浩不是闲得慌，那就让他好好忙一忙。穆潇潇望过去，依然是冷情执着的声音：我没有做什么，你们为什么要抓我？我可是三殿下最信任的人。这纳兰浩真的是不仅自己蠢，连带着身边的人也蠢得要命。三皇子纳兰浩是绝对洗清不了嫌疑了。他现在更加好奇的是，纳兰晨是如何将黑衣人换成冷情的，如何帮他逃出升天的。纳兰晨不惜代价如此力保黑衣人，到底对方是一个怎样的角色？这些是上一世他不曾接触到的事情。潇潇，我先送你回去。如今太子将冷清押回宫内，肯定是要去父皇面前添油加醋的。估计穆将军和一些重臣都会被叫过去共同商谈此事的。你不必过于担心，回去之后好好睡一觉，明天我会让人将消息告诉你的。九殿下，你现在是要进宫去吗？
放心，我不去攻你，自然也是能够得到准确消息的。他说完，揽着他的腰，温柔地说道：小乔，扶好我。他觉得纳兰月简直太不正常了，平常那么冷清的一个人，怎么就3番4次的跑过来抱他？他发现纳兰月越来越无赖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父皇，儿臣将贼人带来了。抬起头来，朕倒是想看看是谁在朕的眼皮子底下迫害百姓。今日他正在房间换衣服的时候，忽然被打晕，醒来之后就发现被人给绑了，还没搞清楚状况呢，就被押到皇上面前来了。回禀皇上，卑职是冷清，是三殿下的侍卫啊。父又将今日的情形一字一句地说了出来，简直是一派胡言。我等跟随太子在美人家中设了埋伏，结果他就往王大贵家中去了，他正准备糟蹋人家女儿呢，这是被我们当众抓获了。你这歹人休要狡辩，我们亲眼看见你作案未遂，后被我们抓住的，现在竟然想推得一干二净，你莫不是当我们的眼睛都是瞎的？回皇上，卑职真的没有做这些事情，也没有这个胆子。卑职是怎样的人，三殿下是最清楚的。皇上，卑职最是冤枉的。既然如此，就宣浩儿过来吧，我倒要看看他教的什么好人。不过多久，三皇子就上来了。浩儿，你看看你可认识这地上跪着的人？纳兰浩看过去，也是吓了一跳。回父皇，这正是儿臣的亲卫冷情，不知此人怎能惹父皇不快了？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在跟朕装糊涂？父皇，儿臣是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何事啊！你果真不知道？父皇，儿臣这也是得了父皇的召见，这才急急忙忙的赶过来的，是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何事啊！你自己问问你的人都做了些什么。纳兰浩很快就明白了整件事，他的心里是相信冷情的，他也料定冷情没那个胆子。殿下，殿下一定要救救我呀！我平日里是什么样，殿下最是清楚不过的了，怎么会背着殿下做这些事情呢？放肆！你一个奴才，竟也敢对着皇子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你这样说，莫不是要说是三皇兄指使你干的这些事，休得污蔑三皇兄？一直没有出生的太子，此时发生了。父皇，这奴才好生猖狂，众目睽睽之下，儿臣和两位大人可都是看得见他欲欺辱那王大贵之女，后被我们抓住的。可如今他自己做的事，却是全都扯到三皇兄的身上，也不知平日里三皇兄被这奴才欺瞒了多少。他这一番话说得面面俱到，就连纳兰浩一时之间也是没有反应过来。短暂的混乱过后，他也明白自己是被算计了。父皇，是儿臣素日里管教不严，受这奴才的蒙蔽，才让他闯下此等弥天大祸。父皇，恳请父皇责罚。殿下，他才开口，就被纳兰浩的眼神止住了。皇上也是一阵头疼。大半夜叫你们过来，不是让你们看戏来的。平时不挺喜欢禁言的，怎么现在一个个都哑巴了？果不其然，罗丞相已经坐不住了，义正言辞地说道：启禀皇上，老臣认为这件事虽不是三皇子授意，却也着实是三皇子管教不严，有纵容之过。臣以为三皇子应当受罚。罗爱卿说的对，浩儿着实是对下人疏于管教了。若是再这样下去，哪还有作为一个皇子的样子？三皇子管教不严，罚俸1年，禁足半年，好好在崇华宫静思己过。至于这个冷情，明日午时斩了吧。行了，都回去吧，这大半夜的折腾的也够累的。说完就留下一众臣子自个儿先走了。这么好看，点个订崇阅吧。华宫内，冷风看着在殿内走来走去的三皇子，小心翼翼地开口道：殿下，冷情那个人就是平时贪完了钱，他是绝不可能背着殿下做这样的事情的。求您，这个蠢货，你还有脸替他说话？若不是他自个儿蠢，落入别人的圈套，怎么会落得这样的下场？还害得我被父皇厌弃，被禁足半年。想到大殿上太子那得意的样子，纳兰浩就一阵心烦。他和纳兰林斗了这么久，看来他终于是要忍不住出招了。眼前不禁又闪过大殿之上罗丞相那张棺材脸。纳兰林，路还长着，我就不信你能稳稳坐好这个位置。纳兰浩明显已经将这笔账算在了太子头上。一旁的冷风默不作声，纵使他千般想为冷情求情，但看三皇子这个样子，事情明显已经没有了回旋的余地。纳兰月忙活了一晚上，终于想起昨天让凌寒、凌雨审问的人了。主子，审问的怎么样了？主子，此人太过狡猾，抗压能力非常强，几次三番想要自杀，都被卑职们拦了下来。说完，他瞄了瞄自家殿下的脸色，接着说道：
卑职无能，没有审问出任何信息。看样子我是不是得把你们两个再交给暗一调教调教？听到这话的两人大惊失色。主子，我们保证不会再犯同样的错了，不要把我们交到暗一手上。纳兰月看着眼前的人，身穿禁卫军的衣服，但明显不是正儿八经的禁卫军。昨天黑衣人被调了包之后，他就让凌寒将这个人带回来了。还真是没有想到，纳兰晨如今都这么能耐了。我知道你们这些人什么都不怕，或许你们以为自己的意志十分坚定，不如来试一试我这方法，也好测试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硬骨头。去，将那桶上的蜂蜜拿过来。在纳兰月的示意下，将蜂蜜涂满了这个小侍卫的腋下部分。现在感觉如何？是不是特别舒服？哦，对了，等会儿还有更舒服的，那边还有一群蚂蚁等着呢。我的技法不错，每一个经过我手的人是蚂蚁最爱啃食的，那种滋味儿想必是十分好受的。纳兰月缓缓地坐到椅子上，不慌不忙地对小侍卫说着，眼里全是骇人的冰冷。我的耐心十分有限，若你不在规定的时间内说出我想要的答案，我会让你连死都成奢望。别，九殿下，小人错了，我说，若有一句是假话，我就真的让你求生不能，求死无能。九殿下，小人绝不敢有半分隐瞒。宫里还有没有你的同伴？殿下，没有了，就只有小人一个，负责监视宫中的一举一动。纳兰月大手一挥，示意了一下旁边的凌寒，凌寒立马会意，直接拿起一个装着蚂蚁的罐子，就向小侍卫走去。别过来，我说，小人名叫石庆，和小人一起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宫中的一个宫女，具体是谁，小人是真的不知道啊。每次见面她都是蒙着脸的，我压根看不到她的样子。纳兰月看了看她的样子，不像是在说谎。被你们救走的那个人是什么身份？回殿下，这个小人也不清楚。当时小人混迹在里面，主人说找机会将人换掉，却没说那人是什么身份。主人？纳兰晨？当我不知道呢。行了，你若再不说实话，我也没耐心跟你再耗下去了。看着面前这个三番两次的在他面前耍心眼的人，纳兰月没耐心透了。只不过他也不会知晓什么核心秘密，于是他起身就准备往外走了。九殿下，我真的说，但是小人也着实不知晓那黑衣人的身份，还是隐约听到主人和他的谈话，说什么会飞羽国。他虽然已经有蛛丝马迹指向纳兰晨与敌国有染，没想到纳兰晨竟然已将敌国的人弄进来了，这个疯子。凌寒，多放一些蚂蚁，加倍。说完，头也不回的就出去了。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你不是无所不能吗？怎么还要本店救你？计划全部被打乱了不说，为了救这个蠢货，还暴露了自己的人。若不是你说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如何会弄得如此狼狈？这就是你说的一切都准备好？这么大一个坑等着我跳？自己好歹是一国皇子，对方不过是一条狗，竟是半分尊敬都没有。行了，有空在这里相互责怪，不如好好想一想，为何好好的计划就这么被人截胡了？他说的对，此时不是起内讧的时候。纳兰林当时怎么会埋伏在那里？但是这个计划从头到尾就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怎么会捅到太子那儿去？莫不是他选择了别人合作？现在这是在做戏？你该不会以为是我泄露的吧？我还真不知道，白月国聪明的五皇子还有这般聪明的头脑，敢请我自己暴露自己的身份，自己去跳坑的。我还倒是想知道，我如此以身涉险是为了哪般利益？那夜在书房，你先是听到有人在外面，才跑出去看的吗？当时我也不确定外面有没有人，只是感觉外面有点细微的声响，就出去看了看。但是后面出来了一只猫，我以为是猫弄出来的声响，当时也就没有细想。猫？宫中养猫的大多只有那些娘娘们，但是他们的宫殿距离皇子们的住处都是极远的。这猫跑这么远来了，还是这本就是人放出来的，故意混淆视听的？纳兰晨的心渐渐下沉，若是后者，难道府内有纳兰林的人？看来他是该好好查查这府中的人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穆潇潇正在院子里舒服的晒太阳，看了会儿医书，就有些疲倦了。什么事情啊？傻着那干什么？穆潇潇并没有睡意，老早就感受到站在一边的东陵。小姐，殿下送来消息，昨儿夜里三皇子被罚放1年，禁足半年。至于那个冷情，被下令斩首了。知道了。穆潇潇并不意外这些，虽然这件事说起来冷情着实是冤枉，但他平日里跟着纳兰浩也做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情，自然是死不足惜的。倒是那个纳兰浩到底是云家势大，确实是个无关痛痒的处罚而已。不过这狗咬狗的好戏开场了。哦对了，最近穆瑶瑶在干些什么？回小姐，四小姐和张姨娘这几天都在院子里，未曾出去过。
这便是要关起门来作妖了。近日呢，你们都警醒着点，别让人有机会栽赃陷害。小姐，郡主来了。看到白景轩蹦蹦跳跳的身影，穆潇潇也是十分高兴。景轩，你怎么来了？哼，你呀都不知道去找我玩，我就只好来找你了。嗨，最近怎么样？你倒是天天洒脱的很，倒不如看看我这府里有多少事情得要我处理呢。区一个庶女而已，这也就是青姨脾气好，如不然呢，这府里就不该有他们的存在。好啦，我都觉得无所谓，你也不要为此太伤神了。有些人就是这样，等他狐狸尾巴露出来的时候，就是他的死期。潇潇，你现在变得更加耀眼了，哼，就你会耍宝。快说说，这次来主要是有什么事情呢？潇潇，我母妃可能过不久就要回来了。这对于穆潇潇来说，绝对是一个十分震惊的消息。上一世并没有这个事情，景轩的母妃根本就没有找到，更别提回来了。难道重生之后，有些事情就不按照原先的轨迹走动了？潇潇，你怎么了？若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不用再成天嚷嚷着要母妃了。胡说，我哪有这样啊？白景轩眼底的喜悦之情却是真真切切的，穆潇潇心底也为他高兴。哎，潇潇，难得今日你也空闲得很，陪我出去逛逛嘛。小祖宗，你可饶了我吧，好歹呢你也得让我能够偷得浮生半日闲吧。这火急火燎的呀，又要拖着我出去，我这还累得紧呢。潇潇，不陪我出去也可以，不如陪我舞剑吧。最近他都钻到医书堆里了，倒没多少时间练剑了。好，不一会儿，两人就在院中开始比划起来。穆子谦进来的时候就看到这幅场景，白景轩听到异动，茫然地往这边瞟了一眼，目光划过穆子谦那张阳光英俊的脸，吓了一跳。因为走神，本是在空中飞舞的白景轩就这么狼狈地往下落。原本已经准备好迎接大地的白景轩，此刻正靠在一个温暖的怀抱中，抬头便见到穆子谦那张放大的俊脸，耳边是对方咚咚的心跳声。白景轩心中有些异样的感觉，却又觉得丢脸极了。你要不要脸啊？姑娘家也是你随意抱的。他气得有些语无伦次了。你这丫头还真是不识好歹，若不是我，你这小脸保不准可就要有伤疤了。哼！穆潇潇有些头疼，从小闹到大，这两人都这么大了，还能掐架呢？景轩啊，你看我二哥，他也是太心疼你了，慌忙之下也没多想，不是？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不生气了。啊！谁让他心疼了？穆潇潇知道他这是气消了，他两只眼珠在白景轩和自家二哥身上转动，心里暗自发笑。潇潇，时辰也不早了，我得赶紧回去了，不然我父王该着急了。看他不似有任何不快的样子，穆潇潇放下心来，因此也没有多做挽留。二哥，不然我就跟娘亲说说，让他帮你去景轩家中下聘。你这鬼精灵还学会打趣你二哥了，是不是今后不想二哥帮你说好话了？穆潇潇连忙求饶，兄妹俩玩闹了半天。二哥，你怎么过来这边了？没事就不能过来看看我可爱的妹妹了？二哥，再不说正经事情，我可就练剑去了，不陪你玩了。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说着，穆子谦就从袖中拿出一把精致的匕首玄冰。穆潇潇一看这匕首，双眼放光，这可是前朝大师特制、失传已久的兵器，二哥是如何得到的？我知道你一直就想要这个，所以之前就托了朋友四处查探，这不才有了下落，就被我花重金买下来送给你了。怎么样，二哥是不是很厉害？二哥，你真的太好了！穆潇潇高兴极了，从此他也有随身武器了。穆子谦听完穆潇潇的话，眼神不自然地闪了闪。小妹，为了那本兵书，二哥就撒了个谎，反正这正巧也是你梦寐以求的玄冰。点个订阅吧。九次来信了。他说什么了？小姐，九次说纳兰晨已经开始怀疑府中有内奸了，现在正在搜查当中。放心，他没事。告诉他，纳兰晨怀疑的是太子，并非我们。语毕，他顿了顿，走上前，悄声对黑岩说道：“你让他这样做。”听完之后，就急忙领命离去。九慈正准备回屋里，迎面一个人撞了上来。香莲姑娘，请恕罪，奴婢不是有意的。九慈定定地看着眼前这张素白的小脸儿，是翠珠。不碍事，不用如此紧张。这天黑了，你还是多看些路，免得冲撞了殿下。是，多谢香莲姑娘提醒。九慈摆摆手，随即便离开了。他看了看周围，空无一人。他拿出一个小巧的口哨，慢慢放到嘴边，随即响起一阵低低的呜咽声。回应他的并不是往日的老鹰。在看到四面飞来的黑衣人时，翠珠傻眼了。将他绑起来，押到殿下面前去。很快，护卫们就把他带到了纳兰晨面前。东宫里出来的，把你身上刚刚准备送出去的东西交出来。殿下，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什么东西啊！原本我只是在院子中走动，然后就被抓来了。殿下，
我真的不知道犯了什么错啊！搜身。殿下不要啊！我是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呀。没过多久，身上的东西就被翻出来了，一个哨子，一封信。严木将搜到的东西验了验，随后递到了纳兰晨的面前。平时就是用这个来和纳兰林联系的。没等翠珠回答，他又将那封信打开看了看。其实信上也没有写什么重要的事情，但是却明明白白地告诉纳兰晨，翠珠就是太子的人。纳兰晨眼中一片阴鸷。香莲，今天多亏了你机警，不然这个贱人隐藏得这么深，当真是不容易察觉到的。殿下谬赞了，这也是他自个儿撞到了我觉得他鬼鬼祟祟的，这才被我发现了端倪。倒是奴婢愚笨，这么久了也没发现他，实在是有些失职。无妨，连本殿都被骗了这么久，也怪不得你们。说着，他又拍了拍严木的肩膀。本殿有你们两个十分省心，今后你们就是我的左膀右臂。多谢殿下信任。多谢殿下信任。潇潇，你这是准备要去干嘛？穆潇潇回过头，就看到自家大哥那张人神共愤的脸。大哥，真是巧啊，我准备去看看冯烈的，好些日子了，该去瞧一瞧了。你这小脑袋瓜子，一天天装的事情倒是挺多的，一个不相干的人而已，何苦值得你为他费这番心思？大哥，你可别往我脸上贴金，不过呢是他姐姐，好歹也在为我做事情，总也不能亏待了人家不是？是，我家小妹最是懂事了。走吧，既然碰上了，那大哥就同你一起去看看。来到别院，正好看见黑岩在教冯烈武功，见到来人，二人赶紧停下了动作，纷纷见礼。这些时日恢复的怎么样？还习惯吗？小姐，感谢你为我安排的这些，我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黑岩大哥特别好，教会了我很多东西。看着面前稚气未脱的一张脸庞，穆潇潇摸了摸他的头。不必如此客气，我如此帮你也是因为你姐姐在帮我做事情，在这儿呢，你尽可以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有什么需要的就跟黑岩说。小姐，你是好人，从前那个什么殿下关着我的时候，从来不会管我的死活，还欺骗我的姐姐，我一定要努力成长起来，好好保护姐姐。同龄的孩子还在父母的溺爱中，他却已经背起了不符合他年龄的包袱。这孩子本应该是根骨齐家的，可惜没有从小培养，不过现在开始也还来得及。今后想不想随我一起保家卫国？他连忙激动地点了点头。今后你教他基础的即可，其他的我来。怎么高兴傻了？还不赶紧谢谢大公子？谢谢大公子，我一定好好努力，勤加练习。穆潇潇同穆子轩一道走出别院，他似笑非笑地说道：大哥啊，恭喜你收了一个徒弟啊。潇潇该不是在怪我抢了你的人吧？知道自家大哥这是在取笑自己，随即说道：大哥啊，你也该去处理事务了吧？这倒是的，那你自己回去多加小心。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小姐有异动，先不要轻举妄动。东宁，你先开车帘去看看外面什么情况。这次出来的匆忙，穆潇潇只带了曼舞和东陵两个人出来。小姐，好像不是冲着我们来的，似乎是针对前面的那辆马车。前面的马车是否能看清前面马车上的标志呢？小姐，前面是陈王府的马车。什么？景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群人要杀他？曼舞，你暂且就先待在马车上，哪都不要去。至于其他人，留一个在这儿，剩下的跟着我去救人。是。暗卫们立刻回应道：东陵，我们走。而这边白景轩害怕极了，眼看自己已经落于下风，父王派给自己的暗卫要支撑不住了，白景轩就一阵焦急。从天而降一群人，将他牢牢地护在了中间。景轩，是我，不要害怕，我会救你出去的。潇潇，白景轩差点没激动地叫出来。你们一定要小心啊！暗一看着突然加入的一伙人，明显感觉到对方武力值很高。阁下是何人？我们在执行任务，阁下没必要为了不相干的人送命吧？你们怎知是不相关的人？想要他的命，那就让我看看你们有多大的本事。他话音刚落，瞬间就来到了暗一面前。他看得出来，面前的这个人是这群人的首领。穆潇潇快速拿出玄冰，直接就抵住了对方的喉咙。让你的人快撤，不然我可不保证我的手是否会抖。他瞥到女子手中的匕首，顿时三魂丢了七魄。这位小姐，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我这就带人撤离。说罢，立马一声令下，所有人都住手了。穆潇潇满意他的识相，倒也将匕首收回了。暗一立马带着人就撤离了。潇潇，你真是太厉害了！你没事吧？怎么会有人想要刺杀你呢？他仔细地将事情说了一遍，倒也确实是没有不对劲的地方。成王府得罪了谁呢？穆潇潇暂时也想不出头绪。为了安全起见，他一路将白景轩护送到了成王府。这么好看，
点个主子订阅吧。阿姨来信。纳兰月看了看，越看脸色越来越黑。叫他滚来见我。主子很生气，那可不，就差让你提头来见了。凌寒说完，还一脸好奇地望着他。话说回来，你一直办事就挺稳妥的，这回是怎么了？阴沟里翻船了？我哪知道，我就接了个单子，结果还被一个姑娘给威胁了。我看那姑娘手上拿着冰玄，这才觉得不对劲儿，给主子报备一下。我哪知道主子为何会发那么大火？冰玄是他们暗门的标志，见到冰玄犹如见到主子。什么？你见到穆小姐了？你可有伤着她了？什么穆小姐啊？我哪能伤着她呀？她都快要把我喉咙割破了，我才是受害者好不好？暗一非常委屈，明明他才是被威胁的那一个呀。你完了，我跟你说，你完了，你动了主子心尖上的人，准备好迎接暴风雨吧。那个拥有玄冰的姑娘是咱们的未来主母，不然呢？你不会以为这玄冰在主子手中还能弄丢吧？或者说，你觉得主子会将这么重要的东西随便送给别人？很快，二人就来到了赵阳宫。你自求多福吧。说完就不见了踪影。主子，属下知错了。看来你最近是太过于松懈了，单子来了也不多查查，就开始贸然动手。主子，属下这次确实是失误了，恳请主子责罚。以后见到他就如同见到我，需对他尊敬。他的话就是我的话，他要护的人，你们也不许去打扰。纳兰月说完，显然心头还是气得很，冷冷瞥了暗一一眼。真不知养了你们这群人有何用，到头来威风倒是耍到我未来夫人头上去了。不敢了，主子，回去属下就整顿一番，今后不会再这样鲁莽了。是何人要白景轩的命？回主子，属下也不清楚，当时就是一个蒙面女人过来送的信，信还在这儿。暗一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送到纳兰月的手上。纳兰月打开看了看，后又收了起来，望着跪在地上的暗一，悠悠地开口：行了，自行下去领罚，记住，下不为例。潇潇，是我知道你没睡。穆潇潇猛地睁开眼睛，纳兰月，他来干什么？还要挑这个时候来？九殿下，您这半夜三更的不睡觉，跑这来干什么？这么晚了，潇潇也还没睡，莫不是在等我？九殿下，您若再快一点，我这匕首呀，倒是在等着你呢。潇潇，这把匕首你可喜欢？九殿下，你这个时候过来，不会就是为了问我这个事情吧？潇潇，这个匕首是我托二哥送给你的，今天的事情是个误会。穆潇潇在听到匕首是他送的时，就有些懵。今天的事情，那伙人是他的？暗门接到了一个女人单子，说是要白景轩的命。暗一那个蠢货，什么都没调查清楚，就贸然动手。若是我知道了，定然不会向你在乎的人动手。你放心，他回去我已经责罚过他了，今后他再也不敢如此放肆的。所以说，他是看到我手中的玄冰才撤走的。是，玄冰是暗门的象征，暗门的人都知道。暗门是你的？是的。这么诚实啊，就不怕我把你的秘密告诉别人？你不会的。穆潇潇心中有些微动，一字一句像是在敲打着他的心。这么肯定，我都不相信自己呢。这个你拿回去吧，太贵重了，我不能要。潇潇，这玄冰只有你能用它了。潇潇，我之前就是怕你不收，才拜托你二哥以他的名义转交给你的。如今东西已经在你手上了，我断没有收回的道理。看着纳兰月坚定的神色，穆潇潇知道这匕首应该是还不回去了。九殿下，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又是送婢女，又是送玄冰的。别想太多了，我不是为了幕府势力。既然如此呢，那么九殿下能否告诉我，您是用什么办法收买了我二哥呢？也没有什么，就是一本失传已久的兵书。所以我还不如一本破书。这回纳兰月可不敢接话了。九殿下，你可知道要杀景轩的那个女人长什么样啊？我问了阿姨，她说当时那人蒙面，她没看清楚长相，但是她说听口音不像是京中人士。我已经让暗一接着去查了，有线索会来告诉你的。暗门对于上门的人都是不会去调查他们的，这主要也是留住买主的隐私，因此当时暗一也没有想着留意那个女人。纳兰月这是在跟他解释。夜色有些深了，一阵晚风吹来，有些清凉。一个喷嚏打破了两人之间静谧的气氛。赶紧去睡觉，别着凉了。若不是你半夜不睡觉跑我这儿来，我早就睡着了。他瞪了一眼纳兰月，语气中竟是自己也没有注意到的撒娇。好好，我现在就走了，你快快睡觉。说完，他翻身就飞出去了。穆潇潇看着瞬间消失的人影，不由满脸黑线。他小声嘟囔着：这人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当我这什么地方了？一阵困意袭来，他不由分说的就上床了。隐在窗外的纳兰月听着屋内均匀的呼吸声传来，这才出来，看着夜色中的那张睡颜，他心中一片柔软。这么好看，
点个订夫人小姐阅吧。，不知你们想要什么样的书，我们也可以给您推荐推荐。这位小哥，我想要一些姑娘们看的画本子，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卖的？小姐夫人这边请，这边都是小姐想要的类型，最近也新进了很多，小姐可以随便看看。哎，娘，您看这儿有好多呢，咱们可以仔细挑挑看了。母女俩这会儿都是兴致勃勃的开始挑选了起来。这本书我要了。这位小姐，你讲讲道理好不好？这本书明明是我先看上的。穆潇潇抬眼望过去，只见一个面容清秀可人的小姑娘正气得满脸通红。本小姐好好跟你说，你竟还敢顶撞！大辉，给她一个教训。店内的伙计一看不好，赶紧跑去叫掌柜的。东陵接到穆潇潇的示意，立马就将舒心护在身后，将那个叫大辉的侍卫一掌拍飞。放肆！哪来的野丫头啊，竟敢和本小姐作对！罗小姐啊，你这毛病什么时候可以改一改啊？光天化日之下你就敢公然打人，眼里可还有王法？罗雪梦是罗丞相的嫡孙女，皇后的侄女，一直都是这样一副骄纵的模样。我什么时候打人还用得着？穆潇潇，你怎么在这儿啊？没想到这时穆潇潇在多管闲事，想到如今的局势，她立马换上一副笑脸。穆潇潇，我说啊，你也未免太过认真了。我不过是跟这个丫头闹着玩罢了，不过一本书而已。既然你喜欢，那我就让给你了。随即他转过身，就头也不回地走了。他认识的罗家大小姐可不像会这样善罢甘休的人，莫非他们皇后和太子要开始行动了？你就是穆家三小姐穆潇潇？是的，不知姑娘是……我叫舒心，不用姑娘姑娘的叫，多生分呐，就叫我心儿吧。舒心，舒贵妃的侄女。你今日是一个人出来的？嘿嘿，今日呢，我祖父和父亲都不在家，所以我就一个人出来看看啦。我可以叫你潇潇吗？当然可以了。刚刚让我和你不要见外，现在这不是你和我见外了吗？哼，好呀好呀，潇潇，我跟你说啊，你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子了。你也好看呀，看你这钟灵毓秀的模样，让我也好生羡慕呢。潇潇，真的吗？哼，我真的太开心了。潇潇，我可以经常去找你玩吗？当然可以呀。潇潇，娘已经看到一边的舒心，她有些疑惑。这位姑娘是……哦，娘，这位是舒府的小姐啊。这样啊，那你们先聊，娘再到处看看。啊，不用不用，夫人，今日呢，我也是一个人偷偷出来的，估摸着祖父他们该回来了，没见着我肯定会担心的。我今天呢就先回去了，改天我过来找潇潇玩。哦，这样啊，那你是要早点回去的，免得家里担心了。随即舒心和二人告了别，一下子就不见了踪影。娘，既然书都挑好了，咱们走吧。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穆潇潇怕顾氏看书看太晚，对着他一番嘱咐之后，就准备回院子了。潇潇，纳兰晨，他怎么会在将军府？五皇子安好，烦请五皇子不要直呼臣女闺名，毕竟男女有别。纳兰晨今日来穆府，本来是来看望一下穆瑶瑶，刚从穆瑶瑶那儿出来，就看见穆潇潇在这儿。自从上次宫中赏花宴见过之后，穆潇潇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看着他的目光再也没有了那种炙热，反而他总是感觉到他的敌意。你似乎对本殿有敌意。怎么会呢？五殿下是臣女的未来妹夫，不过是基本礼数罢了。潇潇，你是知道我与你妹妹是如何有婚约的，都是被人算计的。纳兰晨温和的声音中充满了无奈，似乎真的是迫不得已一般。五皇子说笑了，无论如何呢，您都已经是臣女未来的妹夫了，更何况四妹妹经常提起您，显然是对您情根深重的。作为姐姐，臣女自然是希望殿下能够好好待四妹妹的。纳兰晨有些看不懂他了，难道他现在真的已经对他没有别的感情了？这可不行，要想得到穆府，就必须要得到穆潇潇，这是他很早之前就谋划好的一步。潇潇，若是你愿意，我可以……后面的话还没说完，就被一声叫声打断。潇潇，你在这儿干嘛呢？穆子谦好似没有看到五皇子一般，直接来到穆潇潇面前。娘说刚刚和你一起回来的，怎么一溜烟就不见人影了？二哥，娘找我吗？是啊，扶琴那丫头找你半天，你赶紧去娘那儿看看。好，我这就去。说着，他向纳兰晨欠了个身，转身就走了。穆子谦这会儿像是刚看到纳兰晨一般。哎呀，五皇子，您怎么在这儿呢？臣以为您早就出府了。说着，他看了看四周。五皇子，臣没想到将军府的下人如此懈怠，竟都没有帮你领路。穆子谦不愧是官场浮沉的人，一番话说得极为漂亮，倒是纳兰晨有些尴尬。毕竟是他自个儿在人家府中乱跑，和府中小姐搭讪的。无碍，天色不早了，本殿也要回宫了，就不多做叨扰了。臣送这么好看，点个这个纳订阅吧。兰晨，你是怎么碰上他的？二哥啊，这是我穆府，怎能是我碰上他呢？穆潇潇没好气地瞟了他一眼。这么说，是他特意找你说话的？
这个五皇子难道不知道避嫌？遇到女眷不避讳也就罢了，还主动上去搭讪。穆子谦显然没有想到问题的关键。二哥啊，你当他一个皇子，连这点规矩都不懂吗？不过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罢了。什么意思？他还在打什么主意？不是已经和穆瑶瑶有婚约了？二哥啊，你会为了穆瑶瑶倾尽整个将军府吗？怎么会呢？哼，我现在没有将他们赶出去，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怎么还会为了他置穆府的安危于不顾？你怎么突然这么问？无论是我还是爹娘和大哥，包括祖母，只可能为你付尽一切。二哥啊，大家都知道的道理，纳兰晨怎么会不知道呢？简直荒唐，他还敢将主意打到你身上。二哥啊，稍安勿躁，他敢这么盘算，却是不敢光明正大的做什么的。在他看来，纳兰晨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幕府的势力。怎么，我家小妹又有什么馊主意了？你且看着，很快你就知道了。这个事情呢，先放一放，不如我们来说一说别的事情。他似笑非笑地看着穆子谦。二哥啊，我差点还真以为我是你最疼爱的妹妹呢，没想到一本兵书你就能把我卖了。穆子谦没想到穆潇潇这会儿竟在这跟他翻旧账。妹妹，你知道了？怎么啊，替我收下别人的东西，我还不能知道了？潇潇，你认为九皇子如何？他做事有度，其实也并没有外人传的那般狠辣。简短的一句话，算是道出了他对纳兰月的印象。二哥啊，你如此不喜欢纳兰晨，为何却不担心纳兰月对我别有居心呢？穆子谦有些语塞，他总不能说就是知道他别有用心才帮他的忙吧？他暗暗摇了摇头，这样说的话，估计会被小妹打死。那纳兰晨能和穆瑶瑶搅和到一起去，会是什么好东西？他要打你主意，我自然是担心的。正待他还欲再问，曼舞就走了进来。小姐啊，二公子，阿福过来传话说老爷找二公子。穆子谦长舒一口气，终于不用在这受罪了。妹妹，爹有事找我先撤了，回头再聊。说完就赶紧带着阿福走了。这几天摆弄了好久的医术药材，他也差不多认全了。虽然也会一些基础的医术，但是还是需要神医的指点才能更深入。他觉得自己有必要给自己找一个师傅了。黑影也回来了。怎么样，人安全到家了吗？回小姐，卑职看着舒小姐安全进府了。对了，你帮我把这封信送到景轩的手中。是，小姐。爹，什么事儿把您愁成这个样子啊？穆潇潇命笙歌将送来的点心茶水放在书桌上。潇潇怎么来了？我不过来看看，能看到爹这样愁眉不展的吗？爹，有什么烦心事吗？倒也没什么，就是那飞羽国如今慢慢势大，过段时日估计是少不了一番恶战了。穆世杰心情有些沉重，战场上的杀戮有多严重，没有人比他们这些武将更清楚了。爹，如今咱们白月国可有胜算呢？潇潇啊，你可是担心爹爹？你放心，爹愁的只是一场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灾难，有些不忍。至于那孙启年，我可不怕他。孙启年是敌国将领，也算得上是一个军事奇才。爹，今日五皇子来府上了。他若不是他和瑶瑶已经有了婚约，就冲他宴会上对你做的那些事，我就不会让他进来。爹，五皇子过来可是为了四妹，他想尽早将瑶瑶纳进府里面。那您同意了？我同不同意是不重要的，这件事还是得看皇上。皇上？不错，皇上这只老狐狸呀，可精着呢。这些混账东西在下面你争我夺的，还真当皇上是傻子不成？爹，您别忧心忡忡的了。如今的局势，依女儿来看，只要咱们不是恃宠而骄，皇上总是会偏着咱们的。弄清楚纳兰晨今日来是干什么的，那就得回去先好好想一想他的目的了。回到院子时，穆潇潇还在等黑影带回消息。他今日将纳兰月那天交给他的那封信拿了出来，临摹了一份给白景轩送过去，看他是否认识这字的主人。小姐，这是郡主的信。穆潇潇赶紧接过，打开看了看。景轩约他明日午时天香酒楼见。看着信上熟悉的字体，飘来阵阵墨香。黑影，这封信你一直拿在手上吗？小姐，这信一直放在我怀里，无人动过。这信被调换了，你再想想，一路上可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黑影听到信被换了，满是不可置信。信他一直放在怀中。是他？半晌之后，黑影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之处了。卑职办事不力，请小姐责罚。怪不得你，男人能骗过你，必然是个高手。你先将当时的情形说来听听。卑职当时走得很快，有个黑衣人似乎在被人追杀，我当时看到后想着立马躲开，以免引起事端，不曾想那黑衣人竟然直直地撞了过来，卑职躲闪不及，就让他近了身，想必信就是在那个时候被换的。穆潇潇听到黑衣人三个字，又想到了那个在未央宫中看到的黑衣人。好，我知道了，你先下去休息吧，不必自责。不过下次呢，还是要多加小心，防人之心不可无。是，小姐。小姐，怎么办呢？那明天这个约去呀，别人都约了，我不去，这戏要怎么唱啊？小姐啊，您是如何知道这封信不是白小姐写的？那张纸上的墨香，你们可有闻到？枉你们天天在我身边伺候，
姐没注意到这墨香是我最讨厌的桃香。这么好看，点个视野订阅吧。寂静如水，他从袖中掏出了一个银色的哨子，这是纳兰月上次来的时候留下的。他说有事找他的时候可以吹这个哨子找他。穆潇潇试了试，吹响了哨子。没过一会儿，窗边就出现了一个身影。凌雨躬身说道：“穆小姐有何事？我要见你们主子。现在吗？对，就现在。他现在有空吗？若是没……有，穆小姐您等一下，主子马上就来了。”再说完这句话，一溜烟的就跑了。纳兰月的速度很快，几乎是一下子就来了。潇潇，你找我？我想找九殿下帮个忙。你说。您在东宫中有没有人啊？这个话就问得很直白了，这也是穆潇潇没有让人传话的原因。纳兰月星辰般的眸子望着眼前的人儿。有。九殿下，我想借您的人一用。哦，潇潇有什么好主意？当然是请殿下用那隔岸观火之人了。纳兰晨和太子都想打幕府的主意，那我就只好让他们狗咬狗了。潇潇当着他的面说这些，是不是说明他已经将他当做了自己人？潇潇，放心，我会给他们找点事做，让他们无暇顾及其他。九殿下，这次又麻烦你了。潇潇，能得到你的信任，我荣幸之至。纳兰月嘴角微扬，眉眼间俱是笑意。她本就生得好看，霎时间满是生辉。看着眼前看呆了的小丫头，纳兰月心情大好。她来到她面前，轻声问道：“潇潇，是我好看，还是纳兰晨好看？”穆潇潇回过神来，脸色微红。她居然看着纳兰月发呆，果真是美色误人。九皇子怎的还比起美来了？纳兰月没有说话，定定地望着他，像是执着的要一个答案。当然是九皇子您生的好啊。他笑颜如花，直击他的心底。纳兰月轻轻撇开目光，生怕再看下去会忍不住做些什么。潇潇，你准备怎么做？你让他这样。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小姐，咱们当真是要去赴约吗？放心，我知道对方是谁。小姐，前面有人将路给堵住了。那就等一会儿吧。穆潇潇正在闭目养神，突然一阵厮杀般的马蹄声响起，伴随着妇人惊恐的哭声。孩子，我的孩子，来人呐！救救你们，救救我的孩子！眼看这匹马就要踩到孩子身上了，忽然一个淡紫色的身影从天而降，速度很快的就从马蹄下将孩子抱走了。罗子玉本欲飞身去救人的，不料被人抢先一步。他呆呆地看着穆潇潇，阳光的映衬下，他的面庞显得格外耀眼。大婶，孩子您抱好，切莫再让他跑到路中央了。谢谢这位姑娘，真的是谢谢你啊！若非是你，小儿今日怕是性命难保。无事，您赶紧带孩子去看看吧，他似乎受到了惊吓。妇人再次道过谢之后，就赶紧带着孩子走了。丞相府的小姐如此横冲直撞的，这是将人命不当一回事吗？马车内的罗雪梦还没有说话，一旁的罗明玉倒是发声了。穆小姐，着实不好意思，今日我本与妹妹赶路，不想这马儿不知怎的就受惊了，在下本欲救人的，不想小姐身手如此之好。他这是酝酿了好久才说出的话，怕他认为他是心狠手辣之人。穆潇潇倒也没再说什么，毕竟人家都这么说了，他再死咬着不放，倒显得太过矫情。罗公子，既是我错怪你们了，那我就不打扰了，烦请二位赶紧前行，路上都堵住了。他向罗明玉礼貌地点点头，示意先行一步了。穆小姐好走。罗明玉有些失落，他还想跟他多说几句话的，望着穆潇潇的背影，他有些怅然若失。穆潇潇就径直走到柜台那儿，拿出一张令牌，这是纳兰月给他的，说今日在酒楼拿出令牌，就有人带他去找他。姑娘请跟在下来。姑娘，主子在里面。好，麻烦了，你先去忙别的吧，我们自己进去。穆潇潇正准备伸手敲门，不料眼前的门突然打开，穆潇潇一个趔趄，纳兰月伸手扶住他，你们就在外面候着。说着就将穆潇潇拉了进去，然后将门紧紧关闭。吴姐，咱们当真不进去了吗？要不咱们就在外面等小姐？九皇子每次都在帮小姐，肯定颇对小姐不利的。东陵是知道九殿下对小姐有多情深意重的。曼舞看了看紧闭的门，想着自家小姐若是不愿，定是不会被九皇子牵着手走的。小姐自有主意，咱们就在外边候着吧。屋内的穆潇潇，他看着坐在一边闷声喝茶的纳兰月，觉得很不对劲。九皇子，您怎么了？纳兰月终于抬起头来，一双黑曜的眸子定定地盯着他。潇潇，离罗明玉远一点，他没安好心啊！今日来时的路上，我看到你跟那罗明玉聊得眉眼生笑，我怕你被骗了。九皇子，我都忘了这件事情了，您不提起，我倒还真不知道丞相府如今这般胆大，大街上也不收敛点。听着他话里话外，并没将罗明玉放在
心上的意思。纳兰月脸色瞬间好转，只是想到方才罗明玉恨不得眼睛都粘在潇潇的身上，纳兰月就有些火大。潇潇，今后看到罗明玉，你要离他远点，他这人不安好心。穆潇潇并没有察觉任何的不对劲，在他的印象中，九皇子当是十分不喜欢皇后太子一党的，毕竟当初夏贵妃的事情，怕是和皇后脱不了干系，因此他想也没想就直接打好。简单的一个字，却让纳兰月心情大好。见眼前这尊煞神终于正常了，穆潇潇才开口问道：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放心，纳兰林马上就回来。穆潇潇点了点头，将外面几个丫头叫了进来。东陵，开始给夏草换装。由夏草扮成穆潇潇的模样，引纳兰林前来。夏草身形和穆潇潇最像，且她会口技，万不得已时还能模仿她的声音。几个丫鬟接到穆潇潇的命令，就开始忙活了。这是闹哪一出？九皇子，等会儿咱们有一出大戏看了。看着小丫头一脸贼兮兮的模样，纳兰月宠溺的一笑，这丫头八成憋着什么坏水呢。这么好看，点个怎么样？音乐吧。大谈清楚了。回太子，查到了，五皇子去了弟子2号房。混账！这个老五竟然将所有人都骗了过去。纳兰林心中怒火中烧，一定要将幕府拉拢过来，想用卑劣的手段将属于他的东西抢走，也不看看他配不配。他赶紧带着飞刃就出去了，他要堵住穆潇潇，然后告诉他纳兰晨要暗算他。而另一边，弟子2号房，穆潇潇看着床上昏迷的纳兰晨，黑影，人带来了没？回小姐，打来了。说着，黑影就将人丢在了床上，随即他在两人嘴里一人塞了一粒药，悄然离去。这边的纳兰林已经带着飞刃出来了，就看见穆潇潇的身影往弟子2号房而去。若是让纳兰晨生米煮成了熟饭，那就一切都完了。急忙往那边走去，终于来到弟子2号房的门前，纳兰林却没有看到穆潇潇的身影。这个时候不见人影，难道是已经进去了？直接用脚踹开了房门。一进门，一阵阵低吼声传来，纳兰林气得脸色铁青。你们在干什么？床上的两人听到动静，终于清醒了过来。太子皇兄，你怎么来了？纳兰晨只以为被子里的人是穆潇潇，连忙用被子将他盖住了。看到他这个动作，纳兰林又是一气。我不来，还不知道你这好好的皇子，竟是在这里做荒唐之事。说着，他上前狠狠将被子掀开了。看清床上的女子是穆瑶瑶，两人都是一脸震惊。太子皇兄，你这是做什么？难道我连自己的未婚妻都碰不得吗？纳兰林还没有想清床上的人怎么不是穆潇潇，就被纳兰晨如此质问。为兄这是为你好，身为皇子也要顾着国家大事，不要整天想着这些儿女私情。那就多谢太子皇兄关心了。不过下次还请皇兄记得，这毕竟是臣弟的家事，瑶瑶终究是女子，受不得这份羞辱。纳兰林也自知理亏，淡淡的说道：我以后会注意的，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说着就快步离去。纳兰晨看着纳兰林远去的背影，眼底一片阴鸷，都是他坏了自己的好事。既然你不仁，那就休怪我不义了。回来了，是的，姨娘，女儿有些累了，先去休息了。莫瑶瑶一直折腾到现在，着实也有些累了。你这副样子回来，事情又是败了。娘，这件事怪不得我和殿下都是太子坏了我们的好事。莫瑶瑶将之前发生的事情一一道来。张渊没有说话，他本想利用幕府先壮大了纳兰晨的势力再说，怎奈这第一步就走得无比艰难，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穆潇潇怕是很快就对他起疑心了，他得另外想办法让瑶瑶早点进入未央宫。既然累了，就先去好好休息吧。早朝上，众位爱卿可还有事启奏？吴氏那边退朝了。礼部尚书李大人突然出列：启禀皇上，臣有事启奏，卷轴去把折子呈上来。奏折很快就到了皇上的手上，附带的还有一本账册。本身看到李大人出声，纳兰晨就有一股不好的预感，这礼部尚书是太子一党。待看到上面的一本账簿时，他更是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而上面的纳兰旭拿到奏折之后，越看脸色越阴沉。下手的重臣看到皇上如此脸色，都是一副胆战心惊的模样。孽障，你自己好好看看你自己做的事情。纳兰晨弯腰捡起，一看果真上面写着自己受贿之事，他顿时就跪倒在地。父皇明察，儿臣冤枉啊！你还敢喊冤？是不是要朕将证据甩在你脸上才肯承认？随即皇上又将手中的账册重重的甩过来。该死的纳兰林居然还留着后招，此刻不能再抵赖了，不然父皇更加反感。父皇，儿臣知错了，儿臣也是一时猪油蒙了心，求父皇责罚。他一脸惶恐，不停地告罪认
认错。皇上见到他这个态度，脸色好转了不少。本来朕令你年幼师母，也没有过多的束缚，如今将你养成这般性子，也是朕的过错。看着下面跪着的纳兰晨，他沉声说道：五皇子受贿8000两黄金，限期2个月之内补齐，罚俸5年，禁足半年，经此结果。回朝。这么好看，点个小姐订阅吧。奴婢还听说，今日皇上早朝上发了好大一通脾气呢。接着五皇子就被罚俸禄禁足了，此话当真，千真万确呢。今日外面都传开了，都说五皇子不知怎的，惹得圣上大怒呢。莫潇潇没有说话，他想到之前纳兰月说要给他们找些事做，当时他只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他动作这么快。潇潇，莫潇潇转过头，看见白景轩一蹦一跳的走了进来，身边还跟着莫子谦。哎，真是奇怪啊，你们两人怎么一起来的？潇潇，你若再这样，我就不来找你玩了。好好好，我不说了。二哥怎么也来了？我在门口刚好看到郡主过来了，就顺带带他进来了。将军府本郡主从小就来，熟悉的不得了，还需要你带路吗？也不知道谁小时候天天跟在我后面。穆子谦也不甘示弱，直接接了他的老底。哎呀，景轩，你消消气，我帮你说说二哥。随即他又转过头对着穆子谦说道：二哥啊，你说你也不知道认着点景轩。穆子谦见好就收，赶紧从袖中掏出了2个平安符，笑着说道：好了，不逗你了，这个拿着，这是我让娘去庙里帮你求的，护你平安的。随即他又不由分说的直接将平安符挂在了他的脖间。白景轩被他一系列的动作弄得有些愣怔，鼻尖传来一阵好闻的清香，白景轩耳尖都红了。一旁的穆潇潇也有些好笑，二哥定是心中担忧的，上次景轩遇刺，指不定他心里多心疼了。若是景轩嫁给二哥，当是最好的，就是不知景轩对二哥的感觉如何。二哥，怎么身为你妹妹的我没有吗？我怎么会忘记我亲爱的妹妹呢？这是你的，这是娘特意为你们求的，好好带着。景轩，上次给你送信上面那个字你认识吗？不认识。我上次不是给你回信了吗？出了点小意外，我没看到你的信。你可记得你有得罪过什么女人吗？对，景轩，你仔细想想看。说来也怪，他查了好久也没查出什么来。我已经不止一次的讲过这个问题了，但是你们也知道王府并没有其他女眷，外面我更加不可能得罪谁啊。着实是让人想不通的一件事。哎呀，算了算了，难得来一次，我们就不要想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了。潇潇，你知道吗？再过一段时间就是秋猎了。白景轩说到这个就眼睛放光，显得十分兴奋。潇潇，父王给我准备了一套奇装，真的好好看呢，我让他也给你准备了一份，开心吗？太开心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姨娘，您叫我来干什么？说罢，他打了个哈欠，明显一副没睡醒的样子。没等张姨娘说话，柳儿就带着大夫进来了。大夫，麻烦您帮他把个脉，看身体是否安好。钱大夫闻言也不做他想，直接开始诊脉。过了一会儿，钱大夫脸色变了又变。怎么样了，大夫？还没检查好吗？这小姐这是已有1个月的身孕。钱大夫有些战战兢兢，毕竟这是大宅院中的新密事情。你说的可是真的？回小姐，千真万确。张姨娘眼神示意了一下柳儿，只见柳儿上前塞给大夫一锭金子，一字一字说道：大夫，今日小姐只是感染了风寒，可知道？是，夫人小姐，这风寒不碍事，过几天就好了。那就有劳大夫了。柳儿，送大夫出去。带人都出去了。莫瑶瑶有些惊慌失措地说道：姨娘，这下可怎么办呢？你急什么？这个孩子来的正好将婚期提前了。若非如此，还得过2年你及笄了之后才能嫁过去。那照姨娘这么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好好养胎，找个合适的时间和五皇子说了这件事情，让他尽早请求皇上娶你进府。可是娘……莫瑶瑶话还没说完，张姨娘就摆摆手打断她：你放心，府中不会有人知道这件事，将来就算有人知道了，你和五皇子已有婚约，别人也说不得分毫。我会好好帮你安胎的，你只管安心等待入屋养宫即可。小姐，瑶宫院那边今日请了个大夫。大夫？是的，小姐，那个大夫走的时候神色匆匆，似乎在害怕什么。穆瑶瑶这几日在干什么？四小姐这几日不曾出院子。好，我知道了，你先去休息，他们有什么异动再告诉我。从目前来看，莫瑶瑶保不准已经怀孕了，这不难猜。看那大夫的样子，定是知晓了什么秘密。若不是病症，那就是穆瑶瑶有了身孕。张姨娘在帮她遮掩。一阵寒气袭来，她无声地叹了口气。明日是文府设宴，看到桌上的符帖，穆潇潇又是一阵头疼。户部尚书府的老夫人八十大寿，宴请四这么方。好看，点个订阅吧。星儿，好巧啊！哼，原本我还担心这个宴会无聊呢，看到你我就开心了。既是碰到了，那就咱们一起。潇潇，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大哥舒恒。穆潇潇抬眼望过去，和舒心一样，都是长得比较清俊秀美的类型。舒公子。舒恒倒是腼腆了一些，他红着脸说道：穆小姐有礼了。大哥，不若你先去那边，我稍后再来。行，那小妹你自己注意些。说完，他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潇潇，你每天在家干什么呢？我每天可无聊了，祖父天天逼着我看书，我都腻死了。舒恒一走，舒心明显活跃了许多。你祖父呢，那是为了你好呢。你看看我爹娘，都是让我自生自长，我现在可不就只会弄枪舞棒。潇潇，你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呢。我虽是阁老的孙女，但我真的不喜爱女孩子这些诗词歌赋，就喜欢你这样的。说这话时，双眼放光，似乎真的对那样的生活充满了憧憬。潇潇，你怎么没在娘身边待着？大哥，你怎么过来这边了？娘看你还没过去，让我来找找你。大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舒阁老的孙女舒心。舒小姐好啊。半晌没听到回声，发现舒心正瞪大眼睛看着穆子轩，竟是看呆了。心儿，我大哥在跟你打招呼呢。啊，大哥好。不，穆少将军有礼了。舒心终于回过了神，又有些懊恼，方才他这无礼的行为，不知道他看到了会不会厌恶自己。穆子轩望着眼前的女子，灵动可爱，倒是不同于以往见到的大家小姐一般呆板。舒小姐不必多礼，叫我子轩即可。穆少将军未免太过生分。舒心闻言，心中一阵窃喜。子轩哥哥。穆子轩明显一愣，想不到小姑娘还挺直爽的。也好，你和潇潇一般年纪，叫哥哥也未尝不可。穆子轩毕竟是男子，不宜在这里久留，没多久就离开了。心儿，你是喜欢我大哥吗？潇潇，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喜欢，我总是听说一些关于你哥哥的事情，那时候就很崇拜他。就在刚刚，他那样温柔的样子，我也觉得欢喜极了，见到他就很开心。穆潇潇无声地叹了口气，又是一个被大哥表象欺骗的少女。大哥看似温柔多情，实则这心是冰封千里。上一世，直到他死，大哥都从未有过心仪的姑娘。文府的景致布置得非常美，一路上很多稀奇古怪的花，大多都叫不上名字。穆潇潇走在其中，却觉得有些怪异的感觉。忽然，一阵轻呼声传来：“老夫人，您怎么了？不要想奴婢呀！来人呐！有没有人呐？救救我家老夫人啊！”丫鬟不停地叫唤呼救，却半天不见一个人。穆潇潇眉头紧锁，今日文府宴会，应当四处都有守卫才对，怎的半天换不来一个人？正当她要拉着舒心赶紧离开时，只见舒恒突然上前，蹲下身子开始查看起来。他拉着老妇的手把了个脉，又看了看她的眼睛和舌头。你家老夫人这是中毒的症状。什么？我家老夫人今天来得早，又说没什么胃口吃东西，只喝了一杯水，难道是那水有问题吗？舒恒并没有回答，他拿出一套银针插在了那老妇的穴位上。没过多久，老妇吐出了一口黑色的血。那丫鬟正准备说话，只见舒恒又掏出了一张方子。老夫人中的是很普通的毒，钩吻。刚刚我已经为她施针解毒了，再拿着这个药方去抓药，1天2次即可。多谢公子相救。说完，兀自搀扶着老妇就走了。穆潇潇看着二人离去的背影，一阵沉思。潇潇，你在看什么呢？没想到你哥哥有如此医术，当真是高明。穆小姐夸奖了，在下也是闲暇无事的时候喜欢钻研这些。潇潇，我大哥在太医院当差，他的医术师承怪老头，你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经常来我府上呀。怪老头，这可是位神医，只不过他脾气怪异，经常不知道跑去哪里了。可以啊，潇潇，那以后你就可以经常陪我玩了。此话一出，一旁的舒恒眼中也似有星光闪耀般开心。这边老妇人和丫鬟走到一个小木屋里面。主子，怎么样？试探出来没？回主子，穆潇潇并不懂医毒之类的，倒是他身边的那个男人医术很高明。年纪轻轻倒是个狐狸精，男人一个两个的都围着他转。下手的两人只垂耳听着，并不敢答话。这么好看，点穆潇潇个订阅吧。看着面前的一碗银耳莲子汤，是他爱喝的。这一桌的人似乎只有他一人喜爱银耳莲子汤，顾氏不喜爱，他是知道的。穆潇潇略微舀了一勺，放在自己碗中，只刚刚凑近鼻尖，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一股不寻常的味道。勾吻，这些人还真的是煞费苦心，是笃定了他不通毒术。穆潇潇将银耳送到嘴边，做出吞咽的动作，偷偷将汤汁洒到了手帕上。吃完过后，顾氏在一旁陪着夫人们聊天，穆潇潇兀自坐到了一旁。穆小姐，我家小姐有请。你家小姐是？穆小姐，奴婢的小姐，方才还与您一起走过来的。舒府的小姐，方才小姐着奴婢去马车中取一样东西，因此您只认得思思，不认识奴婢。既是如此，那你便前边带路吧。一路上，丫鬟将她带到了一个小木屋的门前。穆小姐，我家小姐就在里面。穆潇潇看着神色明显转变的小丫头，拿出玄冰，出手快准狠。要怪就怪你暗算，不该暗算的人。穆潇潇轻轻推开那扇竹门，
瞬间，一股怪味传来。他看着里面坐着的人，是你？屋内的人听到声响，悠悠的转过身，赫然就是文慧儿那张脸。看来瑶瑶说的果然没错，还当真不能小瞧了你。你把我的婢女怎么样了？温小姐，你用这等卑劣的手段将我叫来不说，还质问我这些，这就是文府的待客之道吗？待客之道？你是客人吗？你就是一个贱人！穆潇潇眉心打成了一个结，这一次见到的文慧儿和上次在宴会上的简直是判若两人。温小姐，不知你费尽心思的将我带到这里是要干什么？文慧儿没有说话，拍了拍手，立刻就有2个人抬着一个大缸走来。这个文慧儿真的是文慧儿吗？干什么？自然是请你和我的这些老朋友来玩一玩了。目光放在大缸处，各式各样的毒物。文小姐虽说与瑶瑶交好，不太喜欢我，但是瑶瑶也从来没想过要我这个姐姐死。不知道文小姐今日之举何意呢？为什么？因为你该死！穆潇潇看着这个兀自发疯的女人，她的眼底除了无尽的疯狂，还有深深的恨意。前世今生的经历加起来，都让她想不清这恨从何而起。把她给我脱光衣服，扔进去！只见那2个死士直奔穆潇潇而来。穆潇潇看着面前疯狂的一幕，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你不是中毒了吗？为什么还能运动？废物，都是废物！他无比惊恐地望着慢慢走近的穆潇潇。不好意思啊，你给我送的毒我没用，不过现在我送给你的，你就必须要收好了。他素手轻扬，将大缸内最毒的几条蛇卷起，随后直接甩到了文慧儿的脸上。听着，无论你是真的听信了穆瑶瑶想杀我，还是拿她当借口，我都会查清你的底细。穆潇潇对着虚空吩咐道：“等他一会儿半死不活的时候，再将蛇挑开。”穆潇潇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主屋。穆潇潇心头有些沉重，为什么重生归来之后，好多事情都不在之前的发展轨迹之中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主子，文府的小姐想要杀害穆小姐，被小姐自己解决了。我们没想让小姐亲自动手的，只是被小姐阻止了。她发现你们了。主子，上一次她吹哨找你的时候，就发现了我们的存在。他发现了，并没有赶走他们。纳兰月嘴角扬起一抹温柔的笑，而此时凌寒和凌雨2人却是在挤眉弄眼，似乎是在推脱什么事情。你们俩是再这样，那就以后都不要说话了。主子，舒府公子今日和穆小姐说话了，并且2人约好，今后穆小姐都去舒府走动，探讨医术。凌寒瞪了他一眼，赶紧解释道：“主子，不是约好，是舒小姐说舒公子师承怪老头，穆小姐这才起了心思，今后去舒府学习一下医术的。”听完凌寒的话，纳兰月的心中总算好受很多。凌寒，去告诉安姨，务必这个月内找到怪老头，然后告诉他，我愿意给他七彩灵芝，条件是收潇潇为弟子。主子，这……凌寒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纳兰月挥手挡住了。斯人已逝，母妃若还在世上，定是也会同意我这样做的。那颗七彩灵芝是贵妃娘娘留下来的，这么多年主子也没舍得用掉。虽然她身上的毒素如今已经完全清除了，但是作为补品，七彩灵芝也是不可多得的神药，不然那怪老头也不会这么多年都想方设法的想让主子将七彩灵芝给他了。去吧，按照我说的做。是，主子。小乔，这几日不见，可想我了？九皇子，我们前几日才见的面啊，你知道文府的所有事情吗？文府？你怀疑什么？我怀疑现在的文慧儿不是真正的文慧儿。小乔，文慧儿有一种怪病，人们说她时常会有2副不同性格的面孔。文慧儿在6岁的时候被人贩子拐卖了，后来找回来的之后就有了这种怪病，时不时的在大庭广众之下发疯。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什么他在京中却完全不知晓？这件事毕竟也算是文府的家丑，若不是亲眼所见的人，都是不知道的。因为父皇怜惜文尚书，直接下令众人不许谈论此事。怎么样，没伤着吧？伤倒是没伤着，只不过就是这件事太过怪异了。如今听你这么说，倒是能解释得通了。实际上，穆潇潇依然觉得匪夷所思。好了，不用想太多了，你放心，一切有我。若你还是不放心，我派人去盯着他，可好？他从前一直以为九皇子是最为冷漠无情的，如今证明倒是他大错特错。一阵喷嚏声打破了2人之间微妙的气氛，他不声不响地转过身走进里屋，似乎在翻找着什么东西。没过多久，穆潇潇便拿出一个小瓷瓶，轻声说道：“这个呢是治风寒的药丸，你赶紧吃了。”潇潇在关心他了。小乔，你可否现在打开喂我一颗？穆潇潇看着他忽闪忽闪的眸子，拒绝的话到了嘴边又被他咽了下去，从里面倒出一颗递到纳兰月的嘴边。纳兰月微微张嘴，将药丸含进了嘴里，直到手指间温热的感觉传来，他恼怒万分地叫道：“纳兰月！”而一边偷吃成功的纳兰月满脸笑意：“小乔，这就对了，今后就叫我名字，九皇子叫着太生疏了。”说完，不等穆潇潇说话，又兀自在他耳边轻语：“早点休息。”做完这一系列动作，他嘴角轻扬，从窗边跳了出去，留下穆潇潇在那儿一片混沌，既羞又恼。这么好看，
点个订阅吧。哎，真是奇怪啊！你那个庶妹平日里不是最喜欢跟着你参加这些宴会的吗？怎的今日没跟着来啊？早上呢，她跟我娘说身子不舒服，就没有出来。看来穆瑶瑶这婚事应该是快了，亲手将两人提前撮合到了一起。真想知道他们最后会是怎样的鸡飞狗跳的生活。哎，景轩，你不会是还想骑马吧？这是没有摔怕？从小到大，只要骑到马背上，无论别人怎么护着他，他总有办法从马背上摔下来，这也是穆潇潇十分费解的事情。哎呀，潇潇，咱们就再试一次嘛，就这一次啊，万一成功了呢？看着穆潇潇还是无动于衷的样子，白景轩开始耍赖皮了。潇潇，你今日若不教我，那我就哭给你看。白景轩，你现在呢，要是哭不出来，我就打得你哭。他立即就瘪了瘪嘴巴，做事就要哭出来了。啊，行了，我的小祖宗，去啊，咱去骑马，成不？潇潇，就知道你最好了。先说好啊，一切得听我的指挥，不然等一会儿摔下来伤着哪里了，成王还不得心疼死了？我绝对服从命令。两人随即走到马棚那儿，挑了两匹马。潇潇，你也在这儿？星儿，好巧啊！说完，他指了指身边的白景轩，说道：“这位呢是成王府的小郡主白景轩，郡主万安。今后呀，莫要如此见外。这是潇潇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了。潇潇，郡主啊，你们是准备骑马吗？是呀，要一起吗？好啊！”三人很快牵着马匹就出去了。星儿，你骑术如何？勉强是能够骑的，就是骑术不精。星儿，等会儿我叫景轩骑马，你在一边护着，可好？当然可以啊。穆潇潇好不容易安排白景轩上了马，那马不知怎的发疯似的往前跑了去，他来不及多想，直接上马开始追赶那匹疯了的马。身后的舒心人都傻了，呆愣片刻后，立马转身去喊人过来。穆潇潇越来越心急，景轩的那匹马明显是受了刺激，此刻是在横冲直撞。望着前方，穆潇潇心一横，准备直接用绫罗将景轩拉回来试试看。还没等他有所动作，只见一袭白衣的穆子谦飞驰而过，一个闪身直接将白景轩拥入怀中，随即两人重重的倒地。穆潇潇赶紧下马，冲着穆子谦说道：“二哥，你先将景轩抱去，给他一看看。”潇潇，你怎么样？没事吧？穆子谦有些担忧的看着他，只是想到后面的两人，算了，有他在，潇潇自是无事的。他抱起已经吓坏了的白景轩，说道：“潇潇，那我就先过去了。”两人进入帐内，没想到成王也在。穆潇潇微微躬身行了一礼：“小小丫头，如今长大了，倒是越发见外了。小时候还伯父的叫，现在见面还学会行礼了。王爷，如今该有的礼节还是不能废的。”身后的纳兰月也微微向他颔首。王爷看到纳兰月，成王也显得十分惊讶，他笑着点了点头。穆潇潇这才走进里边，发现自家二哥还在这儿。二哥，他怎么样了？倒是没受什么伤，就是受了些惊吓，刚刚睡着。二哥啊，你一个男子在一个女子内室待太久，对他的名声终究是不好的。潇潇，二哥这是太担心他了。穆潇潇没再说话，倒是穆子谦有些小声的嘀咕道：“嫁不出去更好，就没人把他抢走了。”穆潇潇来到外室，看着有些担忧的成王，说道：“王爷，上一次景轩就经历过一次刺杀，可是那个人到现在都没有查出来。这一次我很确定，那匹马是被人动了手脚，才突然发疯的。”他刚刚进来之前，与纳兰月查探了一番，马屁股那儿的一个穴位明显被针刺了一下。这丫头怎么一次也没在我面前提过？我想景轩也是不想让王爷担心吧。小丫头，你放心，我会处理好这些事情，会让人去查的。今日多谢你们救了景轩一命，王爷这是客气了。景轩我们是看着长大的，自然不会让他被人欺负了去。他看着穆子谦的眼神满是赞叹。几人从营帐里出来，就碰到了熟人。哟，穆潇潇，怎么刚刚不是大庭广众之下没羞没臊的纠缠我九弟，怎么现在这会儿脚倒是能走了？穆潇潇抬眼看向对面，文慧儿这么多天不见，她从穆瑶瑶的闺蜜变成了八公主的跟班。八皇姐，上次父皇的训斥你就忘记了？若是再让我看到八皇姐再如此口无遮拦、毫无教养、随口侮辱人，那我就向父皇建议一下，看你这张嘴是不是长得多余了？不要也罢。纳兰言闻言，隐隐有些后怕，在这个宫中都比不过那个已经死去的夏贵妃，所以对于九皇帝的话，父皇向来是言听计从。穆潇潇倒是见了礼，慢慢走上前。纳兰言还以为他要动手，哪知穆潇潇看都没看他，转而看向一边的文慧儿，谦逊地说道：“文小姐，好久不见。穆小姐，前几日在我府上的事情，请勿见怪。”他凑近穆潇潇，小声说道：“我自小就有那种随时会发狂的怪病，没曾想那日宴会竟然你碰上了。”文小姐说笑了，回去之后呢，家父听闻这件事，也向我说明了缘由，我自是不会怪你的。随即他又凑近文慧儿的耳边，轻轻说道：“希望文小姐的病症早日好转。”说完，一脸笑意的离开了。
由于秋吧。猎是皇家非常重要的活动，皇上特意让进了族的2位皇子也出来了。纳兰晨整个人看着更加阴沉了。纳兰后如今也是一言不发，似乎也安定了不少。穆萧萧冷笑，等着他一步一步的将这些豺狼虎豹的狠毒心思一一暴露在阳光下。潇潇，郡主昨日怎样了？我昨天被吓傻了。你们走了以后，我就去喊人了，还好当时碰见了穆家2公子和9皇子呢。无碍的，他只是受了点惊吓，你不用担心。那就好。皇子们的骑射比试就要开始了。潇潇，你看我表哥也来了。穆萧萧随着他的目光看去，确实看见了难得一见的6皇子。一旁的纳兰月不满地看了一眼舒心，又看穆萧萧正在打量着纳兰锦，轻轻咳了一声。穆萧萧终是收回目光，皱眉看着身边的人，有些不解。纳兰月，怎么他们都上去了，你还站在这儿啊？小小，你想让我去比试吗？想啊，不若让我看看9皇子的骑射如何？好，那我就去比试一番。说完转身就走了。穆萧萧有些呆愣，这么听话吗？倒是一旁的舒心看出了一些端倪，看这个样子4家大哥估计是没戏了。一边的纳兰锦看到走过来的纳兰月，挑了挑眉，什么风把你这尊大佛吹来了？你不是从来都不屑比这些的吗？你太闲了，不然下个月换你去西北游玩。纳兰锦赶紧闭了嘴。上手的皇上也是有些惊讶，月儿怎么也来了？他刚刚似乎是从潇潇那儿走过来的。皇上心中欣慰极了，这个木头儿子终于懂得要讨美人的欢心了。想着想着，纳兰旭就越兴奋。皇上注意形象，形象！终于记起自己的身份，赶紧正襟危坐。你说每年都是这些玩意儿，他们难道不知道你是个变态，什么都会吗？你一站在这儿，你让其他人怎么活？那你为何还要来？他也不想来的好吧？还不是母妃装病将他骗回来的。潇潇，你这是在担心9皇子吗？潇潇，你不用担心的，我听大哥说过啊，9皇子的骑射都是极好的。你大哥他和9皇子很熟吗？对啊，大哥是太医院的太医，会经常去9皇子的朝阳宫呢。穆萧萧也没再多想，毕竟他武功那么高，这些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不在话下的。潇潇，你快看，已经开始了。穆萧萧随即也看了过去，皇子们都已经上马准备好，只等开始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击鼓开始，太子一行人已经在奋力发箭了。纳兰月始终未动，那边纳兰晨看着，露出一抹嘲讽的笑。再怎么得父皇的喜爱，没有一个好的身子也是白搭。他重重地拉起弓箭，射出一箭，正中靶心。他嘴角微扬，有些不耻地看着纳兰月。直到击到第6鼓的时候，纳兰月还是没有动。周围已经有人开始议论纷纷了。怎么回事？9皇子怎么还没动手？该不是不会吧？我说9皇帝，你该不会是空长了副好看的脸，这些基本的本事都没学会吧？只见全公公高声叫了一声肃静。皇上冰冷的眼刀子向纳兰岩的方向射过去，瞬间所有人都噤了声。坐在上面的皇上紧紧皱着眉，月儿在干什么？身后的皇后内心却早已开始嗤笑，贱人的儿子又怎么会比他的儿子优秀？穆萧萧站在那儿不动声色，心内却也是有些着急。小姐放心，殿下骑射了得，不碍事的。穆萧萧闻言稍稍放下了心，面上却又有些挂不住。他表现的有这么明显吗？第6鼓响起，纳兰月缓缓举起手中的弓箭，箭也离弦而去。每一次鼓响，纳兰月就拉一次弓，一次又一次，鼓声停止，都不敢置信地看着纳兰月。3箭连发，最恐怖的是都正中靶心。太子一行人脸都黑得不能再黑了，这个病秧子居然隐藏着这么好的身手。第1局射箭，太子10发7中，3皇子10发8中，5皇子10发8中，6皇子9发5中，9皇子12发全中。接下来就是第2项比试了。裁判官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了。很快一炷香的时间就快过去了，皇子们也都陆续快要回来了。偏偏远处的身影中，穆萧萧还没有看到纳兰月。不过这一次他倒没有过多的担心，眼看距离起点越来越近，还不见纳兰月的身影。此时领头的是纳兰浩，那得意的神情似乎胜券在握。就在周围的人都以为3皇子即将取胜之时，一抹淡蓝色的身影疾驰而来，飞快地回到了起点。第2局骑术，9皇子最先回到这里，骑射比试，9皇子得胜。此时纳兰月已经下马，只见他怀中抱了一只小兔子，难怪刚刚9皇子那么晚才来，感情是捉兔子去了。这一炷香的功夫，9皇子是来去一趟，中途还活捉了一只兔子。9皇帝，恭喜！没想到你才是最得父皇真传的，多谢5皇兄。也不知他在哪儿寻的一只笼子，将兔子放进去之后，献宝似的向穆萧萧走去。原本要开口封赏的皇上一下子就住了嘴。穆萧萧看着纳兰月走过来，心中倒放松了不少。恭喜你，萧萧，这是送给你的。穆萧萧低下头，指着笼子里的兔子问道：你来那么晚，就是为了抓它送给我？活捉它可真不简单，我差点就赶不上比赛了。谢谢你，纳兰月。不远处的皇上看着此景，两眼弯弯，别提多开心了。倒是一旁的穆世杰心中有些打鼓，这9皇子是什么意思？
这边的比试进行得如火如荼，另一边的将军府却是不太平。张姨娘收拾完毕，正准备休息，桌上烛火一暗，从床上爬起来，暗暗运气，却又猛然想起自己武功早已废了。你来干什么？怎么在这幕府待久了，真把自己当成张姨娘了？哼，我是谁，不用你来提醒，有事快说。为何这么久了，穆潇潇和纳兰晨还没有结果？你当的穆潇潇是个傻的？若不是我命大，已经死过好几回了。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穆潇潇可是在我身边安插了人在监视的。我倒真没有想到，几年过去了，你的性子倒是越发没有当年的那股嚣张劲儿。那你准备怎么办？别忘了你还有任务。我做什么不用你提醒，我计划有变。瑶瑶马上就要进入未央宫了，有她带着纳兰晨，我们也一样能成功。你竟然连自己的亲生女儿都利用！利用她，是她自己不知检点，患了野种，你敢杀了我？我此刻不杀你，事情要是失败了，你一样得死。这就不劳你费心了，你只管回去复命，随时等着我的通知，我自会将事情安排妥当的。终究是从怀中掏出一个药瓶放在了桌上，没再多看他一眼，便走了。夏草看了看笼子里的那一小只，突然就有些苦恼，该怎么叫它？小姐啊，这只兔子好可爱啊，取个什么名字好呢？想到某人有些欠揍的脸，就叫它奈奈吧。奈奈，好听呀，小姐。夏草一脸兴奋地逗弄着那团毛茸茸的小东西。营帐外响起了号角声，穆潇潇缓缓起身，对着两个丫鬟说道：“东西收拾好，我们准备启程回去吧。”也不知道家里怎么样了，家里还有黑岩他们盯着，想那张渊是翻不出浪来的。潇潇，昨日九皇子怎么想着送兔子给你呢？娘，您也知道啊，九皇子那样的人做什么都是不容他人智慧的，谁知道他是不是看上了咱们幕府的势力，故意讨好咱们呢？这个孩子不是这样的人。再者说了，皇上最是喜爱他，想要什么他要不到啊。他就是这个孩子根本是不想要这些的。原本他就是为了不让娘亲多想才说的刚才那番话，怎么听娘亲这意思，很了解纳兰月。娘，您为何如此确定啊？真不知你这丫头，这也还没多大呢，小时候的事情就全然不记得了。那个时候我还时常带着你去往宫中的晴芳宫，你还只有2岁，就跟在月儿身后叫他月哥哥。当时我和晴岚还商量着要不要给你们2个定个娃娃亲呢。月儿这孩子的心性如何，我是知道的，他没有那些个坏心思，不喜欢的他是不会看一眼的。依娘看呀，他8成是喜欢上你了。你是娘的宝贝女儿，娘只希望你今后能够过得幸福。小小，月儿是个好的，只是她的身体，娘也不知到底是什么情况。身体，娘，我昨天也听到有人说她体弱多病，究竟怎么回事啊？我也不是太清楚。自从兰儿去世之后，她的身体就一直不好，皇上就将她养在相国寺的圆空大师那儿。这几年呢，也没有回皇宫，直到今年她才回宫的。顾氏看着自家女儿的神情，心下便有些了然。穆潇潇也沉默了，她有些替夏贵妃惋惜，又有些心疼纳兰月。想必小小年纪的她也是遭了不少磨难的。月哥哥，她小时候真的这样叫过她。想到那天纳兰月要她叫她月哥哥，她的脸不禁微微发红。九皇帝，你这是要准备去哪儿？你是哪只眼睛看到我要出去？你这剑每天都要给它擦一遍，有那么脏？你要是闲得慌，我可以建议贵妃娘娘多给你相看几位小姐。九皇帝，好歹你也好久没见到我了，怎么一见面就要害我？你最好保证接下来要说的话是有用的，不然还有更伤害的等着你。现在那些人都巴不得你早点死，你倒好，如今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人家我没病了，看来杀我吗？反正这些事也瞒不了多久，他们早晚都会知道我身上毒素全清，没有任何问题了。总归是你过早暴露了，这段时间怕是没有安逸日子。六皇兄，当年的账我早就想算一算了，来了更好，不然我还要费些心思请他们了。你自己多注意些。纳兰月点了点头。你们都在。舒恒走进来就看见了2人，他倒是没有行礼，3人关系一直都很好。哎呀，你终于来了，这个冰坨子我都快受不了了。九皇子，我人都来了，您这尊大佛好歹也要配合一下大夫吧？怎么了？他不是前段时间就已经好了吗？再替他复查一番。纳兰月伸出手，任由舒恒摆弄。你这身体都全好了，完全没有任何余毒了。你确定你没有吃什么灵丹妙药？他实在不明白，为什么他研究了5、6年的毒，连师傅都没有办法解的毒，是怎么做到在一息之间全都自个儿消失不见的？这个话你已经问了好几遍，我确定没有吃什么灵丹妙药，我吃的东西还不都是你跟那老头配置的？我说你这身体是好了，能不能别急着折腾？你这中毒也有7年了，大补的东西你身体也没有受过，还需要好好调养一段时间。你还说呢？我就说一向淡泊名利的九皇子，怎的想起比试来了？原来是要博美人欢心呢。这2天他又是射箭又是骑马的，还猎了只兔子，都是为了那个小姑娘。哦，不知能让我们九殿下放在心上的是何等角色？说了这丫头你也应当认识，我当时看表妹还和她在一起呢，幕府3小姐穆潇潇。此话一出，舒恒愣住了。纳兰锦似乎没有意识到气氛不对，继续说道：人人都说幕府3小姐生的是倾城之姿，
子，昨日一见，当真是位绝色难求的佳人。九皇子喜欢穆潇潇，他神色复杂地看向纳兰月，发现对方也在看他，那双黑曜的眼睛中全是势在必得和一丝丝的警告意味。警告？他看出自己的心思了。舒恒忽然觉得喉咙干涩的紧，扔下一句我还有事，就急匆匆地走了。我还没说完呢。纳兰锦有些纳闷儿，走那么快干嘛？有鬼在追他？月光下，一个人影突然飞起，朝着穆潇潇袭击过来。不愧是穆世杰的女儿，倒真是虎父无犬女啊！你到底是何人？没想到那小子对你倒真的是情深意重，玄冰如此重要的东西都给你了。你认识纳兰月？丫头，老夫这来了也有大半日了，还不请老夫喝杯茶？您是？对方还未说话，就被一个掌风拍到一边。好你个小子，老夫千里迢迢来这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谁让你深更半夜的跑过来吓人的？纳兰月嫌弃的看了看他，复又走到穆潇潇的面前，轻声问道：潇潇，你没事吧？穆潇潇摇了摇头，疑惑不解的看着那人。潇潇，他就是怪老头，今后你不必去舒服找舒恒了，直接拜怪老头为师。纳兰月，你真是太棒了，怎么找到他的呀？纳兰月低头看着衣袖上那双小小的手，心中柔软极了。先前听舒恒说你喜爱医术，我就将这个老头找来的。谢谢你，纳兰月。他走上前，微微行了一礼。前辈久仰大名，潇潇刚刚不知，还望前辈不要怪罪。你倒是比那臭小子好多了。臭小子脾气那么差，丫头，你可别轻易被他骗了去。行了，老头，赶紧的，现在就开始祈求拜师。丫头，老头我今日出门匆忙，也没带多少东西，你先将这些药材认一认，看是否识得。穆潇潇挑了挑眉，这是在考验他。他缓缓坐下来，开始仔细辨认起面前的这些药材：苏叶、白薇、半夏、当归、怀香，一个一个说起来毫不费劲。怪老头见状，眼中金光闪现，看来这一趟倒是没有白跑。半晌之后，穆潇潇已经将药材全部辨认完毕。丫头，你之前有了解过这些？不瞒您说，在您来之前呢，我一直都是自个儿在钻研，只是无人指点，也只能看看医书，认识药材了。你这丫头确实是有天赋，当真是聪明的很呐。前辈太高看我了。怪老头看着穆潇潇，越看越满意。还叫什么前辈？这是嫌弃我这师傅没有带什么礼物给你？师傅在上，请受徒儿一拜。你这丫头真将穆世杰那圆滑的本领学了个10成10。行了，老头，时间不早了，你也赶紧回去睡吧。怎么赶我走？你怎么不走呢？还不待纳兰月说话，他又兀自从怀中掏出2本书递给穆潇潇。丫头，这几日你先将这本书看完，过几日我要考你针法的。至于这一本，为师就将它交给你了，你要将它看完。过一段时日，我也要来考你用法用量的。师傅啊，这……穆潇潇看着手中的五毒卷，大为震惊，却又不得不说，真是太对他胃口了。你那个师兄对医术执念很深，脑子里装的都是悬壶济世，这五毒卷给了他，怕是也不大适用的。不过医毒本就一家，你天赋异禀，自当会运用的更好。为师希望你永远不要忘记身为一名大夫的使命。徒儿谨记师傅教诲。行了，老夫也不在这碍人眼了，先走了。说完转身就要走。丫头，这小子蔫坏的，你可不能轻易答应了他。忽然丢下一句话，就不见了踪影。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师傅经常这样，像个小孩子一般吗？潇潇，你不用管他，他就是越老越没个正形。你是怎么找到他的？我从小就经常受他的照顾，认识他这么多年了，自然是知道该去哪儿找他的。说到这儿，他的目光中似乎多了几分悲伤。不说他了，你现在这个时候怎么过来了？只见方才还是低气压的纳兰月，此刻目光灼灼地看着他，将手中的红豆簪拿了出来，小心翼翼地问道：潇潇，这个好看吗？伸手拿起他手上的红豆簪，仔细端详起来。只见那簪子通体白玉色，簪头一朵雪莲，雪莲的花心竟是一颗小小的红豆。纳兰月，你这是在哪一家买的？当真是独特。他缓缓走近，从他手中拿过簪子，伸手将红豆簪插进了他的发间。潇潇，这是我亲自做的，你喜欢吗？这个样式我想了很久，你这样的艳丽无双，那些簪子和你比起来都太普通了。果然这个很不错，和你的气质相得益彰。这是你亲手做的？纳兰月点了点头，有些不依不饶地问道：潇潇，你喜欢吗？他不是一个感情迟钝的人，他喜欢吗？自是喜欢的。娘说纳兰月喜欢他，师傅也说纳兰月在意他，那他呢？穆潇潇感受着自己紊乱的心跳，他知道自己动心了，他有些心烦意乱。他明知道他和纳兰晨不同，又没有勇气再来一次。纳兰月，簪子很好看，我也很喜欢，但是你……穆潇潇脑子轰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突然间，他的呼吸就被夺了过去。纳兰月灼热的气息扑面而来，温润炽热的唇紧紧压迫着他的唇畔，唇齿之间都是他的味道。穆潇潇又羞又恼，他
他双手捶打着纳兰月的胸口，奋力挣扎着。良久，纳兰月终于松开了他的唇，将他紧紧箍在怀中。小小，我本来不想这么快的，偏偏你不敢面对自己的感情。你明明已经对我动心了，不要害怕，我就是我，你的月哥哥，不是任何其他的人。你害怕会受到的伤害，永远都不会有。你是我从小到大的执念，我不想再失去你，我等不及了，只想无时无刻都在你身边陪伴你。小小，答应我好不好？语气中尽是低低的恳求。穆潇潇心中五味杂陈，感受到耳边他有些颤抖的身子，穆潇潇不可遏制的心疼了。他竟不知，原来以为再不会触碰情爱的自己，早已经对他心动至此了。这么好看，点个你音乐吧。怎么还是老样子？就这么自信我一定会来找你？里面的人显然已经沏好了茶在等他。怎么，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终于要承认长得不如我英俊了？哼，你还知道回来？江一涵有些心虚的低下头，当初不告而别确实是他的错。刚见面别这样板着一张脸，不得不说你还真是生了个好女儿。我的女儿自然是好的。哎，此次回来你有何打算？我能有什么打算？不过是过一天算一天罢了。是月儿让我回来的，她让你回来的。我说师姐，你能不能不要一天到晚只知道打仗？女儿都要被拐跑了还不知道？月儿这个没良心的小子，小时候对她多好，如今长大了有了喜欢的姑娘了，就使劲的糟蹋我。这小子听说你家丫头喜爱医术，就让人快马加鞭的让人给我送信催我回来，甚至还不惜要将七彩灵芝给我。你也知道兰儿的东西她向来护得紧，只怕心尖子都是你家这丫头啊。看来你这丫头怕是要被她迷了去喽。穆世杰脸上是青一阵红一阵的。你现在老实告诉我，月儿这孩子身体状况如今到底怎么样？江一涵一愣，显然没想到他第一句话竟是问这个。你放心，月儿身上的毒全都解了，她现在身体余毒全清，康健得很。此话当真？我骗你干什么？她现在的身子没有一点问题，你尽可放心。穆世杰闻言心下就安心多了。月儿这个孩子品行心性如何他是知道的，若说他心中在意潇潇，愿意好好待他，潇潇心中也有他，他们做父母的总也是欢喜的。你别担心，月儿这孩子和兰儿一般，性子倔得很，他认定的人自然会对他一心一意的。那你呢？这么多年还是一个人，我不像你这样好的运气，能碰到和你两情相悦的女子，你不去看看呢？不去了。如今月儿也这般大了，若是他能将月儿安抚好，我也就没有什么说的了。如若不然，我不介意拼了这条命为兰儿讨个公道。穆世杰叹了口气，怎么会闹到这般地步？都是执念呢。瑶瑶，你这肚子眼见就快有2个月了，五皇子知道吗？他知道了，说这2日就会恳请皇上选个日子纳我入未央宫。张姨娘看着穆瑶瑶一脸幸福的笑意，忽然觉得有些刺眼。这个孩子原本应该是她最为期待的，想到那个人，她眼中闪着诡异的笑。瑶瑶，你进来一下，我有话要跟你说。随着张姨娘进入了内室，有些话我原本是不想与你说的，如今你也要出嫁了，这些话我就是不得不说了。姨娘，什么话？你说。瑶瑶，我一直都不敢告诉你，你原本就不是穆府的女儿，你的亲生父亲也不是老爷。穆瑶瑶的脑子瞬间有些转不过弯来了。你的生父是个英姿焕发、智勇双全的世间好男子，你虽不是穆府的正经小姐，真正的身份却也是让人高不可攀的。姨娘，那怎么会在这儿啊？我生父是谁呢？张姨娘眸光闪了闪，有些不自然地说道：我当时怀着你还只有1个月，就被穆将军抢回了家，我屡次要逃跑，都被他的人抓了回来。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我也就停止了挣扎，安心在这穆府做一个姨娘。姨娘，按照你这么说，爹应该是很宠爱您才是。他刚刚将我抢回府中的时候，是将我捧在手心宠爱的，只是我从来没有给他过好脸色，久而久之，他也就对我失去了兴趣。听到这番话，穆瑶瑶倒是有些相信的。从她记事起，印象中的姨娘确实从来没有争过宠，那个人她叫了10几年的爹，如今却是她的仇人。姨娘，穆将军是不是知道我不是他的女儿？不然怎么一点都不疼爱她呢？他不知道，我做了些手脚，让大夫将怀孕时期往后推了1个月。你生父的真正身份很尊贵，我现在还不能说，避免有心人拿着大做文章。只是如今我们母女处境艰难，你要按照为娘的话来做，5日我们就能回去了。穆瑶瑶被这番话打动了，若是有一个出身高的娘家，日后就算是做皇后也不是不可以的。姨娘，你说我应该怎么做？张姨娘凑过来，贴在她的耳朵处轻声耳语：瑶瑶，你记住我刚刚说的话了吗？娘，您说要我尽力帮5皇子夺位，我行吗？当然行，他想要的钱财、士兵这些方面的支持，你的生父都能给他。娶了你，也不亚于娶了穆潇潇。张姨娘的这句话彻底点燃了她心里的一团火。姨娘刚刚跟你说的那个人，你也要注意些，就是因为他，咱们母女如今算是被困在这儿了，找机会杀了他，就没人能阻止我们回去了。当然，任何事情你都是可以吩咐他的。等他送信回去，拿到了咱们需要的那
那些势力支持，你再动手也不迟。他一面高兴于自己的身世并不简单，一面又将整个幕府和那个人恨到了骨子里。一边的张姨娘看着他的神色，露出了一抹诡异的笑容。点个订阅吧。皇子求见。皇上皱了皱眉，这个时候来，莫不是有什么事？选马，父皇，儿臣想早日纳幕府的三小姐入未央宫，恳请父皇挑选一个黄道吉日。倒是皇上一愣，一时还没反应过来。皇上就是那位穆瑶瑶小姐。哦，这么一说，他倒是想起来了。朕不是说过，等他及笄之后再过门吗？原本是你二人做下了丑事，朕不得已当场给你们赐婚，也算是全了皇家和幕府的脸面。父皇，儿臣有错，穆三小姐她怀孕了。皇上有些头疼，他不禁认真地看了看这个儿子。你可是真的喜欢她？回父皇，儿臣是真心喜欢瑶瑶的。皇上眼中晦暗不明，半晌之后，他淡淡说道：行了，你先回去吧，朕这几天会和穆将军商量一下时间的。谢父皇。看着他远去的背影，皇上眼中满是冰冷之色。赶紧去将世杰给我叫过来。不一会儿，穆世杰就来了。皇上，行了，这就咱们俩人，别来这些了。你可知道刚刚晨儿过来说什么了？他说穆瑶瑶怀孕了。我问你，可是真的？内院之事一直都是青儿在打理，这件事他应当会知道的。实际上，顾青也不一定知道，他们就没有怎么管过穆瑶瑶。如今都准备的怎么样？一句没头没脑的话，穆世杰却是知道他在问什么。皇上放心，一切顺利。只是五皇子这个时候求娶，臣有些拿捏不住。你这个老东西，如今说话真是越发拐弯抹角。放心，他若不做什么最好，若真是在肖想不该肖想的东西，绝不会留着他。看着皇上这样的态度，穆世杰心下也稍安，至少有了皇上的支持，他做起事来才不会束手束脚。祖母啊，哎呦，你慢点，你这小泼猴多大了，也不知道稳重一些。祖母啊，潇潇又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红豆饼，不过这次呢量不多，这都是甜食，为了身体健康，祖母是不可贪食的哦。祖母的潇潇如今是知道心疼祖母了，我是日日都将祖母放在心上呢。潇潇，明日呢随祖母进宫去看看太后。他想了想，太后如今应该和七公主在青城山吧？是呀，她今日就回宫了，刚刚给我传来的口谕，说要我明日带你入宫去叙叙旧呢。本来昨晚呢就想让你过来的，终归你我都不再是当年的姑娘家，礼法还是不能罔顾的。臣女请太后娘娘万安。潇潇啊，哀家也才1年没见着你，还怪想你这丫头的。咱们的潇潇当真是越来越漂亮了。哈哈。太后，您可别再夸她了，这小泼猴呀，真是七公主一半都赶不上呢。此次啊，就咱们2人叙旧，我也没带青儿过来，我自是知晓的。倩倩，你带潇潇出去转转。纳兰谦立刻明白，皇祖母这是有话要单独和穆老夫人说。2人很快出去了，将空间留给了殿内的人。穆府瑶光院，穆瑶瑶终于在这条小路上等到了想要见的人。这是给姐姐做的鸡汤，真香啊！穆瑶瑶看着一脸戒备的空儿，笑了笑，继续说道：不用如此紧张，你这丫头倒是对姐姐忠心的很。可惜呀，这么忠心的丫鬟，姐姐却不知道珍惜。说你是我的丫鬟，定不会让你如此为难的。奴婢不知四小姐在说什么。小姐估摸着也快回来了，这鸡汤等会儿还要热一热的。四小姐，奴婢就先告退了。你父亲天天赌博，不管你们姐弟，每天对你母亲非打即骂，如今还要拿你去还赌债。空儿啊，这么大的困难，你怎么也不说出来呢？空儿听到他的话，内心不安极了。四小姐，我不是故意的，您放心，我不会让我爹到幕府来闹事，辱没幕府名声的，我能帮你。穆潇潇和纳兰谦出来之后，就在永寿宫附近逛了逛。穆潇潇有些心不在焉，朝阳宫是距离永寿宫最近的宫殿，他应该不会在这里遇见他吧？潇潇，怎的1年不见，你倒是更加稳重些了。七公主，徐氏长了年岁，人倒也活得清楚了一些。潇潇如今真是懂事了不少呢。七公主长得和舒贵妃很像，都是一样的温柔婉约。她上一世是怎样的结局？看到这些故人，总会想起前尘往事。七公主啊，你如今可有心仪的男子？你这小丫头，刚说你懂事，你又开始胡说了。穆潇潇却眼尖的看见七公主脸红了，怕是她已经是心有所属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咦，九皇帝，你怎么过来了？七公主先是有些好奇的看向纳兰月，后又猛然想起昨日六皇兄说的话，眼神在2人间瞟了瞟。纳兰谦瞬间明白了纳兰月的来意。七皇姐，麻烦你离开一下，我有几句话要对潇潇说。纳兰谦立马会意，就走开了。纳兰月啊，你这般做是要所有人都误会吗？潇潇，我心悦于你，不要再推开我了好不好？我知道你这2日不想见我，我很乖的没有出现在你面前。如今2日过去，我却已经思念成疾。
不要再逃避了，好不好？纳兰月知道他能听懂他说的话，这几天他很想找他，却又害怕他会立马拒绝他。至少那一天潇潇没有拒绝他，他是开心的。这几天有多难熬，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一次无论潇潇答不答应，他都不会再放开他了，他绝不会像上一世一般畏畏缩缩了。这样想着，他顺手就将穆潇潇揽入自己怀中，紧紧地将她抱着，生怕他会消失一般。潇潇，我就是不会是害你的人。纳兰月他怎么会知道自己心中所想呢？心底有个声音在告诉他，穆潇潇，你经受不住了。许久之后，穆潇潇抬起头来，轻声对他说道：纳兰月，你想好了吗？我为人善妒，是不会和其他的女人分享自己的夫君的。这番话说下来，他自己的心底也是没底的。男子三妻四妾，自古以来就是礼仪规制，如今他却是不顾女戒，向他说出此番话，怕是要让他失望了吧。潇潇，你听好了，你是我唯一的妻，一生一世一双人。他一字一句落在穆潇潇心中，滚烫而又热烈。你可知你在说什么？我当然知道，傻丫头，我的心只有一个，装下了你，又怎么再装得下其他人？纳兰月的眼神温柔极了，他又轻轻地吻了一下他的额头。这一次，穆潇潇不闪不避，任由他亲吻。他闭着眼，唇角微勾，感受到他唇畔的灼热，心中甚是欢喜。那他就再相信一次吧。我说，你走来走去的干什么？我头都晕了。母后，您说我怎么还坐得住？您难道没看那秋猎之时，那个病秧子的好身手，哪像是一个垂死之人？我看到了又能怎么样？从小就被你父皇亲自带在身边，自然是将他一身本领都学了去。母后，儿臣是担心他身体里的毒已经被那老头给解了。哼，他身上的毒啊，这个世上早就没有了解药。可是母后，那个病秧子如今也在对穆潇潇大献殷勤，如果他有意，父皇说不定就将穆潇潇许配给他了。你放心，就算是现在皇上为他们二人赐婚了，到时候他人死了，倒是连累了穆潇潇的名声。那个时候，你再以太子妃之礼娶之，想那穆府也会感恩戴德的。他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我看那齐家也是个能蹦跶的，既然他们也想分一杯羹，那就先让纳兰浩去试试底。娘，瑶瑶怀孕了，五皇子求到了皇上那儿，要将人纳进去。世姐的意思是，咱们商量一个日子出来，报给皇上那儿，好让五皇子做准备。商量什么？不若直接一顶轿子将人抬走了算了。顾青自知婆母说的都是气话。爹，皇上可有说具体的日期吗？皇上的意思是让我们商量商量，给个日子，他再和五皇子看看。皇上这甩手掌柜做的倒是好啊。依我看呐，不若就这个月的15吧，我看了是个好日子。虽然都不怎么待见他们，总归是幕府的名声。一屋子人又讨论了婚嫁当天的事宜以及嫁妆方面的事情。日子过得飞快，明日就是穆瑶瑶出嫁的日子了。往后的日子可真是要越来越精彩了。一声清脆的声响打破了穆潇潇的思绪。空儿，怎么回事啊？你平日里做事是最稳重的，你先别碰啊，我让人过来打扫。空儿一脸的不知所措。空儿，你先下去休息休息，不碍事的。空儿感激地看了他一眼，随即退了下去。穆潇潇看着空儿离去的背影，一阵沉思。小姐啊，奴婢们发现这2日空儿很不正常。她不正常呢，我早就知道了，我也很高兴你们都能提早发现。那小姐啊，咱们现在应当如何啊？无碍，咱们等着瞧。穆瑶瑶倒是变聪明了。幕府并没有宴请宾客，穆瑶瑶的事并不光彩。幕府给的最大的脸面就是嫁妆丰厚些罢了。穆瑶瑶在丫鬟的搀扶下很快就出来了，看着一边站着潇潇，穆瑶瑶眼中一抹不可置信，她怎么一点事都没有？空儿那个丫头到底办事没有？妹妹今日大婚，这是姐姐送给你的天妆礼。说着示意笙歌将手中的锦盒交给她。穆瑶瑶正在说什么，突然感觉一阵眩晕，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她心猛地一沉，她该不会是中了逍遥散？这会儿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那药想必就是下在了自己的身上。可恶，那个贱丫头竟然敢耍他！想到自己今后都要靠着那药物过活了，他就一阵愤恨。吉时很快就到了，五皇子的迎亲队伍也来了。穆潇潇看着这阵仗，不免有些嗤笑。看来这纳兰晨对着穆瑶瑶倒真的是爱极了，娶个侧妃办的倒也真的不马虎。穆府不想张扬，可纳兰晨偏偏是要给穆瑶瑶长脸面，一路上吹锣打鼓，好不热闹。穆潇潇看着渐渐远去的迎亲队伍，希望今后你们能一直相亲相爱。婚房内，纳兰晨一身酒气的进来了。瑶瑶，终于娶到你了。阿晨，我有话要对你说。有什么话等明天再说，咱们先洞房。阿晨，是很重要的事情呢。你说。阿晨，我不是穆氏杰的女儿，我的生父另有其人，当初就是穆氏杰将我姨娘抢到府中的。他原本娶穆瑶瑶，一是自己喜欢，二则也是因为她怎么也是幕府庶女，无论幕府承不承认，她都与幕府有关系。可如今她说她不是幕府的女儿。但是阿晨，你放心，姨娘说了，我生父势力庞大，穆潇潇能带给你的，我也能带给你。
说完这句话，他有些期待地看向纳兰晨。悠悠，你生父是谁？阿晨，我问了姨娘，但是姨娘没有告诉我。她说我生父身份尊贵，现在还不能透露。看着面前一脸沉思的纳兰晨，阿晨不会嫌弃他吧？阿晨，我知你如今的不甘心，咱们之前费尽心思的算计穆潇潇，不就是为了得到幕府的支持吗？如今幕府能给你带来的，我也能带给你。悠悠，你连自己生父是谁都不知道，怎么保证你说的这些？阿晨，你不相信我吗？别哭了，我信你就是了。他一把将穆瑶瑶抱起放在床上，将床幔放了下来。点个订阅吧！你太厉害了吧！你不知道，你都吓死我们了，还以为你真要背叛小姐了呢。因为是小姐，所以我不会背叛她的。黑影早就跟他说过，穆瑶瑶和空儿接触过，原本他已经做好被背叛的准备了，但没想到空儿将事情都和盘托出。穆瑶瑶让空儿找机会在他的饮食中下入逍遥散。家里的事情处理的如何了？回小姐，奴婢用您给的500两还了那赌债，放心，他不敢来这闹事的。你现在是我的丫鬟，除了我，任何人都动不得的。小姐，谢谢你，是我要谢谢你，被背叛的滋味太难受。他终归是赢了一次人心。小姐，老爷有请。这一大早的，爹找他干什么？爹，不知您叫潇潇来有何事啊？是罗公子说是有琴谱方面的问题，想要向你讨教。自家女儿当真优秀，这讨教的人都上门来了。潇潇，那你们先聊。说完也没有多想，和罗明玉打了招呼就走了。穆小姐，今日在下冒昧打扰，还望你不要怪罪。罗公子客气了。穆小姐，实不相瞒，今日在下是来赠凤鸣的。俗话说宝剑赠英雄，纸板送美人。这把凤鸣，在下认为只有穆小姐才配拥有。罗公子说笑了，谁人不知京城琴技一流的非罗公子莫属了。这凤鸣也是再适合罗公子不过了。凤鸣可是前朝遗留下来的上等古琴，皇后将凤鸣从皇上那儿求了过来，送给了他。如今他要将这把琴送给自己，这岂不是荒唐？穆小姐，在下没有别的意思，只是确实非常欣赏穆小姐的才华，也觉得穆小姐通身气质和凤鸣十分相配。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一举动意味着什么？难道皇后他们的打算他不知道？罗公子，请勿再多言了。这凤鸣我是万万受不得的。今日劳烦罗公子空跑一趟了，我现在还有点事情，恕不能陪罗公子切磋琴艺了。既然如此，那在下只好遗憾的将琴又拿回去了。若是哪天你想要了，罗某随时奉上，那我就不打扰小姐，告辞。有劳罗公子了，这边请。毕竟是客人，穆潇潇还是带头往前走，将他送出去。后面的骆明玉正欲转身，突然在地上看到穆潇潇掉下来的耳坠。刚叫了一个字，罗明玉又有些后悔了。穆潇潇有些疑惑地转身问道：“怎么了？”罗明玉紧紧攥着手中的耳坠，摇了摇头，笑着说道：“没什么，穆小姐，咱们走吧。”潇潇是想我吗？你就不能好好从正门进啊？从正门我半夜进不来啊。这家伙之前也没觉得他如此无赖呀。潇潇，今日罗明玉过来幕府了，难道他是特意过来问这个的？对啊，他过来了，还带来了凤鸣，说是要送给我呢。潇潇，你没有收下对不对？纳兰月掩去眼中的戾气，一副失落的神情看着穆潇潇，是不是自己玩笑开的有点太过了？他有些心急地说道：“没有，我怎么会收下他的东西呢？”纳兰月鲜少看到这样的穆潇潇，他刚刚是在心疼自己。潇潇，我不允许任何人将你抢走，你是我的。我的心中只有你，别人如何能抢走啊？潇潇，你说的是真的吗？这些日子以来都是他在赖着潇潇，虽然他能感受到潇潇对他也是有情意的，但潇潇终归是没有开口说过这些。我说的自然是真的嘛。潇潇，我真的太开心了，你可以再说一遍吗？才不，丢脸死了。纳兰月有些无奈地摸了摸他毛茸茸的脑袋。你此时过来可是有什么事吗？就是过来看看你。穆潇潇正欲说话，突然黑岩的声音传了过来：“小姐，久次来见。”你先进来吧。纳兰月此刻也是不闪不避的，穆潇潇也没有说什么。小姐，黑岩原本要说出口的话，在看到纳兰月的那一刻又都吞了下去。好家伙，这九皇子怎么大半夜跑到他们家小姐房间里来了？喂，你说吧。小姐，九次说最近这几天在未央宫都没有见到小姐所说的黑衣人，并且这么长时间九次没有办法得知黑衣人的身份。你跟九次说，黑衣人先不要去打探了，为今之计保护好自己，若是有什么异动再发消息，其他的时候断联。黑岩领命就出去了。纳兰月，你说那黑衣人到底是谁啊？后来我抓到了那个参与调包的人，审问了，据他的说辞是非羽国那边的人。什么？穆潇潇想过千万种可能，却没有想到那人居然与非羽国有关系。这个疯子，皇位当真如此重要？纳兰月，你也想要这个位置吗？我最厌恶的是这皇城之中的你争我夺，这皇位我从来就没有想要争过。从前我想的是带着去一个谁也不认识我们的地方一起生活，但是我知道你很在意整个幕府，在意你的亲人，所以这权利
若是夺来了可以用来保护你，保护幕府，那我自然是要夺过来的。只是这皇位，我真是没有心思做的。纳兰月，你怎么这么傻？傻得惹人心疼。纳兰月看着穆潇潇入睡了，才离开的。潇潇，我知道你在害怕什么，没有关系，你不敢前进，那么我就在你的领地住下，我会让你明白，你是我活下去的唯一信念。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潇潇，哎，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在家？怎么，感情你来不是找我的？不知道咱们的景轩还想让谁在家呢？我就说随便问问不行啊？哎，我说你这丫头最近当真是讨厌的很。景轩，你今日来是有什么事吗？潇潇，我母妃昨日回来了。什么？潇潇，你也很激动对不对？昨儿晚上我母妃就回来了，但是当时她是昏迷不醒的，父王很焦急，立马请了太医过来看诊。好在没什么大问题，就是身体过于疲惫，缺少营养，调理得当就好了。白景轩看上去兴奋极了。景轩，恭喜你啊，找了这么多年，陈王妃如今总算是回来了。对了，你们准备何时宴请呢？这个嘛我也还不知道呢，父王的意思是等母妃身体好些了再做打算。应该是这样。刚刚回来，陈王妃须得好好调理身体呢。穆潇潇是真心为她感到开心。陈王妃如今回来了，她也不用每每都羡慕别人有母亲了。穆瑶瑶嫁入未央宫也有3天了，今天是她回门的日子。锦儿，东西可都准备好了。锦儿如今是她身边最信任的丫鬟，也随着她进了未央宫。回娘娘，都准备好了。对了，记得将我的肚子包好，可不能有任何的闪失。她可没打算真的赔上她孩儿的性命。门外传来一声轻响，谁？侧妃娘娘，奴婢奉王爷之命前来问问您何时动身。刚刚是你在门口偷听，侧妃娘娘误会奴婢了，奴婢也是刚刚才来，并没有听到你们在说话。跪下，区区一个奴婢也敢跟本妃如此说话。侧妃娘娘，奴婢不知做错了什么，请娘娘不要怪罪啊。住手！穆瑶瑶的手顿住了，抬眼一看是纳兰晨，顿时也收敛了几分。阿晨，你快帮我收拾收拾这个贱婢呀，他对我也太不尊敬了。瑶瑶，你如今怀有身孕，和一个奴婢大动干戈，平白气坏了自己的身子不是？香莲天天为她办事，总也不能让她生出了异心。瑶瑶，咱们今日还要回将军府，这个丫头我定会好好收拾的。现在咱不如先放过她。他又向九慈使了个眼色，九慈会意，立马谢罪道：谢娘娘恩典，奴婢今后定当注意，不敢冲撞娘娘。行了，下去吧，别在这碍眼了。九慈扶了扶身，就赶紧离开了。阿成，你看看，都是你将这些奴婢们惯成这个样子的。你呀，如今怀着孩子也不知轻重，一个奴婢哪有你的身体重要？听到这个话的穆瑶瑶自然是满心欢喜的。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穆府一大家子也已经在大堂里坐着等穆瑶瑶了。两人进去之后，穆世杰微微向纳兰晨打了个招呼，算是见礼了。穆瑶瑶看着一屋子的人，没有一个人行礼，有些不甘心。穆世杰和顾青还有老夫人也就算了，他们都是有品级诰命的。那2个所谓的兄长，一个是将军，一个是兵部侍郎，他也不敢让他们行礼。看着在场唯一一个毫无品级的人穆潇潇，他的声音陡然变得尖锐起来：姐姐，我这是尊重你，叫你一声姐姐，不知你是出于什么原因见到我这个皇子侧妃竟然不行礼呢？瑶瑶今日是怎么回事？她现在暂时还不想得罪穆府，她这样做岂不是在打穆世杰的脸？侧妃娘娘可真是好大的架子，没想到武皇兄这威风都耍到了正一品的将军府中，可真是厉害的紧。纳兰月快步走至穆潇潇身边，轻声问道：你没事吧？他神情中颇有些紧张。我没事啊，你先歇息一下。没事就好。纳兰月宠溺地笑了笑，随即又转过身，脸色变得阴沉无比。本殿竟然不知道你一个小小庶女竟敢这般对他说话，侧妃而已，武皇兄都不敢如此，你倒是在这里撒起野来了。明天他就让他连妾都做不成。倒是一旁的穆子谦看着纳兰月，暗自点了点头。这家伙上道，也不枉他当初冒着被小妹打死的风险帮他送礼物。恰在此时，他开始全身颤抖，心中慌乱极了。身边的纳兰晨不知道他是怎么了，只觉得丢脸无比。九皇帝，怎么说他也算是你的皇嫂，你怎可如此对他说话？皇嫂，武皇兄，你可别忘了他是什么身份。穆瑶瑶若不是将军府的女儿，就她这样的身份，侧妃也是做不得的。一旁的穆瑶瑶却是再也忍不住了，她扶着锦儿的手，一句话没说，就急匆匆地出去了。屋里的众人脸色都黑了，尤其是老夫人和纳兰晨。顾青看着纳兰月从进门起就护在潇潇的身边，他们这做父母的倒是半个字都没有派上用场，着实是越看他越满意。
穆瑶瑶出来后，赶紧从袖中掏出了逍遥散，幸亏今日出门之前得锦儿提醒带了这药，如若不然，当真是要到万劫不复的地步了。纳兰月被穆世杰叫去了书房，而纳兰晨刚刚说有事，就提前回去了。穆潇潇此时也准备回烟雨阁了。姐姐，这么急匆匆的，是有什么要事吗？怎么，妹妹这一出嫁，倒真的是威风了不少啊！姐姐，你可不要忘记了，我此刻是皇子侧妃。小姐，注意咱们的计划，切莫乱了分寸。是了，她现在还不能乱了阵脚。哼，不过呢，姐姐毕竟是将军府的嫡女，身份高贵，看不上我这个侧妃呢，也是理所当然的。是啊，我是人人宠爱的幕府嫡女，自然是身份不一般的。这句话直接刺激了穆瑶瑶那根脆弱的神经，她立即倒了2杯茶水，缓缓走至穆潇潇的面前。姐姐，喝了这杯茶，咱们姐妹间呢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好啊。她在伸手的瞬间，穆瑶瑶的身体突然向阶梯那儿直直的摔过去，穆潇潇顺道将她拉起来，稳在了地面上。妹妹，下次可小心点了，别让你肚子里的孩子承受你的业障。说完，他就径直走了。明明他都已经算计好了，穆潇潇不可能那么快的速度呀。他不会想到穆潇潇的武功有多么高强。穆瑶瑶转身准备离开，看到了不远处的纳兰晨。刚刚的那一幕，他不会全都看见了吧？纳兰晨原本是打算离开的，可是想来想去，觉得将穆瑶瑶一个人扔在这儿终究不太好，最终还是返回了将军府。可他没想到会看到这一幕，瑶瑶她当真是半点都没有顾及到肚子里的孩子吗？居然用这么愚蠢的办法去设计穆潇潇。穆潇潇独自在池塘边坐着，心绪有些飘然。她不是圣母，刚刚那一瞬间，她只想捏死那个毒妇，可终归是想到了她肚子里那个无辜的生命。她终究是心慈手软了，终归他们这些人的仇恨，不该让幼小的无辜生命承担。怎的一个人在这儿？我想一个人静静，就没让他们几个跟着了。此刻已经是初冬的季节，你也不知道流川县。纳兰月有些无奈地看着穆潇潇，这个丫头简直是在磨她的心肝。纳兰月，若你知道我的过去，还会喜欢我吗？她不敢想，也不敢说，只是静静地躺在他的怀中。纳兰月极少看到这样的穆潇潇，如今这般，真是让她心疼坏了。潇潇，怎么了？没事啊，就是想进你的怀抱靠一靠。潇潇，我的全身都是你的，说声借不借？原本情绪着实有些不佳的穆潇潇，听到他这句话，扑哧一声就笑了出来。你这个人总是这样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潇潇，我是说的真的，这人不是你的，哪里都是你的。他定定地看着他，眸子中写满了认真。穆潇潇看着这样的纳兰月，忽然又觉得很安心。你今日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吗？潇潇，是怪老头找你。师傅，他在你那儿吗？他现在住在我的别院中。那咱们走吧。穆潇潇不由分说的拉着纳兰月就走。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舒恒也是怪老头的弟子，你可知道？我知道啊。那你们今后是师兄妹，也会经常见面，你会不会喜欢上他？纳兰月，你脑子里装的是什么啊？在你眼里，我就是那样一个见一个爱一个的女子吗？对不起，潇潇，是我的错，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太害怕失去你了，我怕你被别人抢走。纳兰月，你听好了，我心中只有你一个，不会再爱上任何别的人了。我是你的，没有谁能抢走的，知道了吗？好，我知道了，潇潇，我爱你，我的心中也只有你一人。门口的舒恒准备出来迎接他的小师妹的，却没想到见到这幅场面，不远处的纳兰月微微勾起嘴角。穆潇潇是背对着院门的，自然是看不到这一切的。潇潇，走，咱们进去吧。纳兰月见舒恒都看见了，十分满意的牵着穆潇潇的手走进了别院。丫头，你来了。师傅啊，近日可还好吗？老头，我什么好不好的，每天都好得很。小娇，你快来认识一下，这是你师兄。师兄。师妹，没想到咱们这么有缘。师傅前几日交给你的书，你可都看完了？都看完了。师傅啊，您只管考验。江一涵笑了笑，直接让舒恒开始配合。舒恒自告奋勇的做人体试验品，原本舒恒已经做好了被扎得体无完肤的准备，不料当一根又一根的针刺下来的时候，舒恒感到舒服极了。穆潇潇手法很轻，穴位也扎得准，并没有任何让人不适的感觉。江一涵在一旁看着有些打瞌睡的舒恒，有些怒其不争的说道：你师妹在你身上扎针，你也能睡着？舒恒猛地一下就惊醒了。师妹，你曾经接触过针灸吗？没有啊，就是这几天在看师傅给我的这本书。不过我院子里的那几个丫头呀，倒确实是这几日天天被我扎呢。丫头，老头我真是收了个好徒弟。小娇，你简直是天才。师妹，你确实是太厉害了。
当初我学习针法的时候，还是师傅亲自从旁指点纠错，我才慢慢学会的。随后江一涵又考了几套针法，穆潇潇都能精准地找到每一个穴位，那熟练的样子简直就像是一个已经有好几年经验的大夫。江一涵是越看越激动，他这身本事总算是后继有人了。穆潇潇认真地听着江一涵讲的每一个要点。你身上的毒虽说都好了，也还是要多注意调养。我知道你方才是故意让我看到的，你还是这般霸道。纳兰月看着他，并没有开口。他既是心中有你，那我便也只能放手了。可若是你将来对他不好，我是不会再顾全兄弟之意了，我会拼命将他抢过来的。你不会有这个机会的，还真是一点机会都不给人留。若真是这样，自然是最好的。作为你最好的兄弟，我自然是祝福你们的。姐姐，若不是他心中有你，无论如何，我都要与你争上一争的。他那样自然而然地抱着纳兰月，却连碰他一下都要手帕闭着弦。他那样一个对谁都言笑晏晏、礼仪得当的姑娘，对着纳兰月却是另一番娇羞的姿态，他都看在了眼里。一边是最好的兄弟，一边是喜欢的姑娘，自己应该是要好好祝福他们的。今晚一起喝一杯。好。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知道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了吗？准备好一切资源，为殿下起事做准备。我知道了。这几天去哪了？为何我这么久都没联系上你呢？出去办了件事。看着面前的女子，他从来没有想过会以这样一副样子站在他的面前，更想不到张渊那个女人竟然如此狠毒，当初的一切都是他的错，瑶瑶何错之有？今后你必须听我的，若不然，你们的计划就都成功不了。你们想利用我和我娘，那就做出求人的态度来。哼，我告诉你啊，我们一定会回去的。他恨恨地望着眼前的人，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了。他这副模样让黑衣人彻底震惊了。这么多年来，他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一直都没有去打扰他的生活。如今他显然还不知道他的身份，可是为什么他会如此恨他？潇潇，你在干什么？娘，我这些呢就是自个儿瞎琢磨着玩的。你近日里可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八公主呢？怎么突然这么问呢？不知道这个八公主突然间发什么疯啊？现在派人过来说让你进宫去陪陪她。纳兰言，他在打什么主意？娘，没事的，那是皇宫，不是龙潭虎穴。他再怎么蛮横无知，也不敢在宫中胡来的。别忘了，皇上太后可都在宫中呢。那你进宫之后千万要小心一点啊。娘，您别担心。穆潇潇换了身衣服，就随着顾氏出去了。来的人正是纳兰言身边的大宫女玲珑。穆小姐，公主要奴婢即刻请穆小姐进宫中一叙。走吧。不知道八公主找臣女来所为何事呢？哎呀，本公主呢听你上次的琴弹得还不错，今日找你过来呢是想向你请教琴艺的。只见纳兰言命人将一架琴摆了出来，煞有其事地对他说道：穆潇潇，你这是什么表情啊？本公主现在可是诚心诚意的在请教你呢。哦，是吗？既然公主如此好学，那臣女定当倾囊相授了。穆潇潇还教纳兰言弹琴，他心中微微沉了沉，没想到这个纳兰言的耐性还挺好的。半晌之后，有小宫女前来禀报：公主啊，齐贵妃有事请您过去一趟。穆潇潇，你看我母妃叫我过去一趟，不若呢你先在这里等我一下，我去就来。公主有事就快去吧，只是千万要记得回来啊。那是当然了，本公主可不会忘记你还在这里呢。说罢，他便兀自走了出去。他缓缓坐在琴边，突然间鼻尖有一股十分奇异的味道。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偌大的宫殿中竟然只剩下他一个人。赶紧给自己塞了一颗药丸，凝神屏息。这么好看，点个三订阅吧。皇子，如今八公主不在殿中，不知您过来有何事呢？没想到你仙下能看出，看来这迷魂香的效果也不怎么样。迷魂香？你要干什么？干什么？穆潇潇，我的意图一直都是你还不明白吗？你别怕，我会很温柔的。难道一直以来是他高估了纳兰浩的智商，用这么愚蠢的方式对待他？穆潇潇忽然瞟见梁上的一抹蓝，纳兰月，他怎么也在这儿？纳兰月做虚声状，指了指纳兰浩，又摇了摇头。穆潇潇懂了他的意思。三皇子，你如今这么对待我，不怕幕府知道后向皇上参你一本吗？你如今中了迷魂香，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哼，等你成了我的人，你就是不想嫁也得嫁。潇潇，为何你对纳兰月那个病秧子都那么好，和他有说有笑的，却看不到我呢？你可知我想你都快要想疯了，还有什么好？不过是没几年好活的人。你跟着我，我的一切都是你的。潇潇，你若今日答应嫁与我，我就让我们的第一次发生在新婚之夜。如若不然，那我就只好现在生米煮成熟饭了。
他话还没说完，就被人狠狠劈了一掌。纳兰月，你怎么会在这儿？我不在这儿，怎么看得到三皇兄如此下流无耻的一幕？纳兰浩也是满腔的怒气，他好好的计划竟然被纳兰月毁坏了。纳兰浩一个飞身就与纳兰月厮打起来，只是他才受了2招就败下阵来。你不是快死了？怎么功力如此厉害？还想要欺负我的人，也不掂量掂量自己。他又好像不过瘾似的，抬脚将他整个人都踢飞。末了，纳兰月又狠狠揪住纳兰浩的衣领，又给了他一拳。我警告你，这是最后一次我留着你的命。若你还敢打他的主意，我一定让你死无全尸。我看到他刚刚那副样子就来气，怎么办？这么多人觊觎你，好想将你藏起来。你如今将他打得鼻青脸肿的，可怎么办呢？穆潇潇看着不远处的纳兰浩，那哪里是人头呀，简直成了一个猪头。不用担心，他的外伤过个1-2天就好。至于内伤啊，太医院的那些是看不出来的。纳兰月刚刚打人的时候也是讲究了力道的，敢打潇潇的主意，就先让他去了半条命。纳兰月，没想到你也有如此腹黑的时候啊！纳兰月好笑地望着他，这小没良心的，也不知他是为了谁。看到他灿烂的笑颜，纳兰月觉得没有什么比他还要重要了。潇潇，我先将你送去皇宗那儿。你不去？我当然是要去告状了。作为皇子，竟然如此无法无天，难道不应该好好教训一番？你不用如此做的，他伤不了我，我不碍事的。他虽深受皇上的宠爱，但那个云贵妃也不是个善茬，现在皇后太子都视他为眼中钉，叫他如何能放心？潇潇，听话，你先去皇祖母的宫中，我等会儿就去找你。月儿，今日怎么有空过来看诊？当然是来替潇潇讨个公道的。潇潇，他怎么了？纳兰言和纳兰浩这2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竟然敢算计他！半晌之后，可怜的皇上总算是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月儿，你告诉父皇，你可喜欢潇潇？我表现的还不够明显吗？月儿，如若不然，朕下旨替你们赐婚。他现在还小，过早赐婚影响他的名声。哦，对对，朕这一高兴，倒是将这个事情给忘记了。最近潇潇这丫头太懂事了，我都忘记她还未及笄了。刚刚跟你说的事，你到底听进去没？你想让父皇怎么做？纳兰言这个公主既然做得如此不安分，那就好好惩戒一番。父皇，到了明年，自然要有她的用处。纳兰浩，我暂且就先留他1年。先跟你说好了，若他再去招惹潇潇，那你这个儿子可就要没了。月儿，你放心，朕定会给潇潇一个公道的。至于这个孽子，今后若是还不知悔改，那也是他咎由自取。一旁的全忠听得眉心跳了跳，看来皇上当真是将九皇子放在了心尖上疼的。皇上，您可要为臣妾做主啊！今日浩儿满身是伤的回到寝宫，他说浑身上下都像撕裂般疼痛，臣妾吓坏了，仔细问了问才知道，竟然是九皇子将浩儿伤成这样的。皇上，您平日里最是讲究兄弟和睦的，可您看看这九皇子做了什么事情啊？上手的皇上有些头疼，又来了。这些女人一天的不来他面前做戏就不舒服，还敢指责他的月儿。哦，为何说是被月儿所伤？月儿，今日你可曾去过崇华宫？不曾。你可知诬告皇子是什么罪？父皇，就算不是九皇帝，那将三皇兄害成这副样子，必然与穆潇潇脱不了干系。他这不开口还好，一开口，整个殿内的人都看着他。父皇，先前我去将军府请了穆潇潇过来和我讨论情谊，中途的时候呢，母妃将我叫了过去，我就让穆潇潇先在殿内等我。可我回去之后，宫女告诉我，三皇兄曾来找过我，我看穆潇潇也不在里面了，以为他是回去了。没想到云贵妃说三皇兄伤得厉害，肯定是穆潇潇打的。我倒是不知道八公主如此看得起臣女，还能有如此本事重伤三皇子。穆潇潇搀扶着太后缓缓走了进来。妍儿啊，此事确实是你糊涂了，我看潇潇在你宫中，便做主将她叫了过来。怎么，这也要通知你一声吗？八公主纳兰言诬告臣女，杖责20，禁足半年。父皇恕罪，儿臣再也不敢如此了。哼，次次都饶你，你可是悔过了？没过多久，外面就传来了板子的声音。皇上，臣妾来的时候就看到浩儿身上没一处好的地方，那孩子不停地喊，全身都痛呢。他这话一说出口，穆潇潇倒是挑了挑眉。他就说呀，以纳兰浩这智商，上一世是怎么活到那么久的？原来厉害的人藏在后面呢。浩儿疼成这般，你没有给他找太医？回皇上，臣妾为他找了太医的。既然找了太医，太医怎么说？太医说浩儿身子无大碍，但是既然没什么大问题，你这哭哭啼啼的像什么样子？此番你来找朕，就是因为浩儿说是月儿伤他。
你就毫无证据的过来指控一国皇子。皇上这话说得轻飘飘的，只是那毫无感情的目光看得云贵妃心慌不已。她确实有些慌不择路了，她怎么就一时之间忘了皇上最袒护纳兰月了？请皇上恕罪，臣妾实在是因为太心急，才一时之间忘记了体统规矩的。行了，没什么事儿就赶紧回宫吧。云贵妃暗暗咬牙，微微行了一礼之后就退了出去。现在可是满意了？哼，打几板子就算了，明年等洪南国派人来了，直接将他给我送出去。得了，你说送谁走就送谁走。随即他又转眼看向穆潇潇，有些歉疚地说道：潇潇，今日的事情，黄伯父知晓你受委屈了，只是黄伯父处在这个位置，着实是有太多的顾虑。小丫头，你能理解朕吗？皇上，您允许我叫一声黄伯父，已经是对潇潇莫大的重视了。潇潇怎么可能还会如此不知好歹呢？对于潇潇来说，黄伯父身体康健，万福金安，就是对臣女最大的恩赐了。潇潇，你这孩子当真是懂事的很，也不枉黄伯父从小到大如此疼你。他能够感受到这孩子的真心实意。那你可不能让你那难缠的爹知道了，不然还有得进宫来告状，吵得朕头疼了。皇上放心，这是咱们的秘密，爹爹呀是不会知道的。行了，时辰也不早了，出来这么久，你爹娘也该担心了，让玉儿送你回府吧。穆潇潇向皇上太后行了一礼，就退了出去。皇上啊，看来咱们的玉儿这是要被潇潇迷了魂儿去了。哦，此话怎讲？你是不知道玉儿有多紧张这丫头，她将这丫头送到了哀家宫里，是千叮咛万嘱咐我，一定要好好照顾她。太后说着，自己就笑了起来。她是真的没看到月儿对哪个姑娘上过心。说来，咱们皇家也着实是管教不严了。那两个孩子做出这等事情，真是丢皇家的脸。这一个一个的，哪像是一个皇子公主的做派？母后，皇家能出几个好的？这话一出，太后也没出声了。确实啊，生在皇家，注定是不能安宁的。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小姐，九次被抓了。怎么回事？说清楚。小姐，卑职也不知他是何时被抓的，只是1个月之前，卑职就不曾见过他了。之前卑职以为他是不方便出来，便没有多想。直到前天，卑职主动前去联系他，却毫无音讯。黑岩，给我准备一身衣裳，今晚我要去未央宫。未央宫的地牢，穆潇潇带着纳兰月避过了所有的机关暗器，径直来到牢房中。一阵若有似无的呻吟声引起了两人的注意。穆潇潇走过去一看，果然是奄奄一息的九慈。他细细查看了一番，确认这个是真的九慈，方才低声开口道：九慈，九慈，醒醒！九慈已经被折磨得没了半条命，朦胧中他似乎听到了小姐的声音。小姐，是你吗？小姐，九慈，是我来接你回家了，你坚持住，我一定会将你医好的。他刚刚趁机给九慈把了一个脉，伤势很重，但他能够救治。他一把将九慈抱起，就和纳兰月离开了，一路畅通无阻。大概纳兰晨不会想到有人对他的宫殿如此熟悉。回到烟雨阁，九慈的状况变得很糟糕，开始发起了高烧。他在梦中不停地呢喃：小姐，小姐。穆潇潇见状，将耳朵凑了过去。小姐，小姐，你小心啊，小心！玉嫔，她……九慈终究没有坚持将这句话说完，就彻底昏迷了过去。穆潇潇见状，赶紧替他号了号脉，随即又吩咐东陵前去抓药。记住，任何动静都不能让张渊知道了。黑岩，你这几天就守在我这院子外面，切记不能让任何人进这间屋。若是大哥二哥问起，让他们直接来找我。小姐，冯烈那里先瞒着吧，如今这般只能徒增他的担忧。放心，我不会让九慈死的。过段时日他醒过来了，再告诉冯烈。潇潇，黑岩一个人哪够，我让凌寒凌玉也过来守着。潇潇，你也忙了大半夜了，如今他也安顿好了，你现在赶紧去休息，有什么就交给他们去做。纳兰月，宫中后妃你可有了解过？潇潇，你想知道哪一个？玉嫔。玉嫔父亲是地方官吏，当初他父亲立了大功，是纳兰晨举荐父皇纳了玉嫔。哼，好个纳兰晨，当真是无孔不入。你要多小心玉嫔这个人，看样子他和纳兰晨已经勾结在一起了，要尽快提醒皇上小心玉嫔。潇潇，这些事情自由我来办，你现在先去睡觉，听话。纳兰月要等他睡着再走，穆潇潇也随他了。穆潇潇睡在床上，觉得身体一阵沉重，眼前突然白茫一片。穆潇潇，你终于死了，
怎么做了一生的高贵嫡女，如今还不是死在了我这个卑贱的庶女手中？穆潇潇，你本来就该死，凭什么你们这些除了出身什么都没有的蠢货可以活得这么好？我做到了，你们都死了，我做到了。怎么回事？他不是重生了吗？穆潇潇害怕极了，为何他又回到了这个冰冷的地方？画面一转，眼前又变成了一个宫殿。穆潇潇看着眼前的景象，怎么觉得越看越熟悉？月哥哥，月哥哥，你别伤心了，潇潇陪着你，你不要哭了。潇潇，你会一直陪着我吗？月哥哥，你放心，潇潇会一直陪着你的。月哥哥不要伤心，潇潇喜欢看月哥哥笑。男孩闻言，原本落寞的脸上霎时灿烂，若烟花绽放。那不是小时候的自己吗？那他纳兰月小时候，看着他脸上的笑容，穆潇潇的脸上也缓缓露出了笑意。突然，画面又一转，潇潇，我帮你报仇了，你可看见了？可是这有什么用？你不在了，你不在了。明明你说过要一直陪着我的，你为什么不等我回来？你等着，潇潇，我会想办法把你找回来。等我，潇潇。穆潇潇看着他抱着自己残破不堪的尸，他竟然在哭，那绝望的模样一如刚刚的小男孩。潇潇，是我的错，我该死，我当初为何没有强行将你带走？别怕，潇潇，我已经求了元空，我们再来一试好不好？上兄弟落下红拳，无论是个怎样的结果，只要能再见到你，就是好的结果。言罢，他抱着他那残纵身一跳，直直从悬崖上坠落下去。不要，纳兰月，不要啊！他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潇潇，潇潇。纳兰月看着他紧紧皱着的眉头，那一副不安的模样，看得他心急如焚。月哥哥，不要，你回来，我在这儿。穆潇潇猛然坐了起来，看着坐在床边的纳兰月，他才缓缓察觉到刚刚发生的一切都是梦。潇潇，你都想起来了？潇潇，你终于记起来小时候的事情了。月哥哥，对不起。你终于想起来了，潇潇，我是你的月哥哥，你说好陪我一辈子的。他忽然想起梦中的那一幕，那是前世吗？前世他抱着自己跳崖了。穆潇潇怎么也不敢相信，可那一幕那么真实。5岁的自己还很小，没有什么记忆力，后来一直再也没有见过纳兰月，他渐渐的就忘记了这个人，这个特别重要的人。他很想问，那么些年他为什么一直待在相国寺，却从不来找自己？他更想问，最后那一幕他为什么抱着他跳下崖？他说帮他报仇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只是目光接触到纳兰月温柔的神色，穆潇潇哽在喉咙中的话终究是没有问出口。月哥哥，我都记起来了，说好了要一直陪着你，就会一辈子待在你身边的。潇潇，我就是最幸福的人，因为我拥有世界上最珍贵的你。穆潇潇闻言脸色微红，倒从没发现他如此甜言蜜语。你也一夜没有好好休息，赶紧回去好好休息，我不碍事的。不是，你先睡，我过会儿就回去。小姐，现在是否准备起来呢？外面是什么声音啊？小姐，您这天天忙忙碌碌的，是不是忘记了今日是除夕？除夕？他怎么过着过着，竟然都忘了日子？赶紧替我梳妆，今日可不能贪床了。昨夜酒肆的情况如何？小姐啊，您救治得及时，如今啊，他的命总算是捡回来了，高烧已经退了下去，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无碍，这得交给时间。他这一身的伤，必须得花些时日调理的，还有那些内伤，也不是1、2日能够痊愈的。只要度过了昨日的危险期，后面穆潇潇倒是丝毫也不担心了。小姐，卑职有要事禀报。说。小姐，卑职从张姨娘那儿截获了一封信。他缓缓将信打开，里面却只有一张白纸，空信。小姐，卑职是看柳儿那丫头十分紧张这封信，以为这是重要的东西，这才……他话还没说完，就被穆潇潇摆手打断。穆潇潇将手中的信放在烛火上，微微烤了起来。半晌之后，纸上显现出了一排小字：正月20午时，相国寺。小姐啊，您是怎么知道这上面有字的？真是太厉害了！小姐啊，这个可是用糖水写的字，不错，就是用糖水写的字。写完之后呢，将它晾干，字迹就看不见了。之后放在火上烤一会儿，就能显现出来了。这个法子，他也是上一世在纳兰晨那里见到过。这段时日继续给我死死盯着。是。小姐啊，给怪老头的年节礼都准备好了。等我过几天去师傅那儿送给他。潇潇，大哥，你猜今日大哥给你带什么来了？大哥啊，你还给我带了礼物？那是自然，这是送给我小妹的新年礼物。只见阿宝拿着一把古琴走了进来。大哥啊，这是焦尾琴，果真是弹得一手好曲子的厉害。之前在宫宴上听到你的琴音，大哥就觉得好听极了。这把琴当真是费了好些时日才得到。焦尾虽比不上凤鸣年代久远，却也是人人都想要却难以得到的一把好琴。大哥啊，谢谢你啊，我很喜欢。
你喜欢就好。今晚除夕，咱们现在先去大堂，等会儿要开膳了。今日过年，一家人自是要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吃年夜饭的。朝阳宫，主子是否准备等会儿回国公府？今日是除夕之夜，按照惯例，主子是要回国公府过年的。自从夏贵妃故去之后，一直是这样。把这封信送去国公府。主子，咱们今年不去国公府了。凌雨适时凑了过来，不怕死的问道。凌寒有些恨铁不成钢的看着他，这不明摆着的事实吗？还要问？这是嫌主子太温柔了吗？不去了。你这么想念国公府，那就你去送这封信吧。一旁的凌寒二话不说的就将信递给了他。凌雨是黑着脸出去的，他嘴贱，以后绝对不能再多说一个字。点个订阅吧。月儿她今年还是不在宫中吃饭吗？哎，这会儿怕是已经到了国公府了。罢了，咱们就先吃吧。这孩子呀，总是会想通的，你放心。太后如今也只能这样安慰皇上，安慰自己了。父皇、皇祖母，让你们久等。月儿，你今年不去国公府了，怎么不欢迎我？你看你这孩子说的什么话？没看到你父皇高兴的都说不出话了。父皇，多吃点，注意身体。月儿，父皇今日很高兴，父皇想跟你说，与你我不是君，我只是父。父皇，我知道，先吃饭吧，饭菜要凉了。一顿饭吃得暖意融融，哀家也乏了，你们自个儿先坐会儿。太后一走，大殿中的两人一时无言。月儿，我知道你心中心结还没有解开，父皇不求你能理解我，但是月儿，父皇是在这些逼不得已中生存下来的。身为一国之君，很多时候都是进退两难。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就是娶了你娘，然后有了你。几年前你娘故去，我有很大的责任，是我愧对你们母子。月儿，无论你心中如何想，父皇真的是爱你的。我只想为你筹划好一切，将最好的给你。你不要想太多了，有些事情你不说我也懂。娘亲的事情，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我也知道不能全部怪你。我想你应该比我更痛苦。月儿，能听到你如此说，父皇今后就算是死也能瞑目了。不会的，我不会让你有事的。好好，父皇不会有事的。你自个儿要多个心眼，不要只盯着皇后那群人，还有纳兰晨。晨儿，他可不要小看了他，我可给你提个醒，他如今和飞羽国那边可是已经搭上线了。一句话犹如惊雷一般，在皇上心中炸裂。还有，小心那个玉嫔，不要让他近身了，他是纳兰晨的人。月儿说的对，他从没有防范过纳兰晨，在他眼中，母族强大的太子和三皇子才是他的心病。他很是欣慰，月儿长大了，能够是他的依靠了。月儿，这些你是如何得知的？俺们查到的，俺们是你的。罢了，这样也好。月儿如今越强大，他才能越放心。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哟，这是哪家的小姑娘？这脸蛋真是绝色呀！莫不是赶过来见我的？穆潇潇也没有理他，径直就往院子里走去。这位姑娘，你的不说明来意，我是不会放你进去的。来找怪老头的，每天来找他的人都很多，我为什么要让你进来？我是他的关门弟子，你说让不让我进啊？小姑娘，你这话越说越离谱了。他的关门弟子正在里面呢，你是哪位？你到底让不让开？不让。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被一个过肩摔甩了出去。小姐，您怎么能自己动手呢？好久也没活动筋骨了，我就想动手了，没想到是个花架子。东陵，你说这人是不是特讨厌啊？我刚刚就不应该跟他这么多废话的，直接进去多自在。小姐，都是因为您脾气一向这么好啊。主仆三人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地上的夏云然，他挣扎着站了起来，赶紧往院中走去。师傅啊，师傅啊，您在吗？丫头，你别走，咱们出去单挑。还不待穆潇潇有所动作，一股强大的力道硬生生地将夏云然的胳膊给震开了。潇潇，你没事吧？叶哥哥，喂，我说你们俩人能不能长个眼睛看看地上的我呀？他是谁啊？国公府的世子夏云然。这确定是从国公府出来的。传闻国公府家教甚严，怎么会出这样的浪子？潇潇，他是个意外，外祖父如今都彻底放弃他了，他没得救了。纳兰月，你说谁呢？我如今人就在这儿，你怎么还敢当着我的面说我的坏话？夏世子，你怎么坐地上了？看到了你也不来扶一把，真是根木头，还问我怎么坐在地上的？这大冷天我图地上凉快啊！你看看他们俩，一个个仗着武功好就欺负人。师妹，你可是过来找师傅的。师妹，舒恒，她真是你师妹？这是我的小师妹，师傅近来新收的弟子。你居然真的是老头的关门弟子啊？夏世子，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是你自己一意孤行当然到的。那还不是我看你年纪轻轻，又没有拿什么信物出来证明吗？以为你说谎呢。师傅啊，徒儿祝您新年快乐。丫头，你说你来就来了，还带东西干什么？师傅啊，
这是潇潇在家里把我爹藏了几十年的陈年好酒给偷了出来哦。潇潇，你就说我咋没有穆世杰那般幸运，有个像你一般的贴心小棉袄呢？师傅啊，这是我爹让我交给您的。老家伙就知道他的东西不好拿，这是要我喝了酒办事呢。酒是他偷出来的，爹怎么会知道呢？丫头呀，你想要玩过你那黑心的老爹，恐怕还要修炼个几千年喽。你真以为你拿两坛的酒他不知道？点个小爹，齐贵妃现在可是睡下了，娘娘您别怪奴婢多嘴，如今您这般为她，可是有想过自己的将来吗？小爹，你可知道我自从入了这深宫就已经没有未来了，娘娘您何苦一心挂在他的身上呢？不如好好侍奉皇上，若是运气好得个一男半女，您今后也有个倚仗不是吗？小爹，我入宫这么久，你可看见皇上来过一次，况且这都是我自己的选择，怨不得他人。那一年的扬州春日正好，桃花树下翩翩公子，只那一眼他就被吸了进去，从此他就已经不再是自己了，他是为了他而活着的。你告诉我，好好的一个大活人，你是怎么把他看丢的？主人，香莲可能已经将咱们宫中的消息透露出了不少。如今想来，那天晚上卑职定是被人设计的闹肚子，才给人个可乘之机。只是主子，也不知何人对未央宫如此熟悉，卑职当真是一点声响都没有听到。行了，你先下去吧。阿晨，我都说了那个香莲不是好东西，你看你上次还护着她。你怎么来了？阿晨，如今人家都快要生了，还在为你奔波劳累的，你怎么对人家这么冷淡吗？你怀着孩子就不要如此操劳了。阿晨，我知你胸有沟壑，想的都是你的大事业。阿晨，咱们什么时候启动计划呀？人都已经要到了。瑶瑶说的可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了。瑶瑶，谢谢你，待你生下孩儿，夫君定然好好奖赏你。小姐，玉嫔是纳兰晨的人，他们在商量给皇上下毒呢。你是怎么被他们发现的？小姐，奴婢也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错，纳兰晨好像已经对奴婢起了疑心。原本他们在书房中谈论这些，奴婢便想着去偷听，不想纳兰晨竟设了一个陷阱，奴婢才刚在书房门口站定，就有好多条蛇爬向我，这才乱了阵脚，被发现了。就此你受苦了。纳兰晨这个人疑心太重了，上辈子哪怕他是一心为他的，他也对他有所防范。小姐，九次不辛苦，这都是九次心甘情愿的。先前您让我查的那个黑衣人，最近一段时间好像都不在未央宫了。穆瑶瑶这段时间都神秘得很，她似乎一直在接触某个人。凭你的感觉，先前的那个黑衣人和最近穆瑶瑶身边的人有没有可能是同一人？小姐，奴婢说不好，若说凭气息的话，倒还是都是一样的阴冷。谢谢你刚带回来的这些信息，你才刚醒，需要好好休息呢。夏草、凌寒，你们可都准备好了？小姐，都准备好了。很好，时间也快到了，再不去赴约，也怕人家等急了。阿弥陀佛，施主是来上香。师傅，这是我添的香油钱，劳烦师傅送过去了。施主，上完香后请随我来吧。张渊随着他来到一间厢房，你先到这里面等他吧，他人还没有来。他静静地坐在桌边，淡淡地打量着这间禅房。你在搞什么鬼啊？怎么这副模样？我若不这样，被认出来怎么办？说吧，找我什么事儿？你如今已经在瑶瑶身边了。当然。你最好是现在一切听从我们母女的安排，否则以现在的状况，你觉得你能取得纳兰晨的信任吗？我可是知道将军和太子交代给你的任务，你来了这么久了，好像一件都没有完成吧？这就不用你操心了，你管好你自己。你以为我愿意操心啊？若你不乖乖听话，扰乱了我的计划怎么办？你到底有什么计划？不该问的你就别问，你只需要知道，我一定会将整个白月国亲手向将军奉上即可。张渊冰冷的眸子射了过去，似乎是极其看不起眼前的人。我当真还不知道姨娘有如此的雄心壮志呢。穆潇潇，怎么是你啊？不然姨娘以为是谁呢？三小姐，您这是在跟婢妾开什么玩笑呢？改头换面，隐姓埋名，潜伏在将军府10几年，情报都是你送出去的吧？红熙，三小姐，我能先知道你是怎么发现这些的吗？这封信被我截获了。不可能，仅凭一封信，你是如何找到这样一个人的？怀疑你原本就已经不是3、2天的事情了。你原本要见的人就是纳兰晨身边的那个神秘人吧？很不凑巧啊，这个人呢，我曾经在相国寺见到过，虽然不清楚他的长相，但是他的声音我却是牢牢记住了。姨娘，你实在是掩藏的太好了，我就只好找个人来赴你的约了。果然是不出我所料啊，当初我见到的黑衣人和你经常接触的人真的是同一个人。只不过呢，原本我还以为姨娘和纳兰晨是一条船上的人呢，现在看来姨娘的野心倒是不小啊。说完，他没给张渊反应的机会，继续说道：只不过我倒是好奇了起来，像姨娘这般与世无争的性子，是本着什么样的目的来做的这些呢？若说为了荣华富贵，姨娘看上去
倒真不是如此肤浅之人呢。听着你刚刚那些说辞，莫不是姨娘也是为了那些虚无缥缈的情爱吗？红熙，多么动听的名字啊！放弃原本还算是安逸的生活，来到幕府做一名小小的姨娘，丝毫也不觉得委屈。同为女人，我真是敬佩你的毅力呀！你别说了。穆潇潇看着他这般模样，看来他又猜对了。你们辛苦了，先将人带下去吧。三小姐，你费了这么大力气抓我，其实是没用的，因为我什么都不会说的，是吗？姨娘，游戏才刚刚开始呢，你别着急，等到见识了那些手段的时候，姨娘再说这句话也不迟啊。点个订阅吧。暗门昨天接到了一个单子，说吧，什么单子？是刺杀您和太子的纳兰晨的人，不出所料应该是的。手下特意跟了上去，那人进入了皇宫，离开前那人留下了这样东西，说在刺杀的过程中装成是我们不小心落下的。纳兰月仔细看着这个玉佩，一个明晃晃的浩字映入眼帘。纳兰晨的如意算盘打得挺好的，看来纳兰浩那个蠢货是没救了，真是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呢。暗中谋划刺杀太子和他，除掉纳兰浩，宫中御嫔有异动，这怎么看怎么都像是要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了呢。回去吧，既然人家都安排好了这一切，那咱们也要尽力做好，不是？就按照他说的做。不过你要落下的不只有这块玉佩，还有这个。说着，他将一个小瓷瓶递给安一，记住了，一定要趁他不注意洒在纳兰林的伤口上。就这样弄死他，未免太对不起母妃当年受的苦楚了。至于我这边，你就不用管了，我自有计划。是，主子。公子，奴婢在床底下捡到的这个，是否拿去扔掉啊？他抬起头来，只见一只紫色的宝石耳坠躺在他的手中。谁让你擅自动我房间里的东西的？罗明玉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淡淡补充道：下去吧，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不准进我房间。罗明玉的目光放在手中的耳坠上，神色间尽显柔情。大哥啊，你怎么还不去书房啊？罗雪梦原本是过来喊他去书房的，一进门却看见自家大哥看着一个东西发呆，他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一把抢过他手中的耳坠。大哥啊，这是什么？莫不是大哥有喜欢的女子了？你进来怎么不敲门？别胡闹了，赶紧将东西给我。罗雪梦一下子就愣住了，一向温文尔雅的大哥还是第一次对他这般疾言厉色，还不待他反应过来，手中的耳坠已经被罗明玉抢了过去。大哥，你真讨厌，我要去告诉爹和祖父，你欺负我。说完转身就跑了出去。罗明玉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无声地叹了口气。外祖父，我是一定要去到潇潇的。罗明玉刚走到书房门口，就听到里面传来这句话，他正要敲门的手顿时就放了下来，静静地站在那儿继续听着。这个我知道，你现在心中可有什么打算？外祖父，我要是知道该怎么做，今日就不会来了。我和纳兰月那个病秧子倒是往将军府跑的殷勤，若我再不采取行动，只怕是那穆潇潇都要被他骗了去。一个小丫头片子而已，你还在意她的感受？若是圣旨一下，她就是不愿意也得嫁给你。门外的罗明玉听得青筋暴起。舅舅，话虽这么说，我总是希望穆潇潇是心甘情愿跟着我的，就算那个病秧子死了，还有个纳兰浩在旁边虎视眈眈的。殿下你放心，他云家老头子我还没有放在眼中，想当初和先帝那会儿哪有云家什么事，不过一个后起之秀，也就他自己把自己当回事儿。外祖父有你们的支持自然是极好的，丞相府是他最大的底气。祖父、父亲、太子叫你过来是想你帮殿下想一想主意的。出什么主意？表弟一定要帮我早日得到穆潇潇的心，早点得到他，也好早日将幕府的势力收入我手中。罗明玉被他那充满算计的目光刺得心中生疼。好啊，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快说吧，又是有什么事啊？几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终东陵开口了。小姐啊，昨儿晚上发生了2件大事。这第一件，太子昨晚被人刺杀了，听说伤得非常严重。这第二件，就是九皇子也被人刺杀了，如今在朝阳宫中生死不明。刺杀？纳兰月，这怎么可能？消息可靠吗？回小姐，千真万确。今天早上传来的消息，为此皇上早朝都罢了，听说在朝阳宫守了一夜呢。穆潇潇突然感觉全身冰凉，她从来没有想过纳兰月会受伤。快帮我收拾一下，我要进宫。几个丫头连忙开始忙活起来。穆潇潇心中又有些踌躇了，她又要以什么理由进宫去看她？毕竟是未出阁的少女，她和纳兰月如今是名不正言不顺。潇潇，都收拾好了，就随娘进宫去看看九皇子吧。看着顾青黑黝黝的眸子，穆潇潇突然感觉脸烧得慌。快走吧，总归以我和夏贵妃的交情，是要去这一趟的。一进朝阳宫，果然是所有人都在。顾青带着穆潇潇行了一礼，皇上和太后的心情似乎极差，摆了摆手，什么也没说。皇上，太医如何说的？纳兰旭仿佛一夜老了很多，缓缓抬起头来，眼中尽是悲痛难当。太医说
伤的都是些要害，如今算是救了一条命回来。只是这还能不能醒得过来，就要看他自己的造化了。他像是耗尽了所有的力气，才将这句话说完。皇上，臣女想先去看看他。皇上自是不会阻拦的，摆了摆手，示意他进去。一进内室，穆潇潇就看见纳兰月平日里那张神采奕奕的妖孽面庞，此刻却是一片苍白之色。穆潇潇的眼泪大颗大颗的往下落，眼前一片模糊。月哥哥，你快起来告诉我，这都不是真的。月哥哥，你快醒来好不好？没有你，我好像也失去了所有的信心。他习惯了他的陪伴，习惯了他的气息，如今让他怎么习惯没有他的日子？真好看，点个订阅吧。你再摸下去，我可不保证不对你做什么。纳兰月，你为何要骗我？小乔，我没骗你，我是真的受伤了。见他这副模样，他急忙上前做事要看他的伤口。纳兰月见状，一把将他揽入怀中。小乔，你刚刚说的那些可都是真的。月哥哥，你没事真好，没有你，我竟然开始不知所措了。小乔，你是不是也喜欢我？他一点一滴地渗入潇潇的生活，如今这是已经走进他心里了吗？月哥哥，我心悦你。怎么办？真想现在就把你娶回家。我可还没及期呢，突然之间来这一出，可知道有多吓人啊！小乔，是我不好，还没来得及通知你，我从来没想让你担心。纳兰晨已经出手了，他派人去暗门埋，要我和纳兰林的命，人家这么费尽苦心，我自是要成全的。那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啊？都是假的，又找怪老头要了些吃的之后，现在伤势严重的要。这件事是纳兰晨一手策划的？准确来说，是他和纳兰浩一起做的好事，只不过纳兰浩这个蠢货被当枪使了。那这么说来，那些刺客的身上必然是有能够证明纳兰浩身份的东西了。潇潇就是聪明，纳兰晨的人留下了一个玉佩，是纳兰浩的，想必要不了多久，纳兰浩就算有10张嘴也解释不清楚了。纳兰林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啊？他能不能捡半条命，就看他的造化了。我和他的账还没开始算呢，现在就当是向他收点利息罢了。小乔，若我猜的不错，纳兰晨只怕是要行动了。除掉我和太子，纳兰浩成为了替罪羊，他的威胁也没了。接下来恐怕就要对你出手了。这几日你要小心些，幕府的势力他多少是有些惧怕的，他决计是要将幕府也拖下水的。小乔，你放心，我不会让你有事的。我是纸糊的不成吗？月哥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毕竟我也等这个时刻好久了。计划了这么久，他就是要一步步逼得纳兰晨早点亮牌。小乔，你要记住，我永远都是你的依靠。锦儿看着正在大碗喝着补药的穆瑶瑶，有心想说些什么，嘴皮动了动，终究是没有出声。就四小姐这个性子，她说了也是不会听的。这药也太苦了，若不是为了腹中的孩儿，打死我也不喝这种药。娘娘，这补药呢虽是好东西，但这怀孕之人还是要忌大补的。本妃做什么还要听你的教诲吗？若不是这老家伙是阿晨的奶嬷嬷，他早就将人赶走了。回到厢房，阿晨，你现在怎么过来了？纳兰晨看着他这副模样，知道他定是又出去了。你去干嘛了？阿晨，我已经联系了我生父的人，兵马已经驻扎在京城之外了。这是兵符，你拿着。他低头看着他手中做工精致的兵符，此刻握着它，纳兰晨心中莫名觉得心潮澎湃。瑶瑶，你辛苦了，日后我为皇，你必为后。刺客抓的怎么样了？到底是谁的人？皇上恕罪，这些刺客都太狡猾了，微臣派出的人都没能抓住他们。不过皇上，微臣在追捕的过程中，看到刺客的身上不小心掉下出这个东西。皇上接过他手中的玉佩一看，脸色瞬间冰寒一片。皇上，灵儿她如今躺在床上，半条命都要没了。不知是谁人如此大胆，竟然连太子都敢刺杀。皇上冷冷地瞥了他一眼，并未言语。他现在实在没有心思陪这个女人演戏。来人，传三皇子纳兰浩。不消一会儿，纳兰浩就来了。孽子，跪下！父皇，不知儿臣可是做错了什么？仔细看看这是什么？这不是他的贴身玉佩吗？怎么会在这里？他找了好几天都没找到，怎么在父皇这里？父皇，这是儿臣的玉佩，怎么会在您这儿？你问朕还想问你呢。这是从刺客身上掉落的。父皇明鉴呐，这从刺客身上掉落下来的，并不代表是儿臣做的。那你不妨跟朕解释解释，这个东西为何会在刺客身上出现？纳兰浩闻言一阵沉默，这一点他实在是没有办法解释。来人，将这个逆子拖入大牢，听候发落。父皇，儿臣真的冤枉啊！这个玉佩儿臣前几天就掉落了，没成想却出现在这里，儿臣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父皇，皇上充耳不闻。就在纳兰浩即将被侍卫拖下去之时，他忽然间开口说道：父皇，
儿臣说，儿臣说。皇上闻言摆了摆手，说：父皇，真的不怪儿臣的，是武皇帝，是他来宫中找我，还说和我一起合作，要刺杀太子和九皇帝啊。但是父皇，我没有听他的，定然是武皇帝见我没有听话，脏在我身上。纳兰浩此刻实在是害怕极了，他怎么能就这样入狱呢？他不甘心，一股脑的将前几日纳兰晨去找他的事情说了出来。放肆！三皇子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公然刺杀太子！来人，传五皇子纳兰晨。纳兰晨也来得很快，他淡淡的瞥了眼跪在地上惊魂未定的纳兰浩。儿臣参见父皇。浩儿说你曾去找他商量，要合作刺杀月儿和太子。父皇，这是绝对没有的事啊！太子皇兄和九皇帝被刺杀，我心中也难过得紧，可我从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你骗人！那天明明是你来我宫中，说要跟我合作，一起刺杀他们二人的。三皇兄，我不明白你为何一口咬定说我跟你合谋要刺杀他们二人，但我没做过就是没做过。你说我去找你，有谁看见了？父皇，他说谎，他在说谎啊！父皇，我真的没有说谎，拖下去这么吧。好看，点个订阅吧。你是不是在怪我，所以不愿意醒过来？月儿是兰儿留给他的唯一念想，若是月儿再有个好歹，他一个人该怎么活下去？不管你相不相信，父皇从来都不想当这个皇上，尤其是和你娘亲相识之后，从此江山也抵不过他的一个笑颜。我曾经想过要卸掉这一身的担子，带着你和你娘亲去一个无人认识我们的地方重新开始。可是月儿，我不只有妻儿，你皇祖母还在，还有你皇祖父当初用命打下来的江山，就算我不爱不想要，却是不能让他受到敌人一分一毫的践踏的。我一次次的计划着等你长大，我就将这担子甩给你，我就带着你娘远走高飞。可是他终究是没能等到那个时候。月儿，你知不知道，他去世的那个晚上，我就想随他一起去，这江山就随着那些孽障去争夺，总归不会落入外敌之手。可是我还有你，若我一走了之，他们定然会将你啃得连骨头都不剩。月儿，这些年我日日都在思念中度过，父皇也疲倦了。若是你这次也像你娘一样丢下我，那我就去找你们娘俩。他眸色满是温柔，浑然不知一滴泪落在了纳兰月的手上。40-50岁的人了，竟也还像孩子一样流泪，你也不嫌丢人？寂静的房中突然响起一道清冷的声音，皇上原本满是绝望的眼神中突然有了焦距，眼中闪着兴奋的光芒。月儿，你没事儿？我没事儿，身上的都是下伤，感谢上天将月儿还给了我。纳兰月看着眼前一幕，心中酸胀的厉害，轻轻别开了眼。行了，好歹是一国之君，你能不能注意些形象？他轻声呵斥着，皇上此刻是难掩激动之心，他说什么他都觉得是高兴的。月儿，你为何要假装受伤？你不知道父皇这颗心不轻下，我若不装病，如何将蛇引出来？什么意思啊？纳兰晨要开始行动了，刺杀我和太子，嫁祸给纳兰浩，后面就给亮牌了。听你这意思，纳兰浩是被冤枉的，谁说他无辜了？他一心想让我死，只不过是人蠢，被纳兰晨当枪使。父皇，您现在心中对他有所防备即可，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您做。说着，纳兰月缓缓凑近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皇上闻言，一脸正色的点了点头。你这伤并非假伤，那为何那群老家伙受的那样严重？我是找那老头拿了点药，药性如此，他如今可还好，没什么好与不好，这么多年了，不都是一个样子？听到这个话，皇上一时之间也不知该说什么，正欲开口，门口响起了凌寒的声音：“皇上，全公公来了，差卑职过来问问皇上，此时已经寅时，今日是否上朝？这个权中这也要来问，早朝自然是要上的。”说着，对着纳兰月轻声叮嘱了一番，就离开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你这人既是要装病，这是来我这干什么？不怕被人发现啊？小乔，我一天到晚躺在床上都要发霉了，想你了，就过来了。这个时候不睡觉，跑过来干嘛？纳兰月闻言，缓缓拿出一个锦盒，递到他面前。穆潇潇挑了挑眉，将锦盒打开看了看，一只小巧精致的镯子躺在里面。小乔，这是我特意为你做的。虽说你武功高强，但是这种暗器之类的东西，你总是需要备上1-2个的。说着，他拿起镯子，轻轻按住上面的一个按钮，随即就有银针射出。你是如何将它做到又好看又实用的？他对着镯子实在是喜爱极了。小乔，不仅是它，我也是既好看又实用。再这样胡说，今后就休想进来了。好了，小乔，我不说就是了。小乔，今日是你的生辰，生辰快乐。你怎么知道我生辰的？一直都知道你的生辰，我怎么会不知道呢？他记了2世，却只有这一次将礼物送了出去。月哥哥，有你真好。
公子，纳兰臣要看看咱们的人马。我说郑大人，什么时候起你竟然也学会了这等体贴之心，还要将人带过来看看自己的老窝？主子，咱们如今可信之人只有他。白月国的穆世杰不是省油之灯，纳兰臣和他那个侧妃能够帮咱们将白月国分成一盘散沙，咱们自然也得显示出一些诚意，让他放心往里跳不是？行了，不用说得如此冠冕堂皇，你不就是为了那个女人？你知道你这一生毁在哪儿吗？就是毁在那个女人身上。跪在地上的郑杰闻言，像是想起了什么不好的事情，脸上尽是强忍的怒意。罢了，你的那些破事我也懒得说了，今夜子时将他们领到竹里溪，记住老规矩。郑杰早在小道上等着他们了，他是易容高手，又稍微改变了自己的身高，收敛了全身的气息，又故意压低了声音。就算他之前在纳兰晨身边待过一阵子，纳兰晨也是认不出他的。你们随我来。郑杰没有说废话，直接将他们往竹里溪带去。纳兰晨定定地望着前方的人，感受不到他的气息，声音又听着十分的陌生，倒是让他心中产生了无限的猜测。一行人向竹林深处走去。主子，怎么越往后走阴气就越深？无碍，先静观其变。他来这儿是有充足的准备的，根本就不怕这些人。穿过了一大片竹林之后，纳兰晨看到了惊人的景象，看着面前一大片的精兵强锐，忽然有种逐鹿天下的感觉。你们就将人马放在这儿，这里离皇宫如此近，你们就不怕被发现？我们当然没有这么蠢，这些人谁也整不。阁下要弄清楚，我们是合作关系，若是你们诚意不够，本殿也不一定非要你。五皇子，我们自然是带了很多诚意的，在下说话比较冲，还请殿下不要见怪。纳兰晨听到这个话，眉头也舒展了开来。无碍，本殿不会计较这些的。这些人当真会听我的差遣？五皇子，您不必如此问，兵符如今都在你手中了，你还在担心什么？难道你不知道兵权指认兵符？听完这番话，纳兰晨心中仅剩的一点疑虑也消散了。穆瑶瑶从始至终都没有说话，因为她总觉得身体十分不适。纳兰晨望着郑杰，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大概有多少人？精锐5000，普通士兵3万。这么多！纳兰晨面上毫无波澜，心中却掀起了惊涛骇浪。刚走进内室，穆瑶瑶就感到一阵眩晕，倒在了纳兰晨身上。你怎么了？晨，我可能是要生了。刚刚在路上的时候，我就觉得肚子极其疼痛。他话音刚落，整个人就有些受不住，晕厥了过去。纳兰晨沉着一张脸，赶紧将两人的衣裳换了下来，又吩咐严木去请太医和稳婆。殿下，还请您先回避一下，吩咐人拿人参过来。稳婆看着床上昏迷不醒的穆瑶瑶，连忙去按了按她的人中。半晌之后，穆瑶瑶终于悠悠转醒，只是肚子却是格外的疼痛。我快疼死了！救救我！娘娘，如今怀的这一胎方才动了胎气，才引得如今早产了，这也难怪您的身子会受不住。但是您放心，将这块参片含好，整个人放松，按照我说的来做，您就不会有事的。穆瑶瑶似乎是将他的话听进去了，她睁大眼睛，张开嘴，紧含着参片。见人已经被安抚下来了，稳婆二话不说就开始接生了。纳兰晨也没想到这么快就到了孩子的生产期，他站在外面，有些焦急地走来走去。5个时辰之后，天大亮。穆瑶瑶终于在听见哇的一声大哭之后，彻底的昏迷了过去。纳兰晨也听到了这清脆的哭声，他快步走进内室。怎么样，是男是女？殿下，是个小皇孙。明明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他的声音却是充满了恐惧。他一把将孩子放在纳兰晨手中，自个儿则是慌不择路地跑了出去，连赏银都没有要。他低下头看着眉眼都未睁开的婴儿，心中到底是有一丝的欢喜之意。忽然他感受到襁褓中似乎有什么东西鼓鼓胀胀的，缓缓将襁褓掀开了一些，看到里面的景象，脑子却是瞬间一片空白。小姐，穆瑶瑶昨夜产了一子。怎么，黑岩这是将任务都交给你，自个儿躲清闲去了？迎着自家小姐打趣的眼神，九慈突然脸色一红，有些不自在的回道：小姐啊，奴婢想着黑岩大哥平日里教导丽儿太过辛苦了，奴婢虽不如黑岩武功强，但也不会轻易被人发现的。孩子可是平安生下来了。小姐啊，您真的神了，您是怎么知道有问题的？孩子是个怪物，估摸着也活不久了。他语气中带了些怜悯，不管是纳兰晨还是穆瑶瑶，都是心狠手辣又极其自私的人，他们是不会允许孩子存活在这个世上的。我知道了，你先下去吧。那张药方他看到了，却还是任由张渊的人将他交给了穆瑶瑶。既然他们母女做到如此份上，他也不会阻拦这一切发生的。这几天的京城动荡不安，城中的百姓们最近谈的最多的事情就是三皇子派人将太子和九皇子刺杀了，两人现在还昏迷不醒，三皇子也入了狱，众人都在猜测这皇城之中是不是要重新洗牌了。
而这边前几天听说你小产了，怎么不在宫中好好休养？现在过来干什么？穆瑶瑶闻言，心中不知是什么滋味。爹，今日过来，女儿也是想看看张姨娘。穆世杰心思微沉，正欲说话，却有小厮走上前来，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你现在就要去看张姨娘？穆瑶瑶点了点头，她必须要看一眼姨娘，向她问清楚不要之事。原本他以为穆世杰不会轻易答应的，哪知他只是摆了摆手，就让人将他往瑶光院带去。姨娘，你在吗？瑶瑶，你怎么回来了？姨娘，你怎么在内室？为何不出来啊？我染了风寒，这都已经有2日没有出去过了。你若是不怕感染，也可进来说话。穆瑶瑶听到这个话，自是不想进去的，只是今天要问的事情，这人多口杂的，也怕走漏了风声。他一进内室，就有一股浓烈的药味传来。看着床幔之后那熟悉的人影，穆瑶瑶终是打消了心中所有的疑虑。姨娘，你这屋子药味怎么这么浓厚啊？喝了好几天的药，满屋子能不是药味吗？你快说吧，今日过来是为何事？姨娘，几个月前你给我一张方子，说是可以一举得男，是谁给你的？那天事情发生之后，纳兰晨向他说了孩儿变成怪物全是因为那张方子的缘故。他不相信张姨娘会害他，这是我特意托人在乡下的方氏那儿找人买的一张药方。怎么了？可是有什么问题？穆瑶瑶见状便知道张姨娘也是被人骗了。瑶瑶，算日子，你的生产日期也就这几天了吧？你现在怎么能过来呢？应该在宫中好好安胎啊。他的语气中尽是担忧，倒是让穆瑶瑶原本有些落寞的心多了几分欣慰。姨娘，前几日我小产了，孩子没了。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啊？姨娘，你莫要担心，你放心，我失去的今后都会100倍得到的。今日我还有事情要做，就不陪姨娘了。你好好养病，来日我定接你出这将军府。说完，他急匆匆的就走了出去。爹，这次前来除了来看望张姨娘、瑶瑶，还有一事相求。什么事？爹，五皇子近日总说他的砚台不是很好，我记得爹的书房不是有2块上好的端砚吗？能否烦请爹爹带我去书房拿一块？妹妹想要砚台，让爹爹去书房拿与你就是，何苦还劳累自己跑一趟呢？姐姐这话就说错了，虽说我已经出嫁，但哪有父亲亲自跑一趟，女儿在这等着的道理？我知道书房是幕府重地，父亲应该是轻易不会让人进去的，我就在一边静静站着，绝不会胡乱走动的。既然你这样说，那就随为父来吧。既然如此，那我也陪妹妹走一趟吧。如此，那就多谢姐姐了。一行人很快就到了书房，穆世杰和穆潇潇一起在一边的抽屉中找着端砚，似乎都没有注意到一旁的穆瑶瑶。后在一旁的穆瑶瑶眸光闪了闪，找了个绝佳时机，将袖中的东西快速夹在了桌上的一堆书信当中。恰好此时，穆世杰也将端砚找了出来。我原本是有2块，我自己也只用了1块，这1块倒是一时之间不知道放在哪里，找了许久。你将这块拿走吧。多谢爹爹，那女儿就先回宫了。说完就离开了。潇潇，张渊那边你是如何不知道？张渊还一直都被他软禁在书房的暗道之中，方才穆瑶瑶丝毫没有疑心，必然是穆潇潇动了手脚的。这个当然是靠易容术和口技了。穆世杰看着他这副样子，不由得好笑，随即他又指了指书桌，挑眉看向穆潇潇。哼，爹，人家安排了一出好戏，咱们总归要配合着演下去不是？是啊，看来这次真的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太子东宫，皇后娘娘，您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多少吃一点吧。嬷嬷，本宫无碍的。说完，他又看了看床上的纳兰林，眸中尽是忧伤。嬷嬷，你说灵儿何时能够醒过来？娘娘，太子他吉人自有天相，定然能够醒过来的。哼，你们每个人都如此说，可我的灵儿躺在床上已经好几天了，丝毫动静都没有。尚嬷嬷正欲说话，只见外间传来小宫女的声音：皇后娘娘，丞相和丞相夫人求见，让他们进来吧。太子被刺杀，你这个做皇后的是怎么做的？就是躲在这长春宫，只会没用的哭。皇后原本心情就不爽利，如今又是被自家爹一顿劈头盖脸的骂，这么多年的皇后脾气也上来了。丞相大人，好歹本宫还是皇后，您这样说话怕是不妥吧？皇后，你还记得自己的身份？我还以为你要眼睁睁看着别人将太子从储君之位上拉下来。什么意思？星儿，你爹是在说朝堂之事。如今太子昏迷不醒，皇上最喜爱的九皇子也命悬一线，有人已经开始不安分了。不安分？哼，那个贱种最好这次一命归西。至于我的灵儿，自然是能醒过来的。云家，我迟早要让他们全部下地狱。
剩下的纳兰尘，他还能翻出什么浪出来？这天下只能是我灵儿的。静儿，你自己心中有数就好。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皇上，微臣所言句句属实，臣绝对不敢欺瞒于皇上啊！地上跪着的人是督察院左都御史魏大人，是出了名的刚正不阿。但是此刻大殿中的众人不免为他的话感到哗然，上首的皇上更是双眼凌厉地盯着他，似乎要将他盯出一个洞来。朕再问你一遍，你说的可是属实？穆将军为白月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是容不得半句污蔑的。你可想清楚了再回答。皇上，没有证据，微臣是万不敢污蔑穆将军的。还请皇上看看这个。看着信的内容，皇上的脸色越来越沉，他猛然看向穆世杰，将手中的信直接扔在他脚下，沉声说道：你自己看看，这些可都是你的字迹。穆世杰眼皮跳了跳，还是镇定地弓下身，捡起地上的东西看了起来。皇上，臣不知为何这上面的字迹和臣的字迹如此相像，但是臣用项上人头担保，臣绝对没有写过这样的字。他一派坦荡地看着皇上，一番话说得掷地有声，在大殿之中久久回响。半晌，皇上才轻声说道：朕相信你。皇上，虽说臣也是很相信穆大人的为人，但是这个事魏大人都提出来了，若是不去佐证一下，岂不是难堵悠悠众口？那云太尉的意思是，皇上不如派人去幕府查一查，若是穆将军光明磊落，那自然是幕府是什么都没有；可若是穆将军当真有鬼，那么定然是不止这一封信的，肯定还能在府中找到别的证据。这番话简直就是在当众怀疑穆将军了，众人不免侧目，这云太尉可真是大胆。纳兰尘紧紧盯着云太尉，心中也不免松了一口气。他刚刚还在想该怎样开口说出这番话，却不想云太尉就直接将他心底的话说了出来。还不等皇上说话，另一边的罗丞相也站不住了，他上前一步，躬身说道：皇上，臣以为云太尉说的极为在理，想必穆将军为了自己的清白，定是不会计较这些的。站在队伍中央的穆子谦正要出列说话，却被穆子轩一把拉住了。穆子谦望着自家大哥严肃的面容，他只好作罢。坐在龙椅上的皇上看着眼前咄咄逼人的两人，不知是想到了什么，眸子中是无尽的忧深。那众位卿家认为如何？大殿之上，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终是没人敢作声。幕府是没那么容易倒的，他们可没有云太尉和罗丞相那个胆子，公然敢得罪幕府。也有不少敬佩穆世杰的大臣发声了。皇上，臣等相信穆将军的为人，他是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的。皇上看着意见不统一的大臣们，面上显得十分为难。皇上，就依云太尉所言，尽管派人前去幕府查探吧。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小姐，外面来了好多禁卫军啊，说是要来搜查幕府的。祖母和母亲可在厅堂，老夫人和夫人已经站在大厅中了。走吧，这里怕是一会儿也要有人来搜查了。这里是小姐您的闺房，难道他们也要闯入吗？哼，人人敬你时你是神明，人人唾弃时你不过是蝼蚁。幕府位于风口浪尖已久，如今惹上一身腥，怎么会没人想要落井下石呢？笑笑，你怎么出来了？娘说的什么话？出这么大的事情，我岂能安心待在里面呢？苏轼稳稳当当地坐在主位上，竟是丝毫不显慌乱。此次带着侍卫前来的，一个是京兆尹大人，一个是刑部尚书古大人。京兆尹为人圆滑，可这古大人可就说不好是谁的人了。两位大人辛苦了，不如坐下来休息休息。左右都有侍卫们在搜查，两位也都在看着。穆小姐倒是悠闲得很，本官是在办案，可不是来喝茶的。顾大人，那你们可得好好办案，莫要错过了什么，到最后偷鸡不成蚀把米了。幕府犯了重罪，气数已尽，老夫人也不必说这样一番话了。朕还不知道古大人什么时候能够替朕做决定了。老神父参见皇上。都起来吧，朕还真的不知道，朕已经给穆将军判罪了。皇上恕罪，皇上恕罪。皇上冷哼了一声，也没再说话，又看了一眼一边的京兆尹。查得怎么样了？回皇上，什么都还没有搜出来。眼见众人都没有说话，纳兰尘心中不由得暗暗焦急，他状似不经意的嘀咕：这书房卧室都找遍了，既然没有，想必穆将军定然是被冤枉的了。这声音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在场的众人都能听到。对了，还有书房没查，那就去搜吧。没过一会儿，就有侍卫出来了，手中拿着一叠书信。皇上，这是在幕府书房搜到的东西。皇上看着手中的书信，脸色变得是越来越黑。师姐，你可知这些信上都写了些什么？臣不知。你不知，那朕来告诉你，这些全是你与飞羽国通信的内容。好一个待你争权夺位之时，就是和他共享天下之日。朕还一直纳闷儿，那孙喜年也不是什么能人将士，你怎么就是弄不死他呢？原来你们二人早就惺惺相惜，早早的就开始谋划着天下了。皇上，这是栽赃啊！
臣绝对没有写过这些信件。臣和孙启年交战多年，深知他的为人，怎么会这么蠢呢？这就是明摆着的陷害。皇上，这字迹也确实是穆将军的字迹，况且这是从幕府的书房中搜出来的，宁可信其有，也……他话还没说完，就被人打断了。皇上，老臣相信穆将军是被人栽赃陷害的，以他的为人，是不会做出这等事情的。皇上抬眼看去，只见多年来在政事上都未曾开口的夏国公，此刻却是弓着身子求情。穆将军的事情还缺乏证据，整个幕府自今日起，没有朕的允许不得踏出半步，外面会有禁军把守。唉，看来我这药的效果啊，还是不怎么好啊！你竟然这么快就好了？郑杰闻言猛然回过头去，瞳孔猛地紧缩。穆潇潇，怎么是他？很惊讶，想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儿？说起来呀，你也真的是费了我好一番力气呢。既不想让他们自降身份的和你一个敌国细作动手，又不想和你有任何的书信联系，那就只好请你试一试我这个最新研制出来的迷药了。你们不是被软禁了？你为什么可以出去？通敌叛国的罪名可是你们给我幕府安上的，既然你们苦苦将这罪名给我幕府，那区区软禁又怎么困得住我们呢？什么意思？难道你们当真打算趁此机会反叛？你猜？他从来都知道穆世杰父子三人不是个省油的灯，怎么如今连这个穆潇潇也变得如此深不可测了？哎，爹、大哥、二哥，你们还在看热闹？这么精彩的时候，不应该把张姨娘和穆瑶瑶弄醒，好让人家一家人团聚吗？你这丫头自己解决不都挺好的？你就是见不得我们空闲。大哥，我这可都是为了你们好，这精彩绝伦的画面错过了可是会后悔的。既然潇潇说有好戏看，那咱就把那两人弄醒了看看。说着，他快步走至床边，毫不客气地给了两人好几脚。一旁的郑杰看得差点背过气去，这是幕府人称翩翩公子的穆二公子吗？这是哪？姨娘，姨娘，你快醒醒啊！猛然看到一屋子的人，惊得话都说不完整了。你们怎么会在这儿？这是哪？我的好妹妹，我们既然都在这里，自然就是幕府了。幕府？你们不是都被软禁了吗？刚刚是你把我敲晕了带过来的，怎么你们每个人都觉得被软禁就干不成事了呢？你不若再看看，可不止你一个人被抓过来了呢。穆潇潇看着此时的穆瑶瑶，她心底的恨意一点点被勾起，又一点点在压抑着。穆世杰，张渊心中的惊骇也是不小的。他记得自己被穆潇潇带到地牢之后，正准备自杀，就被人拦了下来。再次醒来，就到了这个地方。你一早就知道我的身份了。就你那点把戏，本将军还不放在眼里。在下真是想不到，在外一直光明磊落的穆将军，玩起这些后宅里的阿杂手段，却是半点都不含糊。我身上的武功，是不是你废掉的？这你可别冤枉了我爹，他那双手可是用来杀敌的，区区一个你还不配他动手。这种小事，本公子做就可以了。你放肆！竟然将皇子侧妃囚禁于此，难道就不怕皇上直接让幕府下狱吗？皇上，我可没兴趣听你在这说废话。你就不想知道你的亲生父亲是谁吗？哼！若不是你们，我怎么会流落至此，当一个小小庶女？你说的很对，我幕府怎么说呢，也是少有的名门贵族，将你这等下人之女收留了10几年，着实也是辱没了幕府的名声。你说什么？什么下人之女？随即他又轻笑道：哼，穆潇潇，你该不会是嫉妒我的身份，故意在这胡言乱语吧？嫉妒你？你也不看自己配不配？不过呢，我最佩服的还是姨娘了，不仅给穆瑶瑶编造了一个完美的身份，还唆使她杀了她的生父。娘亲做到你这个份上啊，这世上怕也只有你一个人了。柳儿是你的人，姨娘的人自是有一番硬骨头。不过呢，好在幕府的暗卫也不是吃素的。红熙，你个贱人！我就说瑶瑶为何如此恨我，原来当真是你对她胡说八道。哼，原本就不该来到这个世上，我恨了你一辈子，你就该下九州地狱，用你亲生骨肉的手将你杀了，岂不是更好吗？我恨你，我恨你！我只是看着你被将军如此对待，心生怜悯。我是真的爱你的。闭嘴！你就是畜生！莫要将你的罪行说得如此冠冕堂皇。就算我曾经伤害过你，你也已经绝了我的子孙后代。瑶瑶如今是我唯一的女儿，她何错之有？你为何要这样对她？穆瑶瑶再傻，此刻也完全明白过来。她有些木讷地走向张姨娘，轻声问道：姨娘，你们说的都是真的，他才是我的生父。不待张渊回答，他又问道：所以我的父亲并不是什么身份高贵之人，所以你说的那些都是骗我的，你就是想让我帮你杀了这个人。眼见张姨娘默不作声，她又是一吼：你说话，说啊！忽然想到什么，她又怔怔地问道：那张药方，你告诉我，那张药方你是不是故意的？是不是？穆瑶瑶，你别急，
希望你的承受能力能够强一些。我看你着实可怜，不妨告诉你实话，那张药方可不就是姨娘亲自给你谋到的？姨娘如此恨你的生父，想必呢，她定是不会让你生下一个四肢健全的孩儿，来替郑家言传香火了。穆潇潇又饶有兴趣地看着张渊，温声问道：姨娘，我说的对吗？张渊猛然抬起头来，用看怪物的眼神看着他，并未言语。穆瑶瑶见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她冲过去，狠狠将巴掌甩在了张渊的脸上。你让我满怀希望，就是为了让我帮你杀掉你恨的人。我和阿晨那么盼望那个孩子，你这个蛇蝎心肠的女人，害死了他。如今我总算是明白了，我本就是不应该生下来的，难怪你从来都不关心我的死活。穆瑶瑶此刻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笑话，她的母亲心心念念想的都是如何害她，她的父亲竟然是这样一个身份卑微之人。你这个贱人，当初为何要生下我？你怎么不去死？怎么不去死啊？郑杰看着这一幕，忍着全身的疼痛要去扯开穆瑶瑶，还没挨到穆瑶瑶的边，就被他一脚踢开。你这个废物！我才没有你这样的父亲，你们都该死！张渊的脸色立刻就涨成了朱紫色，眼看就要没气了。穆潇潇一个飞身，直接点了穆瑶瑶的穴道，她就软软的瘫在了地上。怎么样，这番滋味可是你喜欢的？这下你满意了？老实说呢，并不满意。随即他缓缓凑近张渊耳边，阴恻恻地说道：你放心，你和穆瑶瑶我都会好好招待的，你们一个都跑不掉。他忍了这么久，求的不过是让他们生不如死。二哥，将他们三人分开关着，记着一定不能让穆瑶瑶和张渊自杀了，那样就太便宜他们了。说完，他自顾自地走了出去。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男子看着身边不断凑过来的美人儿，冰冷的声音中没有任何温度。滚！身边的侍女见他这模样，吓得一个哆嗦，赶紧行了一礼之后，连滚带爬的离开了。眼见屋内只剩他一人了，心中又不免有些烦闷。郑杰这几天怎么回事？怎么都联系不上了？莫不是出了什么纰漏了吧？正是忧思间，只见侍卫来报：主子，郑大人求见，快让他进来。眼见一身黑衣的郑杰正要行礼，男子摆了摆手：别废话了，跟你说，你这几天干什么去了？郑杰闻言，赶紧从怀中掏出一封信，哑着嗓子说道：主子，这个烦请您过目一下。男子有些狐疑地接过信封，这个郑杰在搞什么鬼？见他有些迟疑，郑杰又低声说道：主子，这是密报。听到这个话，男子二话不说就将信封打开了，忽然感到了一阵眩晕，眼前的景象开始有些模糊。你不是郑杰。暗处走来几道人影。纳兰月、穆子轩，你们怎么在这儿？纳兰月，你是装病。要说原本呢，我是恨不得纳兰晨早日去死的，留了他一条命，也只是想让他最后生不如死。万万没想到，我这沉住了一时之气，倒是钓上来一条好大的鱼啊！他定定地看着眼前的人，他呼吸不由得一滞，他还从未见过如此绝色。正在愣神间，他突然被人一掌拍飞，还没看清打他的人是谁，又是一拳将他打得眼冒金星。他困在地上，实在是没有力气再站起来了。你若是再看他一眼，我就将你的眼珠挖下来。放肆！你可知道我是谁？我当然知道你是谁。想不到堂堂一国太子，千里迢迢跑到白月国来唱攻城计，本将军十分想知道羽皇是怎么想，将尊贵的太子殿下派来了。赫连一闻言，像是被踩到痛脚一般，脸色难看到了极点。纳兰月也没有给他思考的时间，直接示意凌寒上前。接到指示的凌寒赶紧上前，就是一阵拨弄。半晌，凌寒终于摸到了东西。纳兰月接过他手中的虎符，仔细辨认了一番，这才一把将他扔给穆子轩，淡淡的瞥了他一眼。收好了。穆子轩把玩着手中的虎符，脸上升起一抹玩味的笑容。这么放心我，不怕我真正拿着那些逼宫？你不会的。转过头对凌寒说道：将他带回去。你们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太子远道而来，当然是要请你去做客了。随后他又一脸戏谑地看着穆子轩：穆少将军，这里就交给你。夜里寒气重，我就先带潇潇回去了。说完，携着穆潇潇就消失在夜色中。这个小子下次再想进幕府，看他不毒死了所有路。皇上，玉嫔求见。让他进来吧。臣妾参见皇上。原本正在翻阅奏折的皇上，此刻也终是抬起了头来，正欲说话，却被眼前的女子迷乱了双眼。皇上猛然起身，正欲上前，一旁的泉中却是高声呼喊：皇上，皇后娘娘求见。神色朦胧的皇上终于被这一呼声拉回了神智，他看了玉宁一眼，轻声说道：你姐在这候着，朕去就来。
来。臣妾遵命。门外，全忠拿出一粒药丸，有些嫌恶地对他说：“这么多年了，还是一样的蠢。那女人身上带着迷药，那药能让人产生幻觉。你赶紧将这个吃了。”纳兰旭嘴唇动了动，正欲说话，却被全忠一把打断：“你不必多言。若不是玉儿先前求了我过来，我才不会过来你这破地方。”随即，他摇了摇头，终是吐出了3个字：“进去吧。”殿内，玉宁始终如一地站在那儿，显得十分得体。这么晚了，你过来可是有什么事情？皇上，祺贵妃差臣妾过来问问您，上次您送给她的笔墨，她都没了，您能再赠予一些给她吗？她是又都用完了，还是又弄丢了？这臣妾就不知了。也罢，那你过来拿吧，朕再赏她一些便是。他轻轻掀起嘴角，小步走至皇上身边，弓着身子，欲拿起案桌上的笔墨。突然之间，一股奇异的香味传来，皇上的眼睛渐渐迷离。玉宁看着此时懵懂的皇上，他暗自将手伸进袖中，正欲将匕首插进皇上的胸膛，却见皇上突然之间捂着胸口，口吐鲜血，面容十分痛苦。皇上，您怎么了？别吓唬老奴啊！怎么了？当然是中毒了。纳兰晨一脸意气风发地走进来，恶狠狠地看着皇上和全忠。原本内心还有些不安的玉宁，他快步走至纳兰晨身边，温声说道：“公子，我还没来得及动手，他就这样了。”没事儿，他只是毒发了。晨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意思还不明显呢？你就不好奇这么久了还没人进来救你吗？是你？你现在要干什么？要造反？我的好父皇，都这样，我不是来造反的。难道大半夜带这么多人前来和你聊天？父皇，你就别白费力气了，整个皇宫都被我的人控制。你的太子和你心爱的纳兰月都还未清醒，还有纳兰浩那个蠢货，我就轻轻那么一挑拨，他当真就做了那冤大头。哦，对了，还有你信任如斯的穆世杰，不是也都被你软禁了？你说你现在还能指望谁救你呢？他说的一脸肆无忌惮，那模样似乎慢慢进入了癫狂的状态。我比他们都要聪明，你看他们一个个的，还不是都被我算计了？继承大统不就是应该找个有能力之人吗？为什么你永远看不到我的好？世家大族最讲究嫡庶之别，何况还是皇室之中。你一个庶出，为何要肖想这么多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嫡庶之别，说得如此好听，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就是心心念念都想扶持那个饼秧子上位？朕的江山想要传给谁，难道还需要你来指挥？这番模样彻底激怒了纳兰晨。赶紧写一道改立太子的诏书，我还能留你一个全尸。否则的话怎么样？纳兰月，你没死。武皇兄，你到底是有多希望我死？没死又怎么样？不过是多了个送死人罢了。武皇兄，我很想知道你是哪儿来的底气？哪儿来的底气？这你就要好好问问疼爱你的父皇了。他这江山可不止我一个人惦记。你们都是死的吗？还不赶紧将他给本殿拿下！闻言，侍卫们缓缓向他们走来。纳兰月，你等着，本殿定然要你生不如死。好啊，生不如死，如你的愿。纳兰晨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一涌而上的侍卫们团团围住。蠢货，纳兰月在那边。只见侍卫们仿若未听到他的话，站在那儿纹丝不动。父皇，不用多说废话了，直接将他拖下去了，将他押起来吧。你没中毒，你们给我下套！下套这种事情不是只有你才会做的吗？你们什么意思？你可知道穆瑶瑶身边的人是谁？他是孙启年身边的第一心腹郑杰。我就纳闷了，他在你身边待了这么久，你都没有认出他，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个贱人，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是飞羽国的种。纳兰月对他的事情竟然一清二楚，他以为自己算计了所有人，却不想自己才是最蠢的那个。你们一早就计划好了这些，就是为了今日抓住我。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不过倒是真的要感谢你，带来了赫连义这个惊喜。赫连义？难道那些精兵全是赫连义的人？纳兰月，你以为你们赢了？白月国迟早要死在敌国手中，没有兵权，我看你们拿什么斗？你是在说这个？只见穆世杰和穆子轩一身戎装的走进来，手中拿着一个小巧精致的虎符。五皇子，微臣忘了告诉你，是个假的。假的？他当时还仔细瞧了瞧。臣救驾来迟，望皇上恕罪。行了，别演了，谁都没你演的那么差劲。你们都在演戏，刚刚的一切都是装的，就是为了让我放松警惕。若不演一场戏，我们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收获呢？成王败寇，我输了，随意你们怎么处罚。纳兰晨突然仰天长啸，眼角沁出了泪水。父皇，我是对的，我永远都不会认错。你就是一个无情的人。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强行被人拖了下去。皇上，臣妾自知罪无可恕，但是臣妾恳请皇上，能不能将我与五皇子葬在一起？求求皇上了。他不停地磕头，额头已经嫣红一片。你既然喜欢他，为何还会入宫？五皇子说他想让我助他成就霸业，他让我进宫，我便进宫了。我知道我的所作所为十恶不赦，对不起皇上，我不想的，可这是他的愿望。你如此爱他，他心中却是只有权力，知道吗？只要是他，
哪怕对我一点都不好，我都不会在乎的。朕虽无意为难你，但你确实死罪难免，活罪难逃。至于你的要求，朕就更不能答应了。皇家丢不起这个人。说完，纳兰旭摆了摆手，将面如死灰的玉宁拖了下去。第二日，一道皇榜张贴了出来，五皇子勾结敌国，起兵造反，佐野逼宫，已被穆将军捉拿入狱。幕府救驾有功，实乃担得起镇国大将军之名。今解除幕府软禁，赏黄金2万两。简短的几句话，却是让百姓们欢呼雀跃。我就说幕府是忠良世家，怎么会做出这等事情？就是，穆将军最是忠君爱国，对咱们百姓也是十分的好，怎么会是那样的人呢？真的是太好了，幕府终于是沉冤得雪了，咱们的皇上真是位明君呐。纳兰月看着站在窗边微微勾唇的女子，眼中闪着无奈。小娇怎么总是不听话？要多穿一些的，这还是清晨，且不是盛夏，可不能着凉了。穆潇潇缓缓回过头来，绝美的脸上划过一道温柔的笑意。这人如今怎么越来越唠叨了？他目光灼灼，走上前环住她的腰身，有些撒娇道：月哥哥啊，我知晓的。纳兰月显然已经被穆潇潇主动的投怀送抱迷得晕头转向，一双好看的桃花眼中满是宠溺。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总归我一直在你身边，动不着你的。穆潇潇闻言嫣然一笑，看着他俊美的面庞，心中闪过一丝满足。忽然想起什么，他抿了抿嘴，正色道：月哥哥，他如今在皇宫的地牢吗？纳兰月一听这话就知道他什么意思，笑着说道：今晚带你去。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纳兰晨脸上，他有些微刺痛地睁开了眼。此时的街道还十分的安静，一切都是一派安逸与祥和的模样。纳兰晨微微眯着眼，全身的疼痛感狠狠刺激着他所有的感官。方才他做了一个很长很好的梦，在那个梦里他做了皇帝，他在梦里竟然娶了穆潇潇。他看到自己与穆潇潇夫妻7年，最后也被他害死了。如今醒来，他十分后悔梦中的自己为何那样狠心的对他。猛然间，他想到自己好几次见到穆潇潇，都感受到对方强烈的厌恶和憎恨。难不成梦里发生的事情都是真实的？不然他真的找不出穆潇潇那么憎恨他的原因了。纳兰晨突然感觉腹部传来一阵锥心刺骨的疼痛，神智也慢慢开始变得模糊。如果真是这般，那他后悔了。尤其是在看清穆瑶瑶的为人之后，他才清楚自己失去了什么。他痛苦极了，体内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撕扯着他的躯体一般难受。他望着前方的一点微光，意识渐渐模糊，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小姐，九皇子的人传来消息，说人死了。穆潇潇并未抬头，今日已经是第7日了，他早就在他体内下了药，本就到了他该死之日了。回小姐，九皇子都让人准备好了，走吧，带上东西，是时候去看穆瑶瑶了。你又想干什么？妹妹，你这是怎么了？会有这么可怕吗？你这个狠毒的女人！哼，狠毒？论这一点，谁能比得过你呢？我的好妹妹，你莫不是忘了是谁当初在赏花宴会上要陷害我，还要利用孩子去嫁祸于我呢？更是恶毒的想要给我下逍遥散。姐姐，我知道错了，好歹我做了你10几年的妹妹呀，你能不能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放我走呢？既然你都说做了10几年姐妹了，那姐姐今日给你带来了一份礼物。黑影就将一个大箱子放在了穆瑶瑶面前。这是什么？你拿开啊！妹妹，你怕什么啊？你仔细看看，这不就是你的阿晨殿下吗？不，肯定是你骗我的，怎么会是他呢？妹妹，你在这里待久了，怕是不知道你的五殿下谋反失败，已经被判了死刑吧？他盯着穆瑶瑶的脸，对着一旁的黑影一字一句地吩咐道：先给他来上一道步步生莲，再将他的眼珠挖掉，最后再进行梳洗之刑。穆小小，你敢？黑影，我刚刚说的即刻实行。姐姐，以前都是我不好，我害了你，求求你放我出去，我今后再也不敢了。穆潇潇置若罔闻，径直走了出去。望着外面的晴空万里，穆潇潇发自内心的笑了，从此再无噩梦。可怜太子别来无恙，你们将本太子抓来关在这里这么多日，这是终于想起本太子来了。太子这话说的稀奇，难不成是朕派人将你从飞羽国绑到白月国的？那又怎样？我这么多精兵强将，不都被你们给收走了？父皇，这回咱们真的是要多谢赫连太子的慷慨相赠，足足5万士兵啊！咱们当真又是多了一大助力。你这个话什么意思？总共不是才3万5千的兵力？什么意思？就是你想的那意思。话说太子也当真是舍得，竟然一下子就带来了2万的精锐，3万的普通士兵。也不知羽皇知不知道这些？你们找到了那1万5千人？那1万5千人是他自己千辛万苦训练出来的精兵强锐，父皇并不知道。你们到底想怎么样？赫连太子不过太过忧心，你堂堂太子，我们总不能将你一直囚禁于此。
不过你这人应该还算是有些价值的。飞羽国最近确实是猖狂的很，边境骚扰不断，大有触动战争之势。莫不是贵国是笃定了太子殿下一定会成功？你们是要拿我威胁我父皇？堂堂一国太子带兵前来，要将白月国拿下，最后不仅兵马被收，连自己也被抓了。若是被飞羽国的百姓知道，可不利于他今后继承大统。月皇，不如咱们合作如何？合作？这有什么好处？月皇，你我心知肚明，这么多年以来，两国纷争不断，以前的事您该不会都忘记了吧？往事他怎么会忘呢？赫连太子说这个话，莫不是当真觉得我白月国软弱好欺？原本朕还想着能与你谈一谈条件，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也没得谈了。说完，皇上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赫连义，你最好是祈祷飞羽国能够安然度过今年。潇潇，最近怎么没见你捧着医书看了？大哥啊，你可知道京城那些大家闺秀们都喜欢你什么啊？那些个名门闺秀呢，就是喜欢看你整天一副生人勿近、不食人间烟火的模样。你看看你这个性子，如今都要赶上二哥跳脱了。这样下去啊，你何时才能给我娶一个大嫂回来啊？你这丫头还学着拐着弯来取笑大哥了，当真是家里将你宠得无法无天了。说完，他又静静地在他对面坐了下来，显得一副踌躇的样子。什么时候我这杀伐果断的大哥竟然也变得如此犹犹豫豫了？潇潇，皇上今日将我和父亲召进御书房，说是再过段时日可能要出征了。大哥，你们何时动身啊？目前还没有招手下来，听皇上的意思是，可能入秋之后就要去了。这样说来，岂不是再过2个月，爹和大哥就要出征了？哎，潇潇，前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咱们去看看吧。两人凑近一看，发现地上竟然跪着一名女子。请穆小姐安。早年就听说阿朱在京城中的官家做丫鬟，却不想她有如此福气在将军府。小姐真是个宽厚之人，零星感激不尽。待连心银两攒足，定会立马离开的。你要谢呢，便谢优儿吧。你和他一个屋，尽管好好待着，短缺什么的，你便和优儿说。潇潇，这时候也不早了，不如咱们先行回去。你呀，要出来的是你，要回去的也是你。白景轩正欲说话，忽然传来一道清冽的声音：穆小姐，穆二公子，郡主，你们也在此，真巧。穆小姐，今日可是出来买什么？罗明玉目不转睛地看着穆潇潇，一旁的穆子谦见状，不由得上前一步，挡住罗明玉看向穆潇潇的目光。这厮大街上就这般炽热地盯着妹妹看，莫不是想毁了小妹的名声？罗公子有礼了，我也是闲着无聊出来逛逛，并无任何需要的东西。倒是一边的罗雪梦看着自家大哥这副模样，心中警铃大作。大哥心中的女子，莫不是穆潇潇？既是如此，那我兄妹二人就不打扰各位的雅兴了。穆小姐，方才是在下贸然惊扰了各位，我们还有事，就先行告辞了。潇潇，我怎么觉得这罗明玉对你不怀好意呢？小郡主，这可别瞎说了，就他哪配得上咱们小妹？确实，潇潇如此容颜，罗明玉如何配得上她呀？其丞相府压根没几个好人，潇潇是万不能进入那龙潭虎穴的。大哥，你该不会喜欢穆潇潇吧？文儿，你这样说很是败坏一个姑娘的名声。我只不过如同其他人一般，见她长得这般国色天香，不免多看了几眼。真的？我为何要骗你？罗雪梦还欲再说什么，被罗明玉一把打断。好了，梦儿，今日出来的时间也够长了，快进去，别让爹娘担心。大哥，你不一起进去吗？你先回府吧，我还有点事情。说完，也不等他回答，就径自走了。望着罗明玉远去的背影，罗雪梦心中渐渐涌起一阵不安。大哥刚刚说的是真的吗？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话音刚落，一抹蓝色的身影就悄然而至，没给罗明玉反应的时间。九皇子，我与你无冤无仇，不知你今日这般做派是为何故？哼，明知故问，我警告你，你要是若不想要你那双眼睛，我可以帮你挖掉。若是再这般的看着潇潇，可别怪我手下不留情。九皇子，他那般美好，谁都有追求他的资格，你又如何知道他心中有你？不如咱们公平竞争。说这话时，他满是底气不足，因为他不止一次地感受到穆潇潇对纳兰月和他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谁都有资格，就你没有，你凭什么如此说？就凭皇后那一张恶心的做派，凭你是丞相府的人，凭他心中完全没有你。字字句句如同针刺一般，在罗明玉心口狠狠扎着。你放心，我是不会做出有损他名誉之事的。今日之举，下次不会再有了。知道就好。本皇子现在再警告你一遍，离他远一点，可别让整个丞相府为你的愚蠢付出代价。说完，他就收起长剑，很快就消失在了罗明玉的视野之中。他刚刚的话是什么意思？纳兰月难道要对付丞相府了？想到刚刚纳兰月的身手，
冷意就直窜心头。世人都被纳兰月的表象给欺骗了。罗明玉双手紧紧握拳，无论如何他是不会放弃的。罗雪梦听下人说大哥回来了，正准备去看看他，哪知刚走到小道上，就听到2个丫头嘀嘀咕咕的声音。最近大公子真的太奇怪了，如今我都不敢去他房里收拾了。为何这样说啊？自前段日子起啊，公子就变得有些阴晴不定了。公子现在天天都对着一对耳坠子发呆。你也知道，公子一向都是温文尔雅的，可是上一次我不小心碰到了那对耳坠，公子当时就发了好大一通脾气呢。那模样就像是要杀了我一般，我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公子呢。不远处的罗雪梦听到这番话，原本满是疑虑的心几乎是已经肯定下来，大哥一定是喜欢上了穆潇潇。这个狐狸精仗着一副勾人的样貌就迷的男人全都神魂颠倒了。不行，他得想个办法了，不能再让大哥这般执迷不悟下去了。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月哥哥，你这是怎么了？可是遇到什么事了？潇潇，真想将你藏起来，这样谁都看不到你，你有我就足够了。罗明玉那个混蛋，大街上就想将他眼珠子挖下来了。月哥哥，你真的比我大吗？怎么说如此孩子气的话？潇潇，你可知道你多么吸引人？我害怕。穆潇潇整个人都缩在纳兰月的怀中，鼻尖全是他好闻的清莲味儿，这样的他确实让他无比心疼。好好的，怎么又说这一番话？我就在这里，难道还会跑了不成啊？你这般长相可是把谁都比下去了，我怎么会看上别人呢？说好了和你一辈子，就是和你一辈子，除却你，其他所有都是云烟。纳兰月就这样看着倾城绝色的小姑娘，那漆黑的眸子中只有自己的影子，她心中充斥着说不上的欢喜之意。潇潇说好和她一辈子，那就是一辈子，这是她听到过最好听的话。纳兰月低下头，看着那娇艳欲滴的红唇，一个没忍住就亲了上去。看着他绯红的脸颊，纳兰月轻轻地将目光移开。潇潇，这几日我没来找你，你可不开心？穆潇潇呆呆地看着他，琢磨着应该怎么回答。看他这副模样，纳兰月有些失笑。你这没良心的，我几日不见你，真正是快要得相思病了。你倒好，半点都不想我。哪有，想倒是想啊，但是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看我的。潇潇，前日是我母妃的忌日，我在祠堂中守了一天。这还是纳兰月第一次向他提起夏贵妃。月哥哥，我知晓你定然是伤心的，只是人死不能复生，你要节哀顺变啊。月哥哥，不要伤心，我会永远陪着你的。潇潇，我现在带你去看看母妃，可好？纳兰月看着他的一双水眸，语气中尽是期盼。见他这般模样，穆潇潇哪还会不答应，当即就点了点头。不过现在皇寺还能进得去吗？可以的，潇潇，我带你进去。这么好看，点个订阅吧。这人间春风奈何，秋风奈何，山川又奈何。月哥哥，你的仇人也是我的仇人，不要害怕，我会一直在你身边，帮你一起报仇。他并没有多问，也没有说过多安慰的话，只是这样铿锵质地的言语，确实带给纳兰月无尽的温暖。他回握住他的小手，温暖直达心底，只觉得原来经历的那些磨难，似乎就是为了这一世的这一刻。有他在身边，纵使万劫不复，那也是情如蜜糖的。师姐，朕想了想，8月初1你们前去边境，你看如何？倒也不是不可以，只是为何这么急？师姐，我真的要等不及了。每一次在梦里，你爹还有老成王，还有我的父皇，他们一遍遍地问我，怎么还不给他们报仇？师姐，我从来不敢忘了这些。既然他那么喜欢做卖国贼，几年前我毫无招架之力，这一次我要先斩了他们的靠山，要他们血债血偿。谁人能想到，道貌岸然的罗丞相背地里却和非羽国有接触？你放心，如今我们在暗，他们在明，况且我们准备充足，绝不会有任何闪失。这一次，无论是羽皇还是孙启年，我都要活捉回来，一个都不放过。师姐，对不住了，跟着朕，你真是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便是为了白月国，我也该尽你这些心力的。只愿我护着的这些百姓能够放聪明些，可别再被罗红辉的假模假样蒙蔽了双眼。放心吧，这一次朕要让他们成为百姓中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朕要彻底清除这些毒瘤。你回去这段时日好好休息，准备出发吧。你和轩儿都必须给朕完好无损的回来，若是缺胳膊少腿了，朕就将你的将军府给拆了。放心吧，潇潇快及笄了，我可是打定主意要将你国库搬空的。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看着他渐渐远去的背影，皇上终是笑了出来。这老不死的，反正潇潇是要嫁过来的，国库搬空2个时辰，不就立马又充盈回来了？梦儿请公主安，此番前来打搅到公主了，这般客气作甚啊？你今日来可是有什么事吗？大公主，臣女今日在哥哥房中发现了遗物，又想起了公主前段时日对臣女所说之事，便想着将这东西拿来交与公主。只见罗雪梦从袖中掏出一物递给他，又轻声说道：我看上边刻着一个言字，思来想去，除了你也想不到其他的女子了。我猜想这大概是大哥想要送给你，却又不好意思当面送，于是呢，我便做主将这个拿了出来，将它拿来给你了。你说的可都是真的吗？这发钗就是我在他房间找到的，他并没有对我亲口说过这些，都是我的臆测。他不能将话说绝对了，若不然到时候也难以收场。纳兰言闻言，眼中还是划过一抹失望，不过很快他就高兴了起来。名字中带有言字的女子，这些贵女中可不就只有自己了？公主，你现在万不能去问大哥发钗的事情，若不然他定会打死我的。你大可每天去找他说说话，说是他心中真的对你有意，他定然会亲口告诉你的。纳兰言连忙点了点头，现在罗雪梦说什么他都会听的。爹，您这是怎么了？潇潇，你怎么来了？莫不是知道我和你大哥要出征了，心中不舍？爹，日子已经定了吗？8月初就要启程了。这一仗早晚都要打的，注定了你死我活。爹，当年到底发生了何事？为何皇上如此憎恶飞羽国呢？潇潇，我们从来没有对你说起过你祖父的事情，你可知道他是如何死的？你祖父死在了几年前的战役中，同时死的还有老成王以及先皇。当时先皇病危，先前由于经历了一场对前朝余孽的大杀，国内军事实力并不强。最重要的是，当时皇上与我都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势力全部掌握在老成王、咱们幕府以及罗云齐3家手中。准确来说，是以罗家独大的，后面2家都是他扶持起来的。当时还有一个骠骑将军，也是由罗鸿辉一手扶持上来的。穆世杰像是讲述了一个极长的故事一般，有些疲惫地坐了下来。按理说，罗府应该是知道咱们之间有恩怨的，为何皇后还打幕府的主意呢？罗鸿辉赌的不就是我会背叛皇上？他以为人人都像他一样是为了权力而生的。爹，万不可忧思过重了，女儿也不是小孩子了，可以帮您分忧解难的。爹，您放心，罗鸿辉自己种下的因，那这恶果自然是要他自己来承受的。咱们是不是忘记了一个人啊？谁？当然是万将军了。爹，您想想，这棋子若是听话了是棋子，可若是不听话了呢？你是说……这么好看，点个潇潇音乐吧。，你这罐罐里装的是什么啊？你别碰那个，你呀，倒真的是半点警惕之心都没有。这里面都是毒药，你若是洒在身上了怎么办？潇潇，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了？潇潇，你会不会怪我来晚了？我跟你说，我可是打搅我呢，倒是不曾，就是不知你是来看我，还是来看谁的？皇上昨日里已经下了圣旨，命爹和大哥8月初1即刻赶往边境，他应当是知道此事的。潇潇，你再这般说，我可就回去了。好了好了，我不闹你了。你这一大早就风风火火的赶来了，你祖父没说你吗？我又是趁祖父不在家偷偷出来的。不过你不用担心啊，自从上次你提醒我过后，我出门就带护卫了。潇潇，幕府被软禁那会儿，我没能及时过来看你，这是当时在庙里跟你求的平安符，你记得带在身上啊。估摸着我祖父也快回去了，我现在也得赶紧赶回去了。潇潇，你替我向你大哥问个安，问他山高水远的，一定要珍重啊。说完这句，火急火燎地跑了出去。看着他的背影，穆潇潇有些失笑。潇潇，遇到什么好笑的事情了？你今日怎么白天来的？潇潇的意思是要我夜晚来，那不然潇潇等一等，为父夜里再来。你现在怎么来了？潇潇，纳兰号被放出来了。如何被放出来了？莫不是丞相府出手了？你都知道了。确实，丞相与云太尉共同求情，说之前都是纳兰臣的陷害，3皇子实属冤枉，请父皇放人。薛哥哥，我现在才知道皇上多么不容易，祖父何其无辜，爹这些年想必也过得不轻松。薛哥哥，若不是女儿身，我也想像大哥一样替爹分忧。说什么傻话？你可知道为何你二哥并没有入军？我记得二哥自己也是不想入军中的。纵使有这个原因，还有就是父皇不允。你也知道你祖父是如何死的了。战场上刀剑无眼，没有哪个人能够保证能够从战场上毫发无损的回来。将军府人丁不算特别旺盛，如今父子2人都已经征战沙场，父皇是万万不会再同意你二哥上战场的。若是有个好歹万一，父皇担不起这个万一。潇潇，你可懂？穆潇潇沉默了。纳兰月后面的话还没说完，但是他都懂。他作为幕府一员都没想到的问题，皇上却想到了。
并且做得如此周到。纳兰月看着面前的丫头，又在低头沉思，正欲说话，外边就响起了曼舞的声音：“小姐，太子来了，在府上，说是想邀请您去游湖。他现在在哪？在正厅。现在有二公子陪着在。我知道了，等等就去。”小乔，你这是准备要和他去游湖吗？我怕我会忍不住杀了他呀。去呀，怎么不去啊？若是不去，怎么能看他的好戏呢？小乔，你可是有什么好主意？喏，最近新研制的这个，一直没找到试验品呢。小乔，以后有什么东西尽管使出了，一个个闲的没事干，就给他们找点事。哼，这可多亏了师傅的宝贝五毒卷呢，上面各种各样的药应有尽有。走吧，小丫头，二哥应该也等久了。九皇帝，你怎么在这儿？我是来找二公子的，没成想路上遇到了穆小姐，便和她一起进来了。穆小姐，本宫看今日天气甚好，不如一起去游湖。既然太子皇兄有如此雅兴，那本皇子也才会热闹。既是如此，那我也去，想必太子也想着人多热闹。既然二哥也去，那臣女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闻言，纳兰林的嘴彻底的闭上了。走吧，太子皇兄，还愣着干什么？太子表哥，九皇子，穆二公子，好巧。眼见几人已经快到目的地了，这会儿却是巧遇了罗明玉，他的身边还紧紧跟着八公主。一路无言，几人终于到了烟霞湖。小乔，你喜欢这里吗？穆潇潇点了点头，心中确实是欢喜得很。穆小姐，我准备的船只就停在那儿，不如我们一起去游湖。纳兰月上前一步，不知不觉挡住了他的目光，挑眉说道：“今日太子皇兄准备的如此周到，子谦兄，咱们赶紧上去体验一番，可不能辜负了皇兄的美意。”说着，也不等纳兰林回答，自顾自的就抬脚走了上去。如此，那就多谢太子美意了。随即就将穆潇潇拉着走了上去。望着船头上那一抹青蓝色的身影，纳兰林觉得刺眼极了。表哥，咱们先上去吧。纳兰林一时无言，点了点头，就随着罗明玉走了。潇潇，这个纳兰林有些阴魂不散，咱不如早些回去吧。二哥，你且耐着性子再等一等，咱们看完了好戏就回去。潇潇，你先在这等一会儿，我去船舱中拿些吃的过来，反正都是纳兰林准备的，不吃岂不是白费了他的心机？纳兰月有些担心穆潇潇饿肚子，低声问道。穆潇潇好笑的看着他，狡黠的点了点头。我与你一同去，正好我肚子也饿了。两人一走，瞬间就安静了许多。不远处的纳兰林眼见穆潇潇身旁终于没人了，瞅准机会就凑了上来。穆小姐，你觉得此处风景如何？景色自是美不胜收的。一旁的纳兰言看着船头的两人，眼光中竟是怨毒之色。不知不觉中，他的脚步就已经移至穆潇潇身后。穆潇潇原本心思就不在这里，很快就听到了身后的异动，扑通一声，纳兰言稳稳地掉落在水中。本集又结束了，我们下集再见喽。这臣女也不会戏水啊。可他堂堂太子，难道要亲自下去救人？纳兰林忽然瞥了一眼罗明玉，正欲说话，却突然感觉脸上奇痒无比。他伸出手，在脸上开始使劲地挠了起来。哎呀，太子殿下，您这是怎么了？这八公主还在水下，眼看快要不行了，这可怎么办啊？一旁的罗明玉皱了皱眉，他是真的不想下水救这个刁蛮公主，他一直在等着太子救人。看着在水中浮浮沉沉的纳兰言就要沉下去了，随即他跳入了水中。纳兰林还在不停地挠脸。纳兰言被救上来时全身湿透，由于是夏日，穿的也清凉，里面的春光更是若隐若现。罗明玉赶紧将外衣脱下来给他披上，正欲起身，却被纳兰言死死抓住。罗公子，你不要走，我很害怕。太子皇兄，你到底是怎么了？脸都这样了，可是吃了什么东西？罗明玉这会儿终于挣脱了八公主的魔爪，快步来到纳兰林面前，焦急地说道：太子，别抓了，再这样下去你可要破相了。冰冷的声音传入纳兰林的耳朵，他有瞬间的停顿，下一刻他又开始不停地抓脸。太子殿下，您这是怎么回事？快别抓了。罗公子，依我看，咱们得将太子殿下的手先用绳子绑起来，不然的话，任由他这样下去，这张脸可就真的没救了。穆潇潇上次不是替皇祖母施针过吗？她不是会医术吗？穆潇潇，你为何不上前帮我皇兄看看？八公主，臣女并不是宫中太医，会施针不代表会医术。再者说了，太子殿下天横贵胄，臣女还没有那个胆子，用自己这半吊子的本事替太子看病。穆二公子，就按照你说的，找根绳子，先将他的手绑起来吧。待找到绳子时，众人又被眼前的一幕吓到了。这才一会儿的功夫，纳兰林的脸
怎么肿得像猪头了？穆子谦看了一眼地上的纳兰岩，又看了看眼前的纳兰林，这是猪头和落汤鸡的组合。船夫，船开快一些。终于船靠岸了。罗明玉，你赶紧将太子皇兄送入宫中，即刻找太医救治。至于八皇姐，我会命人将她送回宫中的。他点了点头，赶紧带着人向皇宫方向走去。纳兰岩看着罗明玉远去的背影，刚刚张开的口只好又闭上了。怎么了，八皇姐？还需要我派人送你？不必了，这2个婢女送我回宫就够了。纳兰岩在2个丫鬟的搀扶下上了马车。哎呦我的老天，真是笑死我了！你们难道看到那张猪头脸不觉得好笑吗？小乔，太医应该不会查出什么来吧？放心，我这药呢无色无味，并且半个时辰后药效全过，不会留下一丝痕迹。小妹，不要告诉我这都是你的功劳。他呆愣愣的模样将穆潇潇逗得一笑，随即又点了点头。小乔，你太厉害了！这么好看，皇后娘娘，太子殿下应当是误食了什么东西，导致脸上奇痒无比。臣这就开个方子，吃了之后就会好的。那灵儿这番模样不会破相吧？回禀娘娘，应当是不会的。臣会开药方，好好给太子殿下调理调理。皇后闻言是彻底放心了，她的希望都在灵儿身上了。若是破相了，可就一切都毁了。小姐，莲心说这几日承蒙小姐的照料，还有烟雨阁各位姐妹们的包容，她感激不尽，特地做了些安神的香囊来送给大家。她顿了顿，看穆潇潇并无厌烦的情绪，又继续说道：昨日里呢，奴婢已经将其他的香囊都分给各位姐妹了。这一个莲心说，若小姐不嫌弃，这是有助于小姐安神的，挂在床头便好。将这个放下吧，你回去跟她说有心了，我很喜欢。是，小姐。看着他远去的背影，穆潇潇眸中一片冷色。一切准备妥当了吗？回小姐，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你先去好好休息吧，过几天少不了一场劳累的。你这是在搞什么鬼啊？还不赶紧下来？这么高，你想摔死啊？你赶紧出来，我有东西给你。看着外面的人一脸的神秘兮兮，他还是毫不犹豫的出去了。没想到堂堂幕府2公子竟然也学会了爬墙。快趁热吃。我还正想着呢，现在的你呀，真不如小时候可爱。那会儿还知道给我送吃的，怎么长大了就再也不见你来送东西了？白锦轩拿了一块糕点送入嘴中，软糯香甜，唇齿间尽是桂花的清香。没有想到你就送桂花糕来了，还是从前一样的味道，好吃极了。你喜欢便好。你今儿就是来送桂花糕的吗？当然不是。他就像变戏法似的，又从怀中掏出一个小锦盒。这是？他接过他手中的锦盒，好奇的将盒子打开，蝴蝶玉坠。你还记得？当然记得，就是不知道小丫头小时候喜爱的，现在可还欢心？穆子谦，谢谢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的话，我心中很欢喜。